西元24年，雪花飘飘，寒风凛冽，冷宫，门窗残破，一片萧条，一道悲戚不甘的哀鸣划破天际。周明宇，李若棠，我诅咒你们，放他好死！一身素白的女子被两个嬷嬷死死压在破旧的凳子上，绝色的容颜上满是不甘，一脸愤恨地挣扎着。另一位衣着华丽的娇俏女子缓缓向她靠近，她眉目含笑地看向身后俊逸挺拔的男子。宇哥哥，你听见了吗？这些人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诅咒我们呢。男子上前一脚狠狠地踹向了女子的腹部，神情凶狠。李初，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高高在上的高门贵女吗？你的九族已经被我杀尽，你哥哥也已被我乱箭射死，就凭你这个丧家之犬，还有什么倚仗让我不得好死？肚子传来的疼痛让黎初微微蹙眉，却没有家人惨死带给他的冲击力大。他看着面前姿态高人一等的人，怒目圆睁，眼底充满了嗜杀。丧家之犬，周明宇，别忘了，是我这个丧家之犬带领族人助你登上高位，若是没有我，你连第一场夺位之战都闯不下去，还何谈问鼎至尊呢？而我的扶持，换来的是你对我族人的赶尽杀绝。周明宇，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畜生，我呸！黎初的双拳紧握，指甲入肉而不自知，接连而来的恶讯让他心肝俱裂，只怪自己识人不清，引狼入室，断送了相府、护国公府和大将军府的1000多条性命，还有他的哥哥也为了救他而惨遭万箭穿心。该死的人是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家人来承受这些？他宁愿自己遭受1000倍万倍的痛苦，只求能换回他的家人。黎初轻蔑而不屑的指责让荣明宇彻底恼羞成怒，这么好看，眼底的是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贱人，你这是在找死！他能成事确实少不了他，他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的无能，所以他才非死不可。黎初凄然地看向了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眼底寒若冰霜，却最后抱着一丝希望。荣明宇，我毒还尚不食子，我已经有孕在身，你残害自己的骨肉，就不怕将来无法面对列祖列宗吗？本来打算在他登基之时告诉他这个喜讯，没想到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他关入了冷宫。现在他只想用这个孩子换取一线生机，灭族之仇若是不报，他死也不会瞑目的。荣明宇闻言眸色一亮，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杏色。好啊，朕从未与你有过夫妻之实，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来人呐，传朕旨意，黎初不守妇道，意图混淆皇嗣，罪大恶极，即刻就地处死。黎初在西渊有着不低于他的声望，就算他九族俱灭，自己仍然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杀了他。这一次他倒要看看谁还敢为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求情。黎若棠不愿黎初死得太过痛快，他用柔弱无骨的小手拂过荣明宇的胸口，柔声说：哎，宇哥哥别生气，你先回宫休息，臣妾还想跟他说几句话，把他交给臣妾可好？且好，那人就交由唐儿处置了，朕先回宫等你。荣明宇在黎若棠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转身离开，这么好看，转身离开，点个订阅吧。恭送宇哥哥。荣明宇走后，黎若棠回过头，眼底的阴狠渐增。从小到大，不管是容貌还是才情，自己什么都比不过他。他做梦都想看到他跌落尘埃的模样，
如今终于是实现了。而黎初还沉浸在荣明宇的话中，久久不能回神。他抬头看向黎若棠，对他眼中的狠毒之色视若不见。荣明宇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不是他的。黎若棠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即使黎初美得摄魂夺魄，可他所爱的人却从不曾将他放在心上，就这一点，他就远远比不上自己。哎呀，他厌恶你都来不及，又怎么会碰你呢？那是谁？那个3年来与我同床共枕的人，究竟是谁啊？黎初的双眼透出一丝茫然，整个人仿佛堕入了黑暗深渊。3年的恩爱成了他此生最大的笑话。当初与荣明宇成亲，无非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若说有情，那也是跟那个夜夜陪伴他的人有情。可他却不知道那人真实的身份。黎若棠捂着嘴继续笑道：咱们西渊最清高的才女委身于一个丑奴，还怀了他的孩子，你说可笑不可笑啊？丑奴是禹王府的护院，因长相奇丑，所以一直戴着面具，没人见过他的真容，只知他武功深不可测。黎初在外筹谋奔走，数次遇刺都是为他所救，算起来他对黎初是有恩情的。丑奴吗？也好，容貌并不正，他的品行足以配得上当我孩子的爹。想到那个身姿挺拔的男子，黎初的唇边勾起一抹释怀的笑。至少他爱的人不是荣明宇。唯一遗憾的是，他无法再见丑奴一面，也没法告诉他孩子的存在。这一笑落在黎若棠的眼里格外的刺眼，他拿着锋利的匕首在黎初的脸上轻轻拍了拍。哎呀，这张我见犹怜的脸，看着还真是令人厌恶呢。随着刀锋一转，黎初白皙娇嫩的脸上皮肉绽开，鲜血喷涌而出。黎初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愤恨地盯着曾经一起长大的姐妹，一脸嗤笑。为了名利地位，杀害自己的父母亲人，你就不怕死后下18层地狱，来世只能沦为畜生吗？住口！你再聪明又如何？还不是一样败在我的手里啊！还有，我杀的可是你的爹娘，不是我的。想到这里，黎若棠心里便舒坦了几分。任凭他黎初有绝世之才又如何，还不是只能为自己做嫁衣？你说什么？原来你不是我姐姐，难怪啊！林若棠，你冒充相府千金20余年，不但不感念相府的养育之恩，反而对其加以谋害，你简直毒如蛇蝎，不配为人。杀不了荣明宇，能杀一个黎若棠也是赚了。黎初使尽全力挣开嬷嬷的束缚，一把抢过黎若棠手中的匕首，刺向她的心口。去死吧！然而匕首还未触及黎若棠的心口，砰的一声，黎初瘦弱的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狠狠地砸在了坚硬的地上。黎若棠身边竟然还有会武的丫鬟，终究还是杀不了他。随着一声惊天的悲嚎，黎初将尖锐的匕首狠狠刺入自己心口，骨头应声断裂，纤细的手指插入了胸口，缓缓地掏出了那颗还在跳动着的心脏。他浑身是血，目光狠厉地瞪着黎若棠，鲜血沿着他的嘴角滴落，宛如一朵朵绽放的红梅。绝望的气息陡然荡开在天地间。娘，哥哥，还有王子的族人，是黎初没用，没能为你们报仇。
天道在上，我以一颗真心献祭，祈求与恶人同现幽冥，生生世世不得见天日。黎初死后，魂魄带着滔天的怨气，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天地间。再后来，他的意识渐渐有了真实，迷迷糊糊似乎听到青羽的呼唤声。小姐，你还好吗，小姐？青羽、清风、青莲、清河四人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情谊很是深厚。可是在他被打入冷宫时，他们就被送去了军营，最后不堪受辱，纷纷自尽了。为什么他还会听到青羽的声音？黎初艰难地直起身子，眼皮微掀，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闺房和青羽焦急的脸。他顿时瞪大双眼，诧异不已。他不是已经死了？难道这就是地狱吗？青羽细心地拿起一旁的垫子垫在黎初背后，用手轻轻在他的额头探了探。哎，没有生病啊，小姐，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不行，我得让清风去请大夫来看看。等等，黎初拉住了青羽的手，温热的触感让他感受到了几分真实。他强撑着起身，环顾四周，而后眼神逐渐清明，心里抑制不住激动的从软榻上跳了起来。他还活着，青羽他们也还活着，那爹娘、哥哥和外祖他们是不是也还活着？青羽，现在是哪一年？7月21年啊。夜幕降临，天空中点点星光闪烁着，若隐若现。坐在窗边几个时辰的黎初终于收回了思绪，用剪刀将桌上的烛光挑得亮了一些。他的身上背负着1000多条族人的性命，罪大滔天，本该以死谢罪。承蒙上天的眷顾，让他有机会重新回到3年前和荣明宇并这么好看吧？在他灵魂游荡的期间，他知道了很多前世他不知道的事儿。比如1个月前，他前往公主府参加长公主举办的灵花会，却在回府的路上遭遇暗杀，是一名白衣男子出现救了他。夜色深沉，他并没有看清恩人的面貌，只是隐约间看见他腰间挂有一枚紫色的龙形玉佩。回府之后，他就将遇刺的事情告知了爹娘和姐姐。说来也巧，没过几日，荣明宇就上门来拜访。他关心他是否受到了惊吓，言语间更是多次暗示自己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挂在他腰间的紫色龙形玉佩蒙蔽了他，让他错以为他就是救命恩人，所以才会有他后来满门尽灭的悲惨遭遇。看来这时候的黎若棠就已经和他勾搭在一起了，所以才会让他来冒领着救命之恩。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那龙形玉佩为皇室所有，每个皇室之人都拥有一枚，并不是只有荣明宇独有。可惜这辈子他注定要愧对救命恩人和丑奴了，他真的没有余力去找寻他们。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复仇，若是不能将罪魁祸首送进地狱，岂不是枉费了他重活一次的机会？明天就是荣明宇上门求亲的日子，黎初邪魅的眼里杀意泛滥。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的。我尝过的绝望和痛苦，你也应该都尝尝。我也要让你失去最重要的东西。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翌阅吧。日清晨，阳光透过窗户铺洒在梳妆台前的黎初脸上，为本就明媚动人的脸增添了几分光彩。青羽和清风手脚麻利的帮他挽了个灵蛇髻，一只蝴蝶青玉簪斜插在发髻上，长长的流苏垂在背后，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妆容，明明是最简单的装扮，却宛如仙女下凡。青莲和清河挑选了几套黎初最常穿的衣裙，拿到他的跟前。小姐，今日要穿哪一套啊？黎初抬头一看，一片艳色差点闪瞎他的双眼。前世黎若棠总说喜欢看他明艳娇俏的样子，因此为他定做的衣裙都是大红大紫，再加上自己一心涉猎在朝堂，也不醉心于装扮，
便一直任由黎若棠安排。直到后来，她这个西园第一美人被作得比青楼的花魁还要艳俗，才被荣明宇嫌弃。将这些衣裙都丢了吧，去取我娘亲为我定做的飞仙裙。娘亲曾为她和黎若棠一人做了一件飞仙裙，因她的容貌胜过黎若棠太多，前世唯恐伤了姐姐的心，所以便一直将那件飞仙裙压在箱底。如今倒是没有必要再顾忌了。一袭白色镶银丝的束身长裙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裙摆上绣了她最喜爱的木兰花。黎初站在镜前，观摩着自己意气风发的模样。黎若棠、荣明宇，你们准备好了吗？从地狱回来的黎初，这么好看，这么好看， 4个丫鬟皆是唏嘘不已。年纪最大、性格最沉稳的青羽率先开口：小姐早该如此打扮了，我在雪梨绣阁给小姐定做几套新衣裙。小姐明明才16岁，可是大小姐给小姐送来的衣裙都是艳丽无比的，看着就低俗。三小姐，禹王殿下前来提亲，老爷和夫人让你去前厅。门外突然响起一声传唤，是伺候在母亲身边的福香。黎初迎着光迈出门槛，整个人宛如新生。门外的福香小嘴微张，眼底是掩盖不住的惊艳。同样的飞仙裙，只有三小姐才能穿出天仙的效果。黎初走下台阶，手指轻轻地在福香的头上一敲，揶揄道：还不走，爹娘都等急了。说完，脚步轻快地赶往前厅。前厅，相爷黎云凡与夫人沈秋允坐在主位上，不停地打量着正在用茶的荣明宇。两人通过眼神示意，黎相眉毛一挑，看向夫人：这样貌倒是不错，就是性格有些小家子气。是啊，这一股小家子气怎么配得上我们初儿呢？哎呀，再这么说，那也是初儿的救命恩人，我们也不好自作主张啊！也是，初儿一向有主见，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吧。黎初到达前厅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爹娘正在挤眉弄眼，这一幕给了他莫大的感触，心不由主地感慨道：这辈子他一定会守护好家人，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而荣明宇不经意瞥见刚从门口走进来的黎初，这一幕让他为之震撼，他竟不知他原是这般的倾国之色，难以控制，神魂颠倒地走向了黎初。黎三小姐，你来了。熟悉又如噩梦般的身影映入眼帘，黎初的眼眸里闪过一抹稍纵即逝的杀意，双拳紧握，低头屈了屈身子，行了个礼。黎初参见禹王殿下。他难以克制的想要杀了他，可他知道他还不能够。第一，他没有武功；第二，他死在相府会牵连到他的家人。他十分珍惜这不易得来的重生机会，自然舍不得轻易冒险。荣明宇自然不晓得面前的人想将他杀之而后快，连忙伸手想要扶他。黎初不动声色地躲开了他的手，径直走向主位，微微哽咽道：爹爹，娘亲，女儿来了，女儿回来了。黎相和夫人哪里知晓，捧在手掌心的女儿经历了怎样的绝望，又是怎样惨死重生，只当他是有意想与禹王结亲，因此喜极而泣。黎相摇摇头，叹了一声：女大不由人呐，罢了，她喜欢就好。看着女儿巴掌大的小脸，黎相宠溺地说：初儿啊，既然你也有意，那这门亲事爹爹就帮你定下了。有丞相府、护国公府和大将军府在身后庇护，谅他荣明宇即使贵为皇室子弟，也不敢轻易辜负了初儿。爹爹说的话是何意啊？初儿不明白。不要脸的畜生，这辈子还敢妄想娶我，就不怕新婚之夜直接被我给阉了？看见女儿满脸的疑惑，也不像是害羞，这下轮到黎相不解了。你不是跟禹王相互有情，他才登门提亲的吗？
黎初不满地摇了摇黎相的手臂，睨了荣明宇一眼，不屑地说：初儿不曾说过这样的话，初儿有那么不挑剔吗？这是堂儿说的呀，你与你姐姐无话不说，这难道不是你的意思？果然，上辈子爹爹会那么干脆地答应禹王的求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爹，初儿并没有与姐姐说过这般的话，女儿一直谨记爹娘的教训，又怎敢与外男私定终身呢？爹爹，娘亲。一道翩然的白色身影打断父女之间的谈话。同样一袭飞仙裙，单看倒是娇俏可人，可若是与黎初一比较，就显得清汤寡水了。黎若堂的出现让黎初的仇恨如同潮水般在胸中汹涌起伏着，他垂下了眼眸，遮去眼中阴冷的杀意，在抬起头时，绝美的脸上只剩下一片无辜。堂儿啊，你来得正好，你与为父说过初儿和禹王两情相悦，是真的吗？两个女儿都言之凿凿，她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黎若堂没想过黎相会将这话挑到明面上来说，还是当着黎初的面，一时有些慌了。沈秋允看出了其中的猫腻，略带审视的目光扫向黎若堂，问道：堂儿，你确定你妹妹真与你说过她心悦禹王吗？黎若堂咬着牙，手里的手帕都快被他扯变形了。为什么爹娘永远都偏向黎初？明明我也是亲生的，这样对我来说公平吗？黎若堂顷刻间垂下了眼帘，怯怯懦懦地说道：爹娘，可能是我听错了吧，毕竟禹王有恩于妹妹，妹妹有心报答也是应该的。好一朵心机深沉的白莲花，这不是在暗指我不懂感恩，忘恩负义吗？演戏而已，谁不会啊？黎初立刻扑到沈秋允怀里，娇糯地问道：娘亲，我一定要以身相许才能报恩吗？更何况怎么能只凭一枚相似的玉佩就认定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爹爹，我不是这个意思。禹王相貌英俊潇洒，且贵为王爷，与我们相府也是般配的，不是吗？黎若堂没有想到黎初还有这么娇作的一面，连忙转头看向黎相，眼眶里蓄满泪水，要落不落的，看起来格外的可怜。荣明宇被冷落在一旁，本就有些怒气，又听见黎初暗指自己不是他的救命恩人，一时间眼底的怒气难以遮盖。黎初，你不要太放肆，黎二小姐说的没错，我堂堂皇后所出的嫡子，难道配不上你们相府？这么快就气急败坏了？黎初冷笑一声：爹爹，娘亲，姐姐如此欣赏禹王殿下，我倒是觉得禹王殿下与姐姐十分般配呢。这渣男贱女还是配成一对的好，省得再去祸害别人，将来一并收拾的时候才不会连累别的人家。黎若堂闻言心惊胆战，不，他不同意，这般自私自利的人他怎么看得上？他心底早有喜欢的人了，那人才貌双绝，少年成名，是所有少女心目中的最佳归宿，他早就将心托付出去了，哪里还看得上别人？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我没有对禹王殿下有意啊，妹妹这般说，岂不是要毁我的声名吗？黎若堂捂面哭得梨花带雨，黎初心里暗暗惊疑，这就奇怪了，他像是真的不喜欢荣明宇。也对，以他的心高气傲，不会看得上荣明宇这种浮夸的人，他喜欢的应该另有其人。一丝玩味涌上心头，那也还是得让她嫁给荣明宇才有意思。姐姐，我与禹王见面的次数还不如你多呢，你先前说他对我有情，才是刻意的污蔑吧？黎初也逼着自己落了几滴泪水，小脸皱在一起，看起来好不可怜。爹，我真的……话还未说完，黎若堂的身子一软便晕了过去，身边的丫鬟连忙扶了一把，才不至于摔倒在地。黎相急忙吩咐丫鬟，该找大夫的找大夫，该扶他回去的扶他回去。黎初嗤笑了一声，才开始就装晕是吧？
慢慢等着吧，未来的路还长着呢。等黎若堂被丫鬟扶回房后，荣明宇才再次开口：“相爷，我对黎三小姐是真心的，请你成全。”对黎初，他势在必得，他需要强大的助力和擅长谋略的人相助，黎初是目前最好的人选。爹爹，女儿先说好，谁答应的就由谁嫁过去。女儿先行回去了。黎初淡淡的扫了荣明宇一眼，打了打哈欠，懒得再跟他多做纠缠。我要好好补充体力，才能有精力面对接下来的生死博弈。黎相听到这么大不敬的话，正想开口训斥，见他那疲惫不堪的模样，最后还是不舍得。回吧回吧，爹爹呀，知道你的意思了。果然是他的宝贝女儿，眼高于顶。不错，这荣明宇他也看不上的。若是初儿不愿，那自是最好不过了。黎相脸上带着几分假笑，故作无奈地说：“殿下呀，你看这初儿对你并无情意，我看此事不如就此作罢吧。”听见黎相拒绝，荣明宇脸色一黑，说：“相爷，自古婚姻遵从父母之命，你与夫人答应不就成了？”我与夫人也舍不得她这么早出嫁，还想再多留她几年。殿下还是另寻佳配吧。这桩婚事在黎相的委婉拒绝下不了了之，荣明宇也气冲冲地离开了相府。来日方长，黎初，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琉璃阁倒了杯水，刚喝一口，就看见娘亲匆匆而来，当即神色一紧，他就知道是瞒不过娘亲的。我想跟娘亲单独说说话，你们先退下吧。看好了，不许任何人靠近。并退了一众丫鬟，房间内只剩母女二人四目相对。黎初重新倒了一杯茶，递到沈秋雨面前，轻声问道：“娘亲前来寻我，可是有事吗？”你跟你姐姐最近可是有什么私怨？今天的初儿与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以前的他对堂儿诸多退让，百般听从，今日竟开始与他针锋相对，甚至到了将他气晕才肯罢休。是有一点吧。黎初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娘亲，她不是自己亲姐姐的事儿，怕娘亲接受不了，伤心过度。但是日后他和黎若堂之间肯定少不了剑拔弩张，娘亲也是要伤心为难的，还真是让人进退两难。初儿，有话不妨直说，你与娘亲之间没有什么是需要顾忌的。娘亲年轻时便是有名的才女，果然名不虚传。她重生不过半日，就已经被他看出了端倪。不知娘亲可否想过，爹爹和娘亲的容貌皆是上等，我与哥哥亦是不凡，为何黎若堂却是姿色平平呢？说是没有衣着和妆容的加持，她甚至连清秀都算不上。沈秋云手一抖，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神情恍惚地问道：“初儿的意思是，她不是你的姐姐？”黎初拉过他的手，轻声安慰道：“她的确不是，但是娘亲莫要伤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当年的真相。”沈秋云不敢置信地闭上了双眼，任凭眼泪滑落，喃喃地说：“怎么会？你爹爹是少年丞相，我也是在这府中生产。若她不是你的姐姐，那你真正的姐姐在哪里？”初儿打小就异常聪明，不是证据确凿的事，他不会轻易说出口。再加上他对黎若堂一直也难以像跟初儿这般亲近，所以他相信初儿所说的。娘亲，有时候家贼难防，此事未必就是外人所为。黎初眼睛一眯，直觉告诉他，不是外人所为，没有好处的事谁会去做？好，我会从府中开始盘查。此事不可告知你爹爹和哥哥，那两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只会误事。待沈秋远离开后，黎初摸了摸自己平坦的腹部。娘亲为了姐姐忍住悲痛，暗中调查，令他想起了他那未曾出世的孩儿。可怜的孩子，娘亲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海棠阁，
地上满是碎纸屑，林若堂还在孜孜不倦地撕着案上的书籍和字帖，这些都是出自黎初之手。他的神色狰狞，边撕边骂道：“混账东西，竟然敢公然顶撞我！给你安排好的平坦大道你不走，那就去走荆棘路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琉璃阁，一阵阵饭菜的香气袭来，青羽四人已经备好了午膳，7菜1汤，大部分都是黎初爱吃的菜。黎初望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碗，嘴角微微抽搐。我吃不下那么多，你们都自己吃，别光顾着我了。也许是真的饿了，也许是化悲愤为力量，黎初真的将一大碗饭菜吃得一干二净。1刻钟后，黎初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看着青羽。青羽，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吗？青羽是娘亲从牙婆子手中买来的孤女，那年她才6岁，与自己年龄正相仿，所以就被娘亲派到自己身边当起了大丫鬟。转眼间已经10年过去了。青羽摇摇头，无奈地笑道：“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小时候叫做南星，还有身上一直带着这块木佩。”从脖子上掏出一块散发着淡淡药香的木佩，也正因为是木头所做，被认为不值钱，它才能留存至今。黎初已经有了7、8分确定，只差最后一步验证。我记得你的右手臂有一处胎记，能让我看看吗？青羽二话不说，直接撸起了右臂的袖子，红色的星形胎记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果然没错。黎初松了一口气，问道：“青羽，我知道你的爹爹是谁，你可想去见上一见？”前世他爹找到青羽时已经晚了一步，他已经衣不蔽体地惨死在军营。他爹一怒之下毒死营内3000士兵，为女儿报仇。他爹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医南安。一向沉稳的青羽也有了几分慌乱。他爹吗？他想去见一见。他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走丢，还是爹娘不要他，又怕知道真相只会徒增伤感。小姐，青羽也不知道该不该见，我怕你爹不认你是吗？放心吧，你爹已经许你许多年了，我也是刚刚才知晓你的身份，该怕的是我，怕你就此离我而去。看出了青羽的犹豫不决，黎初开口抚慰道：“青羽是最早来到他的身边的，早已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姐妹。若她要跟随父亲，自己自然是乐于成全的，只是心中难免不舍。”青羽最终还是点头答应去见他的父亲，他不想这辈子留下什么遗憾。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一辆外观低调、内里奢华的马车不疾不徐地驶向了流云城。2日后，马车相安无事地到达流云城。高耸的城墙上，流云城3个大字高高悬挂。马车外传来熙熙攘攘的买卖声、谈笑声。青羽忍不住掀开帘子，探出脑袋。马路上人来人往，一切都井然有序。小姐，这里竟然比京城繁华和谐呢。黎初也掀开帘子，露出那张出色绝尘的脸。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玄王少年时便以战成名，立下了赫赫战功，皇上欣喜不已，便将这山清水秀、地域富饶之地赐予玄王作为封地。玄王英智狠戾，他的封地自然是无人敢造次。此次前来流云城，一半是为了青羽，另一半则是为了玄王。他永远也忘不了前世在他死后，那个暴怒而来的男子是如何屠杀宫闱，一遍遍地责怪自己来晚了。他不明白的是，他与玄王是敌对关系，他为什么肯对自己伸出援手？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就凭他帮自己和族人收敛尸身，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马车慢慢停下。这么好看，好像点个订阅吧，一路上兴奋的的吃不下睡不着，怎么现在就怂了？吱呀一声，大门缓缓打开，青羽飞快地跑上前，却一脸懵。他爹没有这么年轻吧？来人是个男子，看着也就不过20出头的年岁，身上萦绕着淡淡的药香。不好意思，我师父暂时不接诊，请回吧。
男子的声音如同他的人一般温和。眼见男子正要关门，青雨急了：“哎，我们不是来问诊的，我找男神医有重要的事。”姑娘，非常抱歉啊，我师父也不见任何人。你看，那是玄王派来求见的人，来了整整7日了，我师父都不愿意相见，你就别为难我了。不远处真的有一队人马在等候着，黎初一眼就认出那是玄王身边的风影和风雷。他们是白等了，荣玄的毒唯有回生针法可解，而男神医早就洗手封针，他是不会出手的。黎初胸有成竹地走上前说道：“公子不必为难，只需替我们传一句话，见与不见就由男神医决定吧。”如此倒也可，说吧，需要我传什么话？就说南星求见，还有这块木佩也拿去问神医认不认得。黎初从青羽脖颈上取下木佩，交到南楼手上，这是最有力的凭证。男神医为找寻女儿受了不少蒙骗，全数家财都被骗光了，因此只要有一丝可能，他都不会轻易放过，经常混到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直到他收了南楼这个徒弟，日子才渐渐的好了起来。南楼拿过木佩，惊讶的合不上嘴，这是紫檀木佩，是父亲亲手雕刻送给南星师妹随身佩戴的。得知事情的重要性，连忙让出道路：“你们跟我进来吧，我带你们去见师傅。”待黎初主仆3人进入后，大门又关得密不透风，留下风影和风雷面面相觑。男神医连他们王爷都不见，竟然会见几个小丫头。此事有些不寻常，我回去禀报王爷，你在这里盯着。风影嘱咐了一声后，便施展轻功回了玄王府。南楼将3人带到一处僻静的院子，一位约莫40来岁的中年男子正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师傅，有人要见你。”“哎，不见，带走。”男神医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便开口赶人，语气十分不耐：“什么玩意儿啊？女儿都没有找到，挣那么多银子有什么用？给谁花呀？”哼！黎初也气这个老头的不讲情面，遂大声对青羽说道：“没事，你爹不要你，我要你，我们走吧。”“赶紧走，你爹才不会……等等，什么爹？这么好看，谁爹？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啊，我怎么感觉你很面熟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盯着青羽，上下打量。南楼心底一阵无语，可不是面熟嘛，跟书房里师娘的画像简直一般无二，还寻女心切，送到眼前都认不出来。青羽看着眼前亲切的父亲，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哗哗的往下流，边哭边笑道：“忘了先自我介绍，我叫南星。”本以为今生注定孤身一人，好在老天是眷顾他的，他有小姐，有爹爹，还有几个好姐妹，这辈子满足了，再也没有其他的期盼了。男神医正在挠头发的手一抖，发髻瞬间松散开来，瞪大眼睛问道：“你说你叫什么？再说一遍。”这10几年来，他被骗的次数没有100也有80，即使知道找回的几率不大，他还是满怀希望。因弄丢女儿，他甚至都没脸再面对夫人，连夫人的画像都不敢再看一眼。青羽撸起右手的袖子，露出胎记，再次说道：“我是南星。”男神医抓起青羽手臂上的胎记，仔细地观察着，突然沾了点口水，往胎记上开始擦拭，发现怎么都擦不掉后，一下子哭得老泪纵横。是真的吗？这一次终于是真的吗？师傅别哭了，这是师妹身上的。南楼将手中的木佩递到男神医跟前，一句师妹显然已经承认了青羽的身份。男神医接过木佩，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终于是找到了，这是他夫人所画的图样，
由他亲手雕刻的，世间只此一枚，不会有错的。青羽懵了，他没想到他爹比他还激动，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只能轻声唤了声：爹，你别哭了。男神医豪放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的女儿换他了，他还愿意认他这个爹，没有责怪自己把他弄丢，他愧对他的女儿啊。离出三人退出了院子，把空间留给父女二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玄王府，一袭玄紫色华袍的男子慵懒地靠在院子的软榻上看书，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完美的无可挑剔，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压迫感。风影跪在地上，回禀着男神医那边发生的事。荣玄饶有兴趣地放下书籍。哦，他来找男神医做什么？1个月前曾碰巧遇见过他，那时他正被一群杀手包围，命在旦夕。念在他的外祖父沈国公对自己有教导之恩，他顺手救了他。这才多久，又不知死活地跑出来了。这倒是不知，不过他给了南楼公子一枚木佩，南楼公子就让他们进去了。木佩呀，我知道了，去吧，继续监视。荣玄闭上眼睛，开始假寐。这2日总是做梦，都不曾好好休息过，这会儿倒是有些困倦了。另一边，等妇女抱头痛哭完毕后，男神医对着黎初千恩万谢。若没有他，南星还不知道要遭遇到什么事，也就不能和他父女相认了。因此他是真心感谢黎初的。黎初则是一脸不在意的笑道：南神医不必客气，青羽本就与我情同姐妹，不过我倒是有一个请求，不知我能否跟着您学习医术呢？青羽一听到自家小姐有意学医后，连忙端起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抱着男神医的胳膊：爹啊，难得小姐有这个兴趣，你就教她嘛，还要好好的教，尽心的教。看着身侧娇娇软软的女儿，男神医哪里敢说一声不啊，笑着伸手摸了摸青羽细软的发丝，点头说：这女儿的命令，爹哪敢不遵从啊？青羽对着黎初狡黠的笑了笑，黎初也回以一抹释怀的浅笑，暗暗松了一口气。前世有太多的未知数，以荣明宇的能力，如何能灭了他的全族？当年守卫严禁的相府，他的亲姐姐又是如何被调换？这一切一定有人在背后暗箱操作，他不得不防。学习医术是必要的，还有武功也不能落下。那种求助无门、任人宰割的滋味，他不想再尝试第2次。可惜的是，他早已错过最佳的习武年岁。目前来看，也只有那个高深莫测的玄王有这个能力让他身首速成。可难的是，玄王自身的压迫感太强，那副生人勿近的模样实在令人寒战。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接下来的3天内，黎初都跟着男神医学习医理，他的认真也让男神医另眼相看。原以为这身娇体贵的高门之女嚷嚷着学医只不过是玩玩而已，却不想她的毅力和天赋皆不在南楼之下。宽阔敞亮的院子里，黎初抱着医书穿梭在满院晾晒的药材之间，忙着辨认。一有不懂的就立即停下，询问正躺在摇椅上吃葡萄的男神医。远处树梢上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黎初的一举一动。自从王爷要他监视黎初开始，他已经在这棵树上待了3天3夜了。风影揉了揉有些发麻的双腿，暗骂了风雷几句。关键时刻闹肚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在风影离开的瞬间，黎初仰头看看空空如也的树梢。终于离开了吗？这玄王的身边果然都是能人，若是能与他合作，那我的复仇之路就能够成为平坦大道了。慢慢来吧，或许该着急的人不是我。玄王府，风影已经在院子里等了1刻钟了。王爷不是嗜睡之人，怎么辰时已过还不见起身？该不会又毒发了吧？正想上前敲门，吱的一下，厚重的房门由里打开，
玄王如白玉般的容颜上难掩疲惫，走到院子里的圆桌前，喝了杯茶水，才慢慢开口：“回来了，查的怎么样了？”风影行过礼后，规矩地立在一旁：“红叶，李小姐身边的侍女青羽，原来就是南神医寻找多年的女儿，此次前来便是认亲。”哦，原来如此。难怪1年前中毒之时，他便找到了南神医，谁知南神医死活都不肯诊治，只给了抑制毒性的药丸就扬长而去。这1年来，他也不断地命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半点线索，却不知原来人就在眼皮底下。还有，那李小姐已经拜了南神医为师，如今正每日跟着南神医学习医术。荣玄那双如墨的双眼散发出冷冽的气息，望向风影，不满地说道：“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风影一时语塞，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李府海棠阁里，黎若棠将手中滚烫的茶水径直地泼向身边的黄衣丫鬟，一脸怒容地说：“这么烫的茶水，你是想烫死我吗？老是不懂规矩的贱人！”黄衣丫鬟痛呼了一声，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不停地磕头求饶。小姐的手段实在令她太害怕了。小姐，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求您饶过奴婢这一回吧。红衣姐，您帮奴婢向小姐求求情吧。红衣是海棠阁的大丫鬟之一，是黎若棠跟前的大红人，也是她最信任的人。可惜呀，她跟黎若棠一样心狠手辣，又怎么可能会去帮她求情呢？红衣慢慢撸起衣袖，走到黄衣丫鬟面前，不屑地说：“小姐勿气，这种不懂事的贱人交给奴婢和红袖就好了。”得到黎若棠同意后，红衣两人拉着惊慌失措的黄衣丫鬟就往外走。小姐，被贱人不轻打，已经断气了。黎若棠转了转手腕上的金镶玉镯子，漫不经心地让人将她丢到乱葬岗。杀个人对她来说，就像是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忤逆她的人都该死，就算是她的亲人也不例外。红衣，记得处理干净，别让府里的人发现端倪。他还要去赴荣琪世子的约，没空盯着这些小事。荣世子对他的才学十分看重，虽然他还看不上荣世子，不过有这么一个颇为出色的男人仰慕着他，还是挺让他觉得骄傲的。黎若棠认真打扮了一番，然后看了看桌上为数不多的宣纸，每张宣纸上都题有诗词，字迹行云流水。该死的黎初到底在搞什么鬼？以往他所写的诗作，自己要多少便拿多少，即使以自己的名义宣扬出去，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如今他人不在府里，却派人把琉璃园守得密不透风，若是在这些宣纸用完之前没有得到新的，那可就麻烦了。荣琪世子那里也就不好糊弄了。想到这里，他眼里的郁气又多了几分，随手取了2张宣纸，便急急忙忙地赶往了青玉阁。青玉阁是荣琪世子所设，盛京所有颇有才气的公子闺秀几乎都喜这么好看，清风妓院般的阁楼上早已聚集了不少的文人雅士，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闲聊着。主位上，荣世子无聊地把玩着手中的折扇，俊逸的脸上挂满期待。手中的折扇是黎若棠赠予他的诗词所作，几乎每日都被他带在身边。来人呐，去瞧瞧黎二小姐怎么还没来。若棠来了，让世子久等，若棠给您赔罪了。黎若棠不紧不慢，刚好赶在最后一刻，在众人的注视下压轴出场。哎，看，黎二小姐来了呀！是啊，不知道这次黎二小姐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诗词，真是让人期待呀。切，空有才华横溢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这女子就得容貌出众，才能得到夫君的宠爱。这黎若棠虽然文采了得，不过这容貌上还真比不上她妹妹黎初。是啊，这黎初可是我们西园的第一美人啊！哎，听说文采也丝毫不差。周围的人有褒有贬，孜孜不倦地谈论着还在场的主人公。这些话被黎若棠一字不差地听进了耳朵里，袖子内的手指几乎要把手帕给揉碎，脸上带着苦笑，慢慢走到荣世子面前，仪态大方地行了个礼，
荣世子本就仰慕着李若棠，见不得别人诋毁她的容貌，不由得拍桌怒喝道：放肆！李二小姐是本世子的贵客，你们岂敢如此议论她？有清润公子之名的荣世子竟然为了李若棠震怒，看来应该是真的对他上心了。未来的世子妃可不是他们能得罪的，万一连累家人可就不妙了。我来，李二小姐，是我们有眼无珠，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吧。是啊，吕二小姐是文明的菩萨心肠，肯定不会怪罪我们的。李若棠心里当然是希望荣世子能够严惩这些卑劣不堪的人，为他出一口气，可是又不想让自己苦心经营的美名毁于一旦，还是不得不开口替这些诋毁他的人求情。世子不必替若棠生气，老天给了我长处，自然也会给我短处。若棠并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是美或是丑。温言软语清清淡淡的传来，让荣世子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几分，语气也淡了几分。李二小姐心善，不与你们计较，这次暂且不论，若还有下次，本世子必定严惩不贷。是世子，我们再也不敢了。等众人认完错后，荣世子目光炯炯盯着李若棠手中的诗卷不曾移开，仿佛在看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李小姐，你手中的诗卷可否让我一观呢？李若棠看着难以激动的荣世子，低头一笑，把诗卷送到他的面前，淡然地说：有何不可，请世子观摩，若有不好的地方，还请世子多加提点。瑶草一合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好气展霓虹，只恐桃花里红露湿人衣。随着荣世子一字一句地吟出整首，瞬间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一道道艳羡的目光射向李若棠，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可惜了，她只是一个闺阁女子啊，不然将来一定能在朝堂上鼎足而立。李若棠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些不属于她的荣耀，忍不住开口说：荣世子，世子，若棠一共带了2篇，还有另一篇，世子可要继续观看。荣世子在李若棠的轻唤下收回了游离的思绪，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宣纸放置于桌上。当他的视线扫到下面那张宣纸时，再也控制不住地惊叹出声：此身天地一渠炉，世事消磨绿品书。必定几人真得路，不知终日梦为鱼。看向李若棠的几道眼神越发火热，特别是荣世子那道炙热的眼神更是直白。该出的风头都出过了，李若棠见好就收，向众人简单道别就回了相府。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清风，青羽，我成功了，我终于学成了。这也意味着离复仇之路更进一步了。玄王的毒只有回生针能解，而师父已经封针，目前能救他的人就只有他。有了谈判的条件，就可以去见见玄王了。青羽清风也跟着替小姐高兴，不枉费小姐努力了这么久。更兴奋的是飞奔而来的男神医。好啊，他果然没有看错人，他终于后继有人了。正当众人欢悦时，黎初却突然严肃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男神医跟前，行了个弟子礼。多谢师父的悉心教导，不知徒儿可否用师父徒弟的名义出手诊治病人，甚至有可能是朝廷中人。回生针是属于师父的绝学，一旦他出手，便会被察觉出师父的身份，此事还是需经过师父同意才好。男神医伸手扶起黎初，饶有深意地说：徒儿要救的人可是那玄王，为师没有意见，你且放手去做吧。玄王虽残忍嗜杀，但杀的都是敌人，从未沾染过一条无辜的性命。
他确实是西渊的大功臣，替西渊护住了多少的城池和百姓。若不是早已封真，他也会救上一救的。师父英明，徒儿什么都瞒不过你。等见过玄王后，他也得准备回京了。此行已经耽搁太久了，将一颗毒瘤安置在相府，还真是让人静不下心。不知道青羽是跟着回去，还是留在这里陪着师父。如果能将师父和师兄一起拐回京城，那就再好不过了。玄王府，荣玄坐在轮椅上，被风影推到了水塘边。来到离水城后，又经历了2次毒发，他的双腿逐渐萎缩，如今已经不能行走了。也许是真的看淡了，那张精致如画的脸上没有了原本的肃杀之气。细长的手指抓过一把鱼食撒入水中，静静地看着水里的鱼儿争先恐后地扑到一起，抢夺水面上的鱼食。看着自家王爷颓败的模样，再也不复往日的意气风发，风影握住剑柄的手轻轻爆出，怒道：王爷，那什么狗屁神医，见死不救枉为医者，属下这就将他抓来，他若还不肯医治，属下就一刀杀了他。不必了，他既已封真，又何必逼迫于他？况且他也没有多少求生意志。从前段时日开始，他就开始不断的做梦。可是王爷，你的毒……这时远处缓缓走来一行人，为首的是风雷，隐约见他健硕的身后还有几道女子的身影。风雷跪在荣玄面前，声泪俱下：王爷，您终于有救了！李小姐是南神医的徒弟，她说她能治好您的毒。风影、风雷、风婷和风月4人皆是荣玄身边的首席暗卫。风影、风雷负责保护王爷和传递消息，风婷掌管着玄风卫，风月是唯一的女暗卫，掌管着负责情报的花梨楼。风影一脚踢向风雷：你个傻大个儿，什么人都敢往王府带，你就等着被军法处置吧！王爷，王爷！荣玄在风雷跪下的一瞬间，一眼就看到了离出的身影。那抹浅紫的身影跟梦里的身影渐渐重合，顷刻间就扰乱了荣玄的心。怎么会这么像？不只是荣玄，离出此刻也是紧紧盯着他的身影仔细打量。好熟悉的身形啊，熟悉的好像上面的每一寸肌肤我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旁边的4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如何是好。这2位主子难道是看对眼了？臣女离出见过玄王殿下。回过神的离出微微俯下身子，懊恼不已。怎么能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呢？虽然真的很好看没错，但是这也太失礼了吧。再说我是来谈合作的，可千万不能被美色所惑。荣玄虚扶了一把，面带浅笑地说：李小姐不必多礼，请坐。离出在周围找了一圈，实在找不到可以坐下的地方，只能推辞道：多谢玄王殿下，臣女站一会儿也是无妨的。都说玄王不近人情，果然不假。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闺阁女子，是得要给下马威，等一下条件可是得提高一点。荣玄要是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一定会含冤。在他俯身之时，一股独特的香气直冲至他的鼻尖儿，才会让他暂时忘了自己所处之地是水塘边，根本没地方可坐。荣玄转头瞪了风影和风雷一眼，这2个不识趣的笨东西，也不知道去搬个椅子过来，只能亲自对着离出赔礼道：是本王一时失察，还请李小姐以这么好看。远处见了一座精致的亭子，亭子里已经备好了茶水和各种瓜果点心。等风影4人退下后，将泡好的茶水送到离出的手边。荣玄想起风雷说过的话，这才阴沉地开口试探道：山我今生无动不欢笑笑，镜中红颜郎。此生为的与君长相伴，怎么回事？这人莫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一会笑得那么温柔，一会又阴沉的吓人，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变脸呢？离出不由得为将来嫁给他的女子暗暗捏了一把汗，也不知会是哪个女子这般命苦。离出端起面前的茶水，轻呷了一口：
人品不怎么样，茶艺倒是挺不错的。淡淡的看了玄王一眼，坚定地说：玄王殿下莫不是在说笑吗？若臣女解不了这断魄之毒，岂不是送上门来找死吗？听言，荣玄身上的阴郁之气消散了不少，眼底也有了几分希冀。他跟随南神医学医的时间并不长，难道他真的是天赋异禀吗？还是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好，别的暂且不说，我只问你，对这毒你有几分把握？多的不说，8、9分总是有的，那1、2分的冒险就要看殿下敢不敢接受了。荣玄单手支撑着棱角分明的下巴，对着黎初露出一抹邪笑。那1、2分本王还是承担得起的，只是李小姐远从盛京赶来和南神医学医，又在学成之后就前来医治本王，莫不是对本王有什么企图？黎初忍住了想泼他茶水的冲动。谁来告诉我，这人真的是那个传闻中阴冷莫测的玄王，而不是什么泼皮无赖吗？企图倒是没有，合作倒是可以谈一谈。不知道你想怎么合作，又或者你想要什么？我的要求说难倒也不难，只需要你帮我阻止一个人登上皇位，这对于玄王殿下来说应该再简单不过了吧。以荣玄的势力和萧帝的宠爱，对抗荣明宇简直易如反掌。不像自己有诸多束缚，他要是公然对上皇室，那可是有谋逆之嫌，一不小心就会祸及家人。本王听说李小姐前段时间公然拒婚了，可是发现禹王另有所爱，因爱生恨，才出此计策，想要毁了他的毕生所愿。看不出玄王还是这般八卦之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你又何必如此追根究底呢？你只说愿不愿意合作就是了。阻止禹王登基，便可换回本王一条命，本王当然是求之不得。两人又仔细详谈了一番，很快就达成了合作关系。断魄之毒是当年风衣所创，风衣虽和南神医是同门师兄妹，在医术上却始终比不上南神医，所以才转医为毒。他的毒普天之下唯有南神医能解，而现在又多了一个黎初。这么好看，黎初列出一份详细的药材单子递给玄王。玄王殿下，这里面最稀缺的龙吟草和雪霜草，我师父那里有，你开一个高价，我师父会卖的。其他的药材虽然也珍贵，但是大一点的药铺也都有售卖，你让人先准备着，我明日会再来为你解毒的。黎初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对玄王你我相称了，他有点疯是真的，但有点熟悉也是真的。何必如此麻烦？我玄王府又不是没地方住，你就此住下，岂不是更为方便？来人！不等黎初拒绝，疯批的玄王已经派人前去安排客房了。外观精致的客房内珠光宝气，就连出身世家的黎初也是惊讶到不行。这是将库房都搬来了吗？清风这个管账的财迷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双手，上前这个摸摸那个瞧瞧，唏嘘地说：本来以为小姐已经够有钱的了，现在看来在玄王府面前我们还是个破落户啊。这些年黎初私下也有不少的产业，并且都是生意兴隆的旺铺，也可以算是日进斗金，但是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玄王府的1000客房，可想而知这玄王该是何等滔天的富贵呀。黎初抓着医书的手渐渐用力，那张绝美的脸上满是惋惜。可恶，只让青羽回去，让师傅加价10倍，还是便宜他了。早知道该加个100倍的。不过嘛，还有机会，这满屋的宝贝先记着，有机会再好好的坑他一把。1刻钟后，风雷陪着青羽将龙吟草和雪霜草取回了。青羽捧着药箱的手止不住的颤抖着。啊，这可是值20万两啊！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好吗？小姐，药取回来了，卖了20万两呢，可把爹给高兴坏了。爹说回去后分你一半。青羽往身后瞥了一眼，发现傻大个风雷没有跟上来，这才小声地说道。等风影将其余的药材全数带回后，豪华气派的流云阁，黎初一边配药一边吩咐风影准备浴桶，
回声针搭配药浴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几个侍卫2趟就已经把浴桶灌满了热水。风影对着黎初恭敬地说：黎姑娘，水已备好。好，你去外面守着，在我诊治期间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打扰，否则后果自负。是，属下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黎姑娘。风影带着黎初的命令退到门口，亲自守在门边，一动不动，犹如门神。黎初在荣玄面前缓缓摊开了针包，一排金针在烛火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知玄王殿下怕不怕疼啊？毕竟我这针着实有些长呢，不过也有不疼的办法，就看殿下愿不愿意了。黎初故意捻起一根最长的金针，在荣玄的面前比划着。荣玄对黎初的意思心知肚明，还是装作不懂地问道：李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妨直说。我可以用不疼的针法，不过这套针法需要下针之人全神贯注，很是耗费精力，我要调养许久才能恢复呢，所以殿下可否给点补偿呢？也不用多少，就把这客房内的东西送给我就好了。李小姐是否忘了我们是合作关系？你这变相的要诊金，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又或者本王也可以在助你的途中另加条件。黎初抿着唇，冷冷地看了他几眼。还真不是一般的抠搜。算了，钱财哪有复仇重要，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语气不善地说道：躺好，把衣服都脱了。脱衣服？不，本王不脱。荣玄立即双手环胸，他不习惯在外人面前宽衣解带，更何况还是在女子面前。黎初满头黑线。都说大丈夫不拘小节，我都不在意了，反倒是他一个大男人在那里别扭。只能轻声地安慰道：殿下，就连我师父都没有办法透过衣服找到穴位，下针要是不精准的话，那是会有后遗症的，比如半身不遂，变成痴傻，不能人道，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听到不能人道4个字，荣玄顿时瞪大双眼，不可思议地看向黎初。她真是女子吗？还是不把我当男人？怎么什么话都跟我们说？本王是个忠贞的男子，若是被你看光了，将来如何对得起未来的王妃？若是被未来王妃嫌弃了，你会负责吗？荣玄用最邪魅的表情说着无辜的话，和黎初的相处让他感觉到很愉快。仔细想想，若是能和他处一辈子，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黎初大喊一声，脸都黑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治病知道要把自己赔给病人呢，而且就他那个性子，鬼看到了都要绕路走，还谈什么未来的王妃啊？不治拉倒，本姑娘懒得伺候。眼见黎初勃怒，一副准备要离开的模样，荣玄这才一层一层地解开繁复的衣袍，一不小心还给衣带打了个死结。本王脱还不行吗？这好像解不开了，你来帮本王解吧。何必那么麻烦？堂堂玄王殿下应该不缺衣物吧？他像是那种会随便给人宽衣解带的人吗？想占他便宜，这么好看，下辈子吧。李初将金针过了下烛火，便开始一根根的往荣玄身上扎。他认真的模样落在荣玄眼里格外的耀眼。就在他找到穴位，聚精会神的准备下最后一针时，门外传来了十分吵闹的声音，让他有了一瞬的分神，险些失手。李初，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上，摒弃外界的一切干扰。荣玄急切地开口稳住黎初，一旦失手，不止他的性命垂危，黎初也将受到反噬。锐利又带着杀意的眼神射向了门外。门外，一位约莫15、16年岁的红衣少女正指着风影破口大骂：风影，我来看望玄哥哥，你竟敢拦我！信不信本郡主砍了你的脑袋？她是荣远王爷的女儿，当今皇上的亲侄女，刚出生便被封为阮华郡主。整个西渊除了公主，还有哪个女子能尊贵过她？风影依旧挡在门口，站得笔直，不卑不亢。请郡主见谅，王爷正在招待贵客，不便相见，还请郡主改日再来。王爷吩咐过，不可泄露他解毒之事，避免招来不必要的事端。
他也只能如此向阮华郡主解释。阮华郡主怒极，转身走到石桌边一坐，笑道：好啊，本郡主就在这等着，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贵客竟然能贵得过本郡主去。黎初按照荣玄的指示慢慢地稳了下来，直到耳中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才重新对准穴位，将最后一根金针缓缓刺入。当时2根金针全部刺入时，一股强大的热流涌遍荣玄的全身，他的身子也跟着控制不住地轻颤了几下。随着几口黑血吐出，他的身子也渐渐平稳了下来。黎初试了试水温，先将药包放入水中，才转身回来，扶着虚弱的荣玄进入浴桶。舒适的水温蔓延全身，舒服的让荣玄发出一声低吟，搭配着无双的容貌，显得格外魅惑。这一幕让黎初脸色微红，咬了咬唇说：那个，殿下你先泡着，我去开药方。他的落荒而逃让荣玄觉得格外好笑。原来还会害羞呢，扒我衣服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大胆了？就这样，一个专心的在桌前写着药方，一个隔着蒸汽注视着那抹浅紫色的身影。黎初将写好的药方又细细的看了一遍，确认没问题后，轻轻地吹干了上面的墨水，才对门外唤了一声：风影。风影听见黎初的声音后，迅速地推门进去，又反身将门给关上。春雨，你听见没？那房里是不是有女人的声音？回郡主，好像真有女人在里面。阮华郡主重重地将茶杯摔落在地，起身就要冲进屋子。站住！再进一步，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低沉阴郁的嗓音蕴含着内力穿过门窗，让阮华郡主的脚步一顿，不敢再往前迈一步。玄哥哥，我是阮华呀，我来看你了。滚回圣经，不许再来。哼，先回京吧。春雨，务必要查清屋里那个女人的事。是，郡主。等风影去拿药后，黎初一副看好戏的模样，看着浴桶里的荣玄。看吧，我都说了，这种人是娶不到王妃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你那是什么眼神啊？觉得本王会娶不到王妃？惊慌失措的小手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小脸儿。他怎么知道我的想法？表示的这么明显吗？这么好看，这么好看，一路忙活下来，点个订阅吧。已经天色渐晚，皓月也在不知不觉中爬上了高空。黎初主仆3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吃着点心。黎初放下手中的桂花糕，看着月亮，叹了一口气。离开圣经已经1月有余了，好想爹娘啊！不知道爹娘和哥哥是否安好？重生不久后，他就直奔离水城，还不曾好好的陪过家人。青雨和清风也附和道：我们也想回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青雨，如今你已经和师父相认了，也不必再当我的侍女了，你可想留在师父身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和亲人团聚更重要了。他也希望青雨能跟在师父身边，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又不愿师父因为青雨而妥协进京。青雨咬了一口糕点，轻快地说：小姐永远都是我的小姐，你可别想把我抛下。还有啊，爹说了，他要永远跟着你，他还等着你给他养老呢。那最好不过了，准备一下吧，我们后日回京。青雨，你明日回去通知一下师父和师兄。2日早晨，黎初施完针后，随口对玄王说道：殿下已经恢复1半的内力，只需要继续每日1个时辰的药浴，7日之后，或许殿下就可以行走自如了。荣玄趴在浴桶边沿，认真地看着黎初。你说你是不是什么妖怪转世？学医不过短短20余日，便能有这般医术？他一向对那些世家女子厌烦得很，矫揉造作，没有哪一点能入他的眼。而这个黎初倒是与众不同，够聪明，也够狠。也不知禹王是怎么得罪了他，以后可能会很凄惨。我是恶鬼转世，专杀忘恩负义之人。荣玄低笑一声，闭上双眼假寐。恶鬼吗？那也是只可爱的恶鬼。黎初将剩余的药材分成5份，做成药包，
在宣纸上条条件件地列出需要注意的事项。殿下，剩下的药材我已经分装好了，再泡5日即可。需要注意的我已经一一列出，等会会让风影交给府医的。闻言，荣玄迫不及防地站起了身子，眉峰微微皱起。你要离开了？什么时候？殿下，我……黎初大叫一声，连忙背过身去。此刻，荣玄的全身都暴露在空气中，宽肩窄腰，壁垒分明，水滴经过他的每一寸肌肤，滴落到水里，看起来十分的诱人。摸了摸自己的鼻尖，黎初松了口气。这是想诱惑谁呢？幸好我的自控力还算不错。不对，你怎么能站起来了？砰的一声巨响，是重物跌入水中的声音。黎初顾不上男女之防，转身快速地冲到荣玄跟前，拉起他湿漉漉的手腕耗了起来。脉象有些不稳，你可知道，你这样强行动用内力会伤到你的经脉的。这7日之内不许再动用内力，我就跟你熬药。望着远去的背影，荣玄陷入了沉思。不可否认，他刚才急了，他不想让他离开。男神医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下了马车，走进酒楼，对着里面大声喊道：小二，给我们来3间上等客房，再备上1桌好酒好菜。小二精明地看出了他们的身份非富即贵，连忙上前热切地招呼着，好酒好菜也随之摆满了桌子。赶了一天的路，黎初早已饥肠辘辘。就在他举起筷子伸向他最爱的虾饺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喊声响彻整个大堂。掌柜的，我要包下整座酒楼，将闲杂人等都赶出去吧。这位小姐，很抱歉呐，我们酒楼不便驱赶客人，还请你多加包容啊。绿衣女子豪气地拿出3张面值100两的银票，300两啊，足够一个普通的家庭衣食无忧地过完一辈子了。姑娘稍等，我这就去清场。酒楼掌柜阔气地免了那些客人的吃食，还退了住宿费。姑娘啊，实在对不住了，笔店已经被包下了，这桌酒菜就当做是笔店的歉意，还烦请你们移下别处。我们这儿不远处也是有不错的客栈的，当然你们的住宿费我也会全数退回。酒楼掌柜小心翼翼地对着黎初拱手说道。黎初夹起盘子里晶莹剔透的虾饺送进口中，眼中闪过一抹冷意，竟然会在这里遇见黎香韵。看他这大包小包的样式，应该也是要回盛京的。看见黎初淡定优雅的进食，对他的存在视若不见，掌柜的一时有些急了。姑娘啊，您看房费双倍退您怎么样啊？南楼了解黎初的性子，放下筷子替他开口拒绝道：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一行人奔波了一天，已经十分劳累了，掌柜的还是请回吧啊。态度坚决的让掌柜的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沮丧地返回黎香韵面前。哎呀，这位姑娘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您看能不能委屈一晚呢？我将他们安排的离你远一些如何呀？哼，我乃堂堂相府千金，他们算什么东西啊，也配和我同住？黎香韵的眼神充满不屑地看向了黎初的方向，这一看使他的嫉妒心瞬间爆发。好一张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颜，可惜了，却偏偏长在一个身份卑微的人身上。祖母说了，此次回京是要让我当皇子妃的。若是这张脸是属于我的，那该多好，我就能牢牢地拴住皇子的心了。相府千金4个字，终于让黎初停下了筷子，站起身，目光阴冷地扫向黎香韵。哼，就凭他也配称相府千金？相府2小姐黎若棠，3小姐黎初，不知道姑娘是哪一位啊？黎初的反问让黎香韵气得面红耳赤。祖母说过，要她对黎若棠尊敬爱护，而黎初则不必放在眼里。黎初一个祖母都看不上的人，怎么配和自己相比？黎香韵气呼呼地跑到黎初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个贱人懂什么？整个相府都是我说了算，黎初又算得了什么？祖母从小就最疼爱他，要什么给什么。这次回来，整个相府都要以祖母为尊，连黎初这个正经小姐都要看他的脸色。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美好的幻想在一声响亮的巴掌下彻底幻灭。黎香韵愣在原地，不可置信地看着黎初，脸上传来的剧痛提醒着他被打了。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啊，打得我手都疼了。轻雨清风围在黎初身边，检查着他微红的手掌。小姐，手痛了吧？下次不要这么冲动，这种事让我们来就行。黎香韵缓过神来，看着主仆三人的作为，怒气更甚，对着随行的仆人怒吼道：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赶紧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10几个家丁气势冲冲地扑向黎初等人。就在他们以为能如愿得手时，一道如鬼魅般的身影一闪而过。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10几个家丁已经躺在地上哀嚎连连。黎香韵后怕地捂住自己的脖子，后退了几步，惧怕地躲在几个丫鬟中间。是谁动的手？我乃相府中人，你敢动我，相府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四周寂静无声，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幻觉。黎初感慨地看了一眼暗处，幸好临行前跟娘亲要了2名暗卫，否则今日他就会受制于人了。等玄王痊愈后，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教自己几招。看来是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惜啊，怎么没有把你也一起收拾了？可能一时没有注意到你，也许等会儿还会再回来吧。黎初玩味地对着受到惊吓的黎香韵说道。闻言，黎香韵迅速地带着下人落荒而逃，只留下一句：哼，我记住你了，你最好别再遇见我，否则我定要你好看。娘亲，初儿回来了。原本愁眉苦脸的沈秋允听见这一声呼唤，霎时喜笑颜开。是初儿，初儿终于回来了。他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下了，他有太多的话无处可诉，就快要憋出病来了。好在初儿回来了，初儿就是他的主心骨啊。一进门，黎初就迫不及待地扑到了沈秋允怀中，贪婪地吸吮着娘亲身上的香气，那是一种能让他很安心的味道。沈秋允低头打量着怀中的人儿，宽厚的衣裳看不出身形是胖是瘦，可是那原本就小小的脸蛋儿又削尖了一圈，把他都心疼坏了。哎呀，初儿怎地瘦成这般了？是不是都没有好好用膳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没事跑那么远做什么？自从知晓黎若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后，他已经没办法再对她像以前一样。即便养了18年，可是一想到亲生的女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他就心如刀割，只能将对大女儿的思念全部转移到小女儿身上。这么好看，黎初将沈秋允扶到桌前坐下，将去离城的目的一一说给了娘亲听。说到为玄王医治时，沈秋允再也坐不住了，慌乱地拉住了黎初的小手。什么？初儿，你这是要做什么？玄王可不是我们能招惹得起的人物。娘亲莫慌，初儿自有打算，如今不过是未雨绸缪而已。1年之后，夺位之战爆发，世道将乱，他只希望能在这场战役中给荣明宇惨痛一击，同时还要保证家人的安危。可是初儿，此时我们不宜搭上玄王，太过高调恐会引以猜忌，对我们不利呀。还有啊，针对玄王的人也会把矛头转向我们的。现今我们一门3权贵，难道不算高调吗？该针对我们的还是一样会针对。和玄王合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唯有强大到让对方无法撼动的地步，才能保全自身。初儿长大了，你的心术和谋略远胜你大哥，相府有你们在，娘亲很安心。哎呀，可惜呀。如今唯一让他不放心的便是生死还不明的大女儿。黎初也想起了临行之前娘亲着手调查当年生产之事，看来不出他所料，娘亲还没查出当年的眉目。娘亲查得如何了？这事儿啊很怪，查不到半点异样之处。20年前府中下人大多是我陪嫁带来，照理说应该没人敢做这种会丢命的事儿。黎初没想到他让娘亲查府里的人，
他查的竟然都是下人。也难怪老夫人和神母柳俏都是惯会伪装之人，只能说娘亲对他们没有丝毫的防备之心。他也不打算直接告诉娘亲，否则娘亲对上祖母那可是天大的不孝。夫人，小姐，老夫人携二爷一家回来了，已经到大门口了。这时门外响起了扶香的声音，听见老夫人回来，沈秋云脸上浮起一抹喜色。母亲回襄阳老家住了8年，前段时日来信告知即将返程，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初儿，快，你祖母回来了，快随娘亲出去迎接。福相，你派人去告知老爷和大少爷一声。黎初眼中尽是不忍，若是娘亲知晓了祖母的真正用心和对她的利用，她该如何是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府门口，一位满身贵气的岁暮老人和一位体态姣好的妇人正拉着黎若堂关怀备至，嘘寒问暖，甚至连沈秋允和黎初的出现他都没有察觉。母亲，祖母。一声轻唤，才让老夫人转头看向沈秋允和黎初，笑着开口：哟，秋允来了呀，瞧我一时竟没注意到，这堂儿被你教育的极好极好啊。沈秋允不愿提及黎若堂太多，只能开口转移道：母亲一路辛苦，乐安堂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进府再叙吧。好，好，好。乐安堂，老夫人坐在上首，二叔黎文夫妇和沈秋允各坐一边，黎初则是乖巧地立在一旁不动声色。老夫人看向沈秋允的眼神充满慈爱。秋允呐，此次回来少不得要麻烦你了。闻言，沈秋允心中感受到一丝暖意，母亲一如当年还是这么为她着想，受宠若惊地说：母亲客气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这么见外。二叔一家的院子我也备好了，还是住在以前的雨香园。多谢大嫂。黎文道了声谢，眸底似乎对沈秋允有着不一样的情愫。这一眼落在二夫人柳俏的眼里格外刺眼，却还是若无其事地对着沈秋允说道：以后还要让大嫂费心了。哎，弟妹说的是什么话？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啊，对了，怎么不见安儿和韵儿呢？安儿体弱，不便奔波，留在襄阳养病。韵儿那泼皮说要先到街上去逛逛，想来也差不多该回来了。话音刚落，一道翠绿色的身影便飘然而至，身后的丫鬟家丁提着满满的包袱，显然是满载而归。祖母、娘亲，韵儿回来了，这圣经我可太喜欢了。柳俏扬怒道：不可无礼，先见过你的大伯母。黎香韵看向沈秋允的时候，心里有一瞬间的了然。原来这就是大伯母，那个让娘亲极度愤恨的大伯母。乖顺的上前行了个礼。韵儿见过大伯母。大伯母啊，这圣经可比襄阳繁华多了，衣裳首饰也格外好看，又是贵了些。只是啊，祖母不舍得给大伯母添乱，这么多年都不肯带我们回京呢。那时她4年连生3胎，伤了身子，老夫人执意带着二房回老家祠堂为她祈福，这一去便是8年之久。想到这里，沈秋允对黎香韵升起了爱护之心，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般，摸了摸她细软的发丝说：韵儿喜欢，以后就留在盛京，不离开了啊。想买什么呀，尽管去买，大伯母让账房给你支银子。黎香韵抱着沈秋允的胳膊欢呼不已。好耶，多谢大伯母，大伯母最好了。这么好看，这么好黎看吧，初尽力降点低自己的个订阅吧。存在感，默默地观察着在场所有的人。老夫人和柳俏、黎香韵不愧是一路货色，演戏的功夫堪称一流。瞧，这不是把她的娘亲给哄得团团转。不过她也发现了一处疑点，她这二婶对她的大女儿黎安好似颇有着几分怨怼，反而对黎若堂会时不时露出关爱的神色。说来，黎安和黎若堂是同岁的，就是不知他们的生辰是否接近，得找个时间好好查一查了。就在黎初摸着鼻子暗中琢磨时，听见了娘亲点名叫他，
初儿，过来见过长辈。堂儿你们都见过了，这是初儿。黎初姿态大方地行了个长辈礼，而黎香韵在看清黎初时，顿时哭出了声音，惊慌地退到了老夫人身边，口中喃喃道：“你别再打我了，我再也不敢了。”老夫人哪里见过最疼爱的小孙女这般委屈过，连忙问道：“哎，韵儿，你这是怎么了？那是你的黎初姐姐呀。”柳俏忽然想起韵儿昨日在酒楼被打一事。母亲，其实韵儿昨日被一女子打了，儿媳唯恐母亲担忧，故而不敢告知，没想到……柳俏看了黎初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这一幕给黎初整不会了，多说多错，干脆等他们全部说完再见招拆招吧。老夫人不敢相信地望向黎初，颤颤地问道：“你们的意思是，那个打人的女子就是初儿？”祖母，是他没错，他昨日打了韵儿，化成灰韵儿都认得他的。黎香韵哭得眼眶红肿，哽咽地指责着黎初的言行举止。初儿，祖母请问你，你昨日是否打了你妹妹？回祖母的话，我确实打了她。听见黎初一口承认，沈秋允急了：“不，母亲，这其中许是有误会。初儿她不是这般蛮横的人啊。”大嫂此言差矣，就算是有什么误会，也不该动手打人呐，无视我们李府定下的家规。家规的第一条就是不许亲人之间相残呐。柳俏将家规二字咬得特别重，今日她便要强压沈秋允一头，严惩她的女儿。老夫人假意地对着柳俏安慰道：“没有这么严重，要不就让初儿给韵儿道个歉吧，都是一家人，不要计较太多。”这么好看，清晨吧，阳光洒满满大地，黎初一夜好眠，过了辰时才慢慢睁开双眼。青羽三人分别伺候他洗漱更衣，并告知他黎若堂在花园里等了有1刻钟了。黎若堂坐在花园的凉亭内，肩上披着绣着海棠花的白色披风，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暖手炉，眼睛眺望着远方，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小姐，这三小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让您在这风雪之中等了这么久。红衣愤愤不平地埋怨着黎初的怠慢。黎若堂冷哼一声，他在爹娘心目中的地位胜过自己，骄纵任性些不是很正常吗？他越任性越好，过几日就是赏梅宴了，好戏还在后头呢。哎呀，没事儿，我是姐姐，让让妹妹也是应该的。黎初到来的时候，刚好听到黎若堂的话，自责道：“姐姐莫怪，妹妹在这里给你赔罪了。”黎若堂伸手扶起黎初，笑着说道：“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姐妹之间不需要这么见外。多谢姐姐体谅，不知姐姐找我所谓何事啊？”哈，说来惭愧了，此次宴会上各家千金都会展示才艺，如今呢，所有人都知我才起高，若是这次被比了下去，岂不是会辱没了相府的名声？原来是寻求帮助来了，也是，先前给他的诗词应该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姐姐有所不知，妹妹昨日扭伤了左手，恐怕无法提笔写字了。黎初惋惜地说道。因为怕人认出姐姐的笔迹与她相似，黎初苦练多年，直到去年才完全练成龙飞凤舞的左手字。世人皆道黎相府有名花双淑，2小姐才名远播，3小姐美名远扬，殊不知这才色双全的就只有黎初一人。哎呀，青羽他们是怎么伺候的？还是让红袖过去照顾你吧，不然姐姐不放心。她当然不放心了，虽然黎初对她的态度没变，可是她看向自己的眼神中不再有敬爱之色。这样的转变让她很慌乱，拿捏不住的黎初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威胁。是我练字过度伤了手，跟青羽他们无关的，只是不能替姐姐写字了。想安插人进他的琉璃园，异想天开，还当他是以前那个任他糊弄的黎初吗？不行，初儿，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帮姐姐这一次。这场宴会对姐姐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相府门口，黎香韵正对着柳俏闹脾气，老夫人则对着黎相夫妇说情。云法那，真的不能带着韵儿一起去吗？哎呀，姨母呀，不是我不肯，实在是只有持名帖之人才能受邀入内呀。黎相并不是老夫人所生，在他7岁时，他的生母就病逝了。哎呀，韵儿长这么大，却从未见过世面，是我这个祖母对不住她呀。我记得初儿不喜这种场合，可否让初儿……姨母呀，这帖子上写的是初儿的名字，即便初儿愿意让出名帖，韵儿还是进不得的。姨母替韵儿着急，她能够理解，可要因此委屈了初儿，那可是万万不能。时辰不早了，准备好了就立刻出发吧。哎呀，妹妹今日怎地这般素净？刚刚及笄的年纪，还是适合色彩鲜艳的衣裙。等回去啊，姐姐再为你做上几身。姐姐别为我操心了，父亲正在替姐姐相看年轻有为的世家子弟呢。姐姐还是多为自己费些心思吧。黎初和黎若棠刚下马车，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若棠姐姐，我等你许久了。来人是明王府的阮华郡主。郡主真是折煞我了，若棠哪敢让你久等啊？漂亮姐姐，你一个人吗？玉竹可以和你一起吗？黎初刚刚站定，一个娇俏可爱的女子眨巴着大眼睛凑到黎初身边，满脸惊奇地盯着他看。我叫薛玉竹，是内阁学士薛礼的女儿，我很喜欢你，我们可以交朋友吗？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而这位姐姐是他生平见过最美最美的人了。若能天天看着这张脸，不吃饭都不会饿肚子吧？我叫黎初，是黎云凡的女儿，很高兴认识你。薛玉竹天真烂漫的气息让人感觉很轻松。你应该比我大，我叫你初姐姐好不好？望着黎初的小脸上满是期盼，让人不忍心拒绝。好，这么好看，富丽堂皇的大殿上，大小官员们依次入座，家眷们也紧随身后。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令妃娘娘驾到。一声尖细的唱吟声响起，众人纷纷起身，对着上首下跪行礼。恭祝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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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千秋！众位爱卿请起。皇帝容启霄开怀地笑着，几乎将“我很高兴”4个字写在了脸上。谢皇上。今日有2个好消息，第一件是皇后娘娘有意在赏梅宴上选出一位羽王正妃，爱卿们可要让你们的女儿好好表现呐。第二件是我儿荣玄得遇绝世名医，身体康复有望。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他终于没事了吗？不还我等了他这么久。众人谈话间，门外又传来尖细的通传声：宣王到，羽王到，宣王到，明乐公主到，明仪公主到。为首的荣玄一身墨袍，目光幽深，冷冽如冰，令人犹如置身冰窖，不寒而栗。俊美如斯，却也令人只能心存幻想，不敢靠近。参见父皇母后。几位皇子公主一同跪下行礼，唯有荣玄鹤立鸡群。皇儿们不必多礼啊，都入座吧。来，朕在这里敬你们一杯，愿我们西渊国民富国强。皇帝敬了所有人一杯酒。等等，宣王不宜饮酒，给他换杯茶水。一杯酒下肚，气氛慢慢的升高，工人们将菜一一端上桌。吃得差不多时，皇帝才挥手说道：哎呀，皇后啊，朕和爱卿们多饮了几杯，你且带着女眷还有少年们赏花去吧。是皇上。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姐姐点个订阅吧。以你姐姐这种水平，为什么能当上第一才女啊？薛玉竹趴到黎初边上，小声地问道。有人开头，就会有人跟随，唏唏嘘嘘的声音传遍整个御花园。怎么回事啊？才女也会失误吗？嘿，谁知道呢？或许是江郎才尽，想不出好的词作了吧？呵，那真是可惜了。以后相府啊，就只剩一个第一美人了。不过这个黎初确实越来越好看了。哎，以前都是打扮得像只花孔雀，哪里担得起第一美人的名号啊？现在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啊。这时，那群世家子弟也开始注意到对面那抹浅紫色的身影。许久不见，竟没发现这人竟与以往大不相同。哎呀，以后不知道会花落谁家呢。若不是门楣太高，我倒是想去试试。省省吧，人家有个丞相爹，舅舅是骁勇大将军，快祖父还是一等护国公，你高攀不上他。黎若堂又羞又气，正在心中盘算着该如何开口解释之时，一道天籁般的柔声传到他的耳边：应该是李二小姐早晨太过匆忙，不小心取错罢了，何必大惊小怪呢？荣琪世子手持折扇踱步而来，替黎若堂开口解围后，才转身对着皇后娘娘行礼。荣琪参见皇后娘娘。阮华郡主目露睥睨地看向黎初，嘴角挑起一抹讥讽的笑。哼，就他这个花瓶，你让他当场做手势试试。阮华郡主不可一世的嘲讽之色，让薛玉竹怒不可遏地说：哼，若是他做出了，你当场向他赔礼道歉，敢是不敢？哼，我堂堂阮华郡主有何不敢？若是他做不出，那么你要向我下跪认错。好，就这么说定了。薛玉竹暗暗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她是皇上亲封的郡主，万一输了，自己向她下跪也不算太丢脸。黎初对阮华郡主的咄咄相逼也有了丝怒气，本想相安无事的看场热闹，可他偏要拖自己下水。再说了，他可舍不得让这个刚认的妹妹对阮华下跪。皇后娘娘看着他们的争执，却没有出手阻止。她也想看看这个黎初到底配不配得上她的女儿。既然大家都想见识见识黎三小姐的才华，那就请黎三小姐以这满园花色浅作一首。这么好看，至于这打赌之事，休要再提。皇后都开口了，黎初只能站起身，走到备好的案桌前，提笔落墨。臣女写好了，还请皇后娘娘过目。黎初的速度快得让人惊讶，提笔2下就写完了，都不用思考的吗？皇后娘娘接过平嬷嬷呈上来的宣纸，行云流水，力透纸背，果然是好字。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既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度，菊应羞，花兰开处怪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还是人吗？她是女娲娘娘捏了3天3夜才捏出来的成果吧？简直是完美的无可救药啊！与她相比，黎若堂这个第一才女都要逊色3分。荣玄兴趣盎然地盯着那抹出乎他意料的身影，还真是招摇的狐狸尾巴都翘起来了。好哎，初姐姐真厉害！第一个欢呼出声的是薛玉竹，真是太好了，她不用下跪道歉了。荣明宇的眼中充满了喜色，心里加深了一定要娶到她的念想，只有她才能配得上自己。他对皇后郑重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坚定。皇后收到荣明宇的示意后，回了一个让她放心的眼神。这般出彩的女子只能属于她的儿子，她非嫁与儿不可。真没想到黎三小姐竟然还有这等学识，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啊！你们可要多加向她学习呀。是，皇后娘娘。就在黎初刚回到座位时，黎若堂端着酒杯走了过来。恭喜妹妹，没想到妹妹竟然还对姐姐藏拙。黎初让她在这至关重要的宴会上丢尽了脸面，
自己反倒出尽风头。他不能再忍了，今日就要让他身败名裂。藏拙谈不上，只能说是未尽全力。黎初带着浅笑，不在意地回道：好一句未尽全力，那就怪不得他了。黎若堂将酒杯递到黎初面前。妹妹替相府争光，姐姐很是高兴，我们喝了这杯庆功酒吧。黎初定定地看着他递过来的酒杯，意味深长地问道：当真要喝吗？一杯水酒而已，不会醉人的，妹妹放心喝吧。黎初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还将空酒杯递到黎若堂眼前亮了亮。黎若堂眼底泛着兴奋，仰头喝了自己杯中的酒，对着一旁的宫女说道：我妹妹不胜酒力，你带她找个安静的厢房休息一会儿。是，林小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黎初推开正欲扶他离开的宫女，婉拒道：不用，我不喜欢让不熟的人离我太近。薛玉竹听到黎初的话，连忙起身自荐：我来吧，我带楚姐姐去休息。哎，别，还是我去吧，我是她的姐姐，还是由我照顾比较稳妥。黎若堂急忙拉着黎初往侧面走去，生怕薛玉竹会不识趣地追上来。荣玄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眼中显现了焦灼之色，对着身后的风影吩咐了几句。风影点头，悄无声息地离去。你好好休息吧，姐姐先走了。黎若堂把黎初带到一间萦绕着香气的厢房后，转身就要离开。突然一阵晕眩感传来，身上也泛起了丝丝热意。我这是怎么了？快带我出去！黎初不紧不慢地挑开香炉盖，往里面加了些无色无味的粉末。这等低级的破玩意儿哪能助兴啊？还是试试我新研制出来的堕仙散吧。顾名思义，哪怕是仙子一般的人物也抵抗不住。看着意识已经涣散的黎若堂，黎初叹了声：啊，总是自己送上门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早在他接过酒杯的时候，他就顺手往黎若堂的杯子里加了点料，而他吃过师傅给的解毒丹，一般的毒对他已经产生不了作用了。你就好好享受自己种下的果吧，我得先撤了。糟糕，来不及了。门口已经响起了脚步声，还没等黎初躲好，门外的人已经推门进来了。四目相对，黎初和风影都愣在原地。风影，原来是你。是我，不是我。此时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风影在黎初的示意下站到了门后。等那人一进来，风影一个手刀劈在他的脖颈上，那人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黎初叉着腰看着地上的人，挥手道：果然猜的没错，风影，把他丢到床上去，再把这颗药丸塞进他的口中。这可是和堕仙散一起研制出来的，3天3夜不罢休，没有3天3夜是停不下来的。这么好看，做完这一切的黎初和风影迅速撤出了厢房。没多久，里面已经响起了异样的声音。黎姑娘，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若是被王爷知道我们在这里听这种墙角，我会得剥皮抽筋吧。黎初没听懂风影话中的含义，摆摆手说道：看不出你还是个羞涩的人。行吧，我们先回去。黎初回到御花园，静坐在薛玉竹身边，对着看向他的荣玄点头表示了感谢。他离开不过一盏茶时间，除了时刻关注着他的荣玄，并没有旁人发现。没过多久，一个宫女慌慌张张地跪在了皇后的面前。皇后娘娘，女婢经过厢房时听见里面传来异样的声音，怕是有人在。皇后一听，以为事情已经成了，立刻拍桌站起，怒道：好大的胆子，走，带我前去看看究竟是谁。一行人还没走到厢房，就已经听见隐隐约约的暧昧声。脸皮薄的闺阁女子连忙捂住耳朵，不敢再继续前进。而胆子稍微大一点的和喜欢看热闹的世家子弟纷纷往前凑，就怕抢不到适合观看的地方。皇后已经听出了自己儿子的声音，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只要让众人知道里面的女子是黎初，那么这场婚事就跑不了了。为了顾全皇室和相府的颜面，皇上肯定会赐下一道赐婚圣旨，到时候相府和大将军府还有护国公府的势力就会全部成为皇儿的。只是让外人看到里面的场景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只能让所有人知道里面的人是黎初。皇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雨儿的声音，这个逆子竟敢白日宣淫，那名女子是谁？与荣明宇交好的几个少年也纷纷开口：还真是禹王的声音啊，就是不知道是哪家千金这么不知廉耻啊。哎呀，禹王长相俊秀，有女子倾慕也是正常，不像我呀。皇后娘娘想在这场赏梅宴选出禹王妃，看来已经有人选了。众人暗暗猜测着里面女子的身份。明乐公主惊呼了一声：相府三小姐怎么不在啊？她刚才好像从这边来了。这么好看，走在最后面的黎初冷冷地看了厢房一眼：你们就慢慢的编排吧，等下有你们惊喜的。薛玉竹正想开口替黎初解释，却被黎初捂住嘴巴：先别开口，看看再说。薛玉竹看不透黎初的用意，只能懵懂地点了点头。早就看黎初不顺眼的阮华郡主对着厢房呸了一句：什么相府千金啊，不过就是一个淫娃荡妇，难怪长得一副狐媚样。你们呀，可要看好自己未来的夫君，别被这狐狸精给勾走了。那群女子闻言心里也起了后怕，她们的容貌确实连黎初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极度作祟使她们的面目开始变得恶毒。这个黎初就该抓去被浸猪笼，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啊？黎相爷还真是教女有方。是啊，家里出了这样的子孙，怕是连祖宗都要跟着蒙羞吧。生出这种女儿，恐怕黎相爷的名声也是伪造的吧。几乎所有人都在指责黎初，指责相府，一时间黎初成了过街老鼠一般。在场污蔑过我和相府的人，我都一一记下了，去皇上面前说个分明吧，也好让皇上知道你们的父亲是多么的教子有方。冷冽如冰的语气从后方响起，所有人都侧身让开了道，直到黎初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他身上带着肃杀的气息，眼底的冰冷让人汗毛竖起。跟在黎初身后的风影听懂了黎初的意思，飞速地赶往正殿，将这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禀告了皇上。黎初的话让那些方才还在声讨他的人吓得脸上血色尽失，是他们误会了黎初，若是告到皇上面前，就连他们的父亲都没好果子吃。皇后看了看厢房，又看了看黎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计划竟然失败了。是他们误会了黎三小姐，说开了让他们道个歉就好，何必闹到皇上跟前？皇后保持着冷静，这事儿万万不能传到皇上的耳朵里。是啊，黎三小姐，我们愿意赔礼道歉。黎三小姐，都怪我们一时心急口快，说错了话，还请你原谅。这么好看，黎初看着前方正在赶过来的一群人，唇角勾起了一抹轻蔑的笑。原谅似乎来不及了。那些求情的人顺着黎初的目光看了过去，霎时间心都凉了。为首的是面无表情的皇上，而黎丞相满脸震怒的紧随其后，其余的官员们全部都用看逆子的眼光看向自家的儿女。怎么回事？不怒自威的皇上语气深沉地说。所有人都知道皇上这是生气了，都缩着身子不敢开口，就连皇后也开始感到惧怕。臣女斗胆，请皇上为臣女为相府主持公道。黎初礼数周全的下跪行礼，脸上不卑不亢。回皇上，这是臣的三女儿黎初。生怕皇上不认识会怪罪，黎丞相急忙开口介绍道：哦，原来是爱卿府上的三姑娘啊，起来说话吧。你可是有何委屈，需要朕为你做主？听着如此和颜悦色的语气，黎初的心中毫无波澜。都说帝王心莫测，还是小心谨慎为好。由臣女来说，恐不足以为凭。皇上看着和黎相年轻时一模一样的黎初，轻笑了一声。还真是虎父无犬子，
大狐狸生了只小狐狸呀！就在人人以为皇上要斥责黎初之时，皇上却转头看向风影。风影，那就你来说吧。是。风影将事情的经过和原委和盘托出，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漏掉一丝一毫。黎丞相听完气得想打人，原以为他的女儿只是受了些委屈，哪曾知竟被人当成淫娃荡妇般辱骂。只见黎丞相撩起官袍，双膝落地，对着皇上俯身一拜，唏嘘地说道：皇上，臣为相20年，却不想风评如此之差，还累及女儿，臣已无颜在朝堂立足，恳请皇上准臣告老还乡啊！皇上冷冷地扫了那些官员一眼，等他选拔出顶替的人选，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了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账东西，真是越老越不中用。叹息了一声，双手扶起跪在地上的黎丞相，他们是君臣，更是知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不舍得让黎丞相离去。爱卿说笑了，4时不惑，爱卿正值盛年，告老还乡之事休要再提。这件事，朕会还你们父女一个公道。小安子，记下方才风影提过的人，为父者止于此。既然不会教，理当替儿女受过，统统官降一级，罚俸半年。是，皇上，奴才记下了。小安子是安总管培养出来的义子，安总管不在时，由他代替伺候。罚完该罚的人，厢房内的动静却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皇上怒极，说：来人，把门给朕踹开，朕要看看究竟是何人在这里放肆。等等！皇后轻轻拉住皇上的衣袖，苦苦哀求道：皇上，此事关乎皇室颜面，能否私下处理？事到如此，已经无法回头，只能先将那名女子纳为侍妾，其余的来日再做打算。看到皇后此举，皇上还有何不明白，连忙喝退了众人，只留下黎丞相父女和明王父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皇后知晓皇上这是有意息事宁人，急忙吩咐平嬷嬷带几个人进去，将里面的2人给带出来。过了有半刻钟，平嬷嬷满头大汗地走出来，惶恐地说道：奴婢没有办法将他们2人分开。怎么会这样？皇后心力交瘁地后退了2步。明明只是最普通的合欢散，药效过得快，又不伤身体的，怎么会这么久还……此时黎若棠的意识已经慢慢恢复，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竟身无寸缕地躺在床上，身上还有个男人，不由得惊叫了起来：你在做什么？快走开，走开！黎丞相正打算带着黎初出宫，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心顿时停了半拍。初儿，这里面是你姐姐吗？爹，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她先回去了。黎初脸不红心不跳的说着昧着良心的话。突然黎丞相再次对着皇上跪下，那张俊美的老脸上满是愧色。黎爱卿啊，你这又是做什么呀？皇上被黎丞相整得有些头脑不清。皇上恕罪，这里面的女子乃是臣的2女儿黎若棠。黎丞相满脸痛苦，低着头久久不敢抬起。什么？这里面是你的2女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季风，去将禹王打晕，再好好查查清楚，他们究竟是自愿的还是遭人陷害。我们去花园等候。仅剩的几人坐在御花园内等候疾风的消息。黎丞相还是沉浸在愧疚中，荣琪世子呆坐在一边，眼眶充血，双拳紧握。他一定不是自愿的，一定是荣明宇强迫他的。没过多久，疾风就带着太医院院首前来禀报。启禀皇上，臣查出黎2小姐是被下了合欢散，而禹王殿下只是精力太过旺盛。年纪老迈的院首公正无私地说道：这个混账东西！爱卿啊，这件事是我们皇室愧对你们，
交代要罚，朕绝不多言。皇上看着黎丞相，深明大义地说道：“罢了罢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一切就由皇上做主吧。”小安子，拟旨：丞相府二小姐黎若堂温书恭顺，赐婚禹王为正妃，择日大婚。荣明宇和黎若堂的婚事就这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锤定下。这么好看，这么黎丞相回到府里，点个订阅吧。急忙去向夫人解释认错。夫人呢？都是为夫的错，爱的2个女儿。说完事情经过的黎丞相，意外的没有迎来夫人的怒气。好在我的女儿没事，不然我饶不了你。沈秋允听完后，心里感到害怕，直觉告诉他，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黎若堂回到海棠阁后，把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他的梦破碎了，他的玄王殿下呀！几个丫头们纷纷对黎若堂的事唏嘘不已，又暗暗庆幸自家小姐躲过一劫。金宇，秘密安排一下，后日我们去一趟襄阳，还有，此事不能让府里的人知道。今晚去帮玄王殿下复诊，荣玄一袭白色睡袍，衣襟大开，春光外露，半抬腿侧躺在床榻上，邪魅撩人的桃花眼紧紧跟随着黎初的身影。这个骚包真是之前那个本王不脱的玄王殿下吗？怎么看起来那么诡异啊？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扣上荣玄的手腕，突如其来的触感让荣玄止不住地颤抖了一下。黎初仔仔细细地把着脉象，眉头紧皱。没错，他怀疑这厮被下了春药。荣玄也疑惑着自己的异样。那股酥酥麻麻的感觉从何而来？是因为他吗？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庞和红润的樱桃小口，荣玄深深地咽了下口水，耳朵迅速涨红。黎初把了3次脉才松开了他的手，没有任何异样，于是开口询问道：“殿下的身体还有哪里不适吗？”“没有啊，本王正常的很。”“好吧，也许是他自己有些不可告人的小毛病吧。殿下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药可以不用再继续吃了。”黎初看天色不早了，准备起身回府。荣玄慌乱之下拽住了黎初的手腕，力道之大，直接让黎初整个人趴在了他的身上。两人相对无言，气氛暧昧到了极点。黎初的手不小心碰到一块硬硬的东西，好奇心驱使，黎初将那东西扯下一看，是一块紫色的龙形玉佩，上面刻有一个玄字。“你没事吧？”荣玄压抑的声音从身下低低的传出，和1个半月前救他那人的那句“姑娘，你没事吧”渐渐重合。“是你？1个半月前救我的人是你，对不对？”黎初激动地扬着玉佩对荣玄问道：“是我，没错。你的外祖父与我有恩，所以我就顺手救了你。”“顺手？那如果我的外祖父对你没有恩，你是不是就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了？”不得不说，黎初真相了。以荣玄的嗜杀阴质的性子，还真不是会多管闲事的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完全忘记了是以什么姿势在说话。直到风影端着茶水走进来，“属下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得找个大夫瞧瞧。”说完放下茶水，飞一般的离开。黎初手忙脚乱地从荣玄身上爬起，满脸通红，手上还紧紧握着那枚玉佩。“多谢殿下的救命之恩，改日有机会黎初会报答的。”黎初道完谢就往门口跑。这么好看，黎初和青羽坐在马车内闲聊，青云、青书则在马车外赶车。“小姐，我们是去襄阳城探亲吗？”“算是吧。”或者也可以说是寻亲。他怀疑他的亲姐姐就在襄阳城。那为什么不能让府里的人知道？就连老爷和夫人都不行？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告诉你们也无妨。黎若堂不是我的亲姐姐。对青羽他是100%的信任。“啊？什么？”青羽吃惊地喊了出来。马车外的兄弟2人也是大惊失色。相府这样的高门府邸竟然会出现孩子被调包的事儿，那真正的2小姐哪去了？难不成……我怀疑我姐姐就在襄阳城，只是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所以只能前往襄阳去查探一番。黎初的话证实了他们的猜想，真正的二小姐可能就在襄阳城。黎初只希望这一趟不会无功而返，他和黎若棠的争斗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撇清干系才能放手去对付他。天啊！如果真的二小姐就在襄阳城，那么此事必定和二王有关，这也太让人毛骨悚然了。青羽捂着嘴惊讶地说道。褪下云锦罗缎的黎初换上了一身简单的白衣素裙，发髻上也堪堪只有一只白玉簪，这身打扮反倒有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青羽也换了一套意料中等的青色长裙。换好衣饰后，黎初带着青羽直奔人最多的茶楼，选了个最好的位置安静坐着。这人多杂乱的茶楼是打探消息最好的场地。黎初听着那些人谈论着哪家的公子要娶亲了，哪家的寡妇不守妇道，哪家的母鸡不会下蛋，顿时失去了兴致。他是不是选错地方了？怎么听不到半点有用的消息？就在黎初打算离开之时，一个虎背熊腰的护卫拦住了他。这位姑娘，我家少爷请你过去小酌一杯。黎初迎着护卫的视线看了过去，一个陌生的男子冲他招了招手。男子样貌还算俊秀，就是那双眼睛充满色欲，给人一种恶寒的感觉。黎初不想理会，转头就要离开，却被护卫再次拦下。闪开！青羽呵斥了一句。陌生男子来到黎初身边，目光上下扫视着黎初，语气温和地说道：韩某退下，不可对姑娘无礼。我是黎家少爷黎岩，想请姑娘喝杯茶，不知姑娘可愿赏脸？哪个黎家？襄阳城内就只有一个黎家，那就是当朝黎相爷的那个黎家。黎岩提起黎家时，心中满是得意和傲慢。哦，原来是这个黎家呀。黎初低头一笑，还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我是游历江湖的神医，专治疑难杂症，少爷没有病痛，还是不要找我的好。等黎岩反应过来，黎初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气急败坏地冲阿木喊道：人呢？还不快去找！阿木刚想去找黎初，身后传来咚的一声，黎岩已经倒地昏迷不醒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想必很快就能查清楚了。同时，黎府这边已经乱了阵脚。黎岩是黎家族长，也就是黎丞相的伯父最小的孙子，从小就备受重视，如今昏迷不醒，找遍了整个襄阳城最好的大夫都看不出原因。就在众人急得团团转时，阿木说出他遇见有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神医的事。那还等什么？还不快去请人来！族长坐在主位上，拍着桌子喊道。约莫不到半个时辰，黎初和青羽跟着阿木来到了黎府。看到所谓的神医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黎家的人纷纷对她产生了怀疑。哪有这么年轻的神医啊？还是个小姑娘。是啊，大嫂，这会不会是个坑蒙拐骗的骗子呀？把黎岩交给他能放心吗？那位被称为大嫂的夫人正是黎岩的母亲，黎府的大夫人林氏。她稍微理智了一些，看着黎初礼貌地问道：姑娘可有把握治好我儿？黎初淡然地点了点头，自信地说：令公子的病我能治，只是我要的报酬。姑娘放心，只要姑娘能治好我儿，银子都是小事儿。听到黎初真的能治好他的儿子，林氏顿时松了一口气。夫人误会了，我不要银子。这治病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我不久前研发出了一种新药，想寻得一名久病难医的女子做试验，不知道夫人可否替我找到啊？黎府中久病的女子，唯有二叔的大女儿黎安一人。这有些困难，姑娘能换一个条件吗？夫人见谅，除了这个，我别无所求。如此，可否让我们商量一下，先请姑娘到偏房休息片刻。黎初二人跟着阿木去往偏房，留下黎家的人慢慢商量。林氏看向主位的族长，犹豫不决地说：爹，你看着这该如何是好啊？就让黎安给神医做实验吧，能活下来是他的运气好，
若是有意外，那也是他的命运不济。若是有意外，我们如何跟黎文一家交代呀？那老夫人可不是个好讲话的。你只管去做，一切后果由我。林氏深吸了一口气，对黎初郑重地说：姑娘，我们考虑好了，府上正巧有一位体弱多病的女子，待姑娘治好我儿，那女子就交由姑娘试药。果然与他料想的一般。夫人可是真的想好了？这是我从未试过的新药，试药过程或许她会因此致死的。姑娘放心，我们考虑得很清楚了，还请姑娘先救我儿吧。好，夫人带路吧。这么好看，这么好林氏带看，着黎初来到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黎岩双眼紧闭地躺在床上，犹如睡着一般，就是怎么都叫不醒，做戏做全套。黎初还是忍着心里的不适，抓起他的手拔起了脉。夫人放心，我开副药给他灌下去，应该就能醒来的。他会开副极苦的药，给他清洗清洗他那肮脏不堪的花花肠子。好好好，来人，快去拿药。丫鬟快速地煎好药端了上来，林氏将药一口一口小心地喂进了黎岩的嘴里。没多久，黎岩就被药苦醒了。苦死我了！良药苦口，要喝完才会有效果。黎初意味深长地说道。林氏一听，唯恐儿子还会继续昏迷，一股脑的将药全部灌进黎岩的肚子。既然贵公子已经完全醒来，可否带我去看一下那名女子？黎初突然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他觉得他必须马上见到那名女子。好，小梅啊，你送姑娘去黎安那儿吧。黎初提起裙摆，率先走进房间。房内只有一名瘦弱的女子蜷缩在床上，不，连床都算不上，只是一块铺在地上的木板，身上紧紧盖着一床薄薄的夏被。从她身上的起伏可以看出，她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了。黎初急忙上前蹲下帮她诊脉。糟了，气息已经渐渐消散了。小梅，取后被子来。趁小梅去取被子时，黎初轻轻拨开女子脸上的被子和碎发。这一看，黎初瞬间失去力气，跌坐在地上，杀意沸腾的眼里满是泪水。小姐，她怎么和夫人长得那么相似？我们是不是找到了？青雨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可怜的大小姐，身边居然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等死。小梅抱来被子盖在黎安的身上后，便被黎初撵了出去。我治疗期间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小梅只能退出房间，好去向夫人禀报黎安危在旦夕的事儿。你是说那黎安快断气了，而且那神医姑娘还很生气？哎呦，她是不是怪我们给了个将死之人呢？小梅，你去盯着，不管神医要什么都给她。林氏暗暗担心着，实在不行就帮她在府外再寻一个，可不能让她迁怒到黎府。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黎初正满头大汗的往黎安身上扎针，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二次回声针竟会用在他的亲姐姐身上，每一根针仿佛都插在了自己的心头。黎初挑起万分的注意力，控制着下针的位置和力度。好在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也相安无事。黎初痛彻心扉的看着眼前脆弱不堪的姐姐，伸手轻轻抚摸着那张酷似娘亲的脸庞，泪水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姐姐，姐姐，你能听见吗？我是你妹妹，你醒过来，醒来我带你回家好不好？黎初守在黎安身边，一夜未眠，直到天色微亮，黎初才感觉到自己紧握的手掌有了一丝动静。他充满期待地盯着黎安的脸，等着他醒来。当黎安睁开双眼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长得极其美艳的脸蛋儿。美貌的女子就这么阴阴地盯着他看，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是你救了我吗？黎安的声音显得特别的虚弱和沙哑。他知道，定是眼前的女子救了他。黎府里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死活，就连他的爹娘、妹妹和祖母也一样不在乎。是，你已经没事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和我一样健康了。
黎初极其温柔地安慰着他，他会带他一起回他们自己的家，往后不会再让他受苦了。黎安强撑起瘦弱的身子，黎初连忙将自己的肩膀垫在他的身后，让他能够不费力气地靠着。姑娘，虽然我也是李府的人，但是你救我，并不会有人给你报酬。我是一个爹娘和妹妹都厌弃的存在，我所有的亲人都巴不得我去死。绝望心碎的话从黎安的口中慢慢吐出，他的眼中没有一丝怨恨，有的只是淡淡的看破和悲凉。不是这样的，你的爹娘很爱你，你的哥哥妹妹也很爱你，你不是孤身一人。姑娘，你就别骗我了，这个世上没有人会爱我的。黎安只以为黎初是在可怜他，安慰他，所以连不存在的哥哥都编排出来了。你相信我一次，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一起离开好吗？在这种又潮湿又残破的地方居住，他的病情是不会好转的。好，我跟你走。在李府，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感受不到亲人的关爱，不如就此离开，此生不再回来。青雨，去跟黎夫人说一声，医治李安用了我许多珍贵的药材，所以人我要带走。青雨把抢救黎安的经过跟黎夫人说了一遍，黎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黎初的要求。那个病怏怏的模样，万一死在了府里，那岂不是更晦气？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黎初顺利带着黎安回到了他下榻的酒楼，帮他褪下又破又小的衣裳，又简单清洗了一遍，让他喝完药安稳地睡在自己的床上。盛京相府乐安堂，老夫人和柳俏屏退了所有下人，两人端坐在一起分析着眼前的局势。娘，要是他不肯认我们，可怎么办呢？柳俏的脸上满是担心和害怕。不认也得认，这是事实，容不得他抵赖。黎若堂已经和禹王殿下定下婚期，禹王殿下可是皇后娘娘所出的嫡子，将来是要走上那个至高的位置，黎若堂也会摇身一变，成为这个世上最尊贵的女人。当初他们趁着沈秋云昏迷，偷偷调换了孩子，为的不就是今天吗？否则凭黎文一个商户，何时何地才能有出头的日子？好，当年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即便他要恨我，我也认了。柳俏下定了决心，没人知道她这些年的思女心切，心里有多么不舍。这可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呀，离开了整整8年，好不容易回来了，还不能和他亲近，只能远远地瞧上一眼，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那就好，我已经让春嬷嬷去将他换来了。祖母找我可是有事儿。老夫人说有十分重要的事儿要和大小姐商议，大小姐可否随老奴走一趟呢？春嬷嬷伺候老夫人数十年了，大小姐的真正身份她也是知晓的。走吧。最好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惹她不开心的人她一个都不会放过。黎若堂走进大堂，里面除了老夫人和柳俏，竟然连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到底是什么事需要他们这般的谨慎行事？若堂给祖母请安，见过二叔母。柳俏快速走到黎若堂面前，将她扶起，眼睛微微红润地说：好孩子，不必多礼，快坐下。柳俏的行为让黎若堂颇为讶异，她是因为自己即将成为禹王正妃，所以前来巴结自己吗？多谢二叔母。黎若堂顺着柳俏的搀扶坐在了她的身边。不知祖母找若堂有何事吩咐？老夫人对黎若堂的一举一动甚是满意，礼数周全，仪态大方，不愧是将来要母仪天下的人呐。祖母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你且仔细听着。以前有一户人家，家里有2兄弟，大哥呢年纪轻轻就高居丞相之位，弟弟啊资质平平，只能靠经商为生。2兄弟的夫人同时生下2个女娃，然后……黎若堂听着听着，心里不好的预感越来越烈。
无缘无故把他叫过来，就是为了听故事吗？不，他不想再继续听了。一旁的柳俏早已泪流满面，她满怀愧疚地看着黎若堂，眼睛里满是深情和关爱。黎若堂蓦然起身，打断了老夫人的话，心里的不安驱使着他想赶紧离开这里。祖母，若堂身体不适，想先回去休息，改日再来听吧。一听到黎若堂身体不适，柳俏急得不行。堂儿哪里不舒服了？快给娘看看。黎若堂瞪大了双眼看向柳俏，愠怒地说：二叔母说的话可得小心了，我可不是你的女儿黎香玉。这句不带任何感情的话狠狠地扎碎了柳俏的心。有什么能比亲生女儿的无情更让人伤心呢？娘，堂儿她，我可怎么办呢？老夫人没有理会痛哭流涕的柳俏，径直地看着面带怒气的黎若堂，严肃地说：黎若堂，你的亲生父母是黎文和柳俏，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刚才所说的故事句句皆真。这么好看，这么好看，黎若堂面色沉静，眼底却带着锐利的锋芒。你们说是事实便是事实了吗？我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说完想说的话便想离开，却被柳俏死死拉住。柳俏知道，若是让他走了，以后再想相认会更加的困难。你的右边胸口有一颗红痣，左边脚底还有一块胎记。这又能代表什么？知道这些事的人又不止你一个。堂儿，你相信我，我真的是你的娘亲呢，我没有骗你。不，我不是，我一点都不想知道。黎若堂胆怯了，亲生父母是谁对他来说不重要，只要她还是丞相府的嫡出大小姐就够了。真相就在襄阳城，你不承认我们，以后身份也是会被揭穿的。老夫人一语道破黎若堂心底最深的恐惧。什么襄阳城？襄阳城里有个真正的相府嫡出大小姐。黎若堂缓慢地闭上了眼睛，像是认命了一般。要我认亲也可以，先替我杀了黎初那个贱人，是他害我失了清白，声名扫地。老夫人他们并不知道，是因为黎若堂的失身才有了这场赐婚。听黎若堂说完事情的经过，才知道黎若堂是中了黎初的圈套。老夫人目光森然，冷冷地笑了一声：好一个黎初，竟有如此的心机和谋算。你放心，我定会让他有去无回，为堂儿你扫清障碍。不能让他死得太轻松，他害得我所嫁非人，一生都不能得到幸福。我要让他同样失去清白，肮脏痛苦的死去。黎若堂感受到一股钻心的疼痛，紧咬着的下唇渗出一缕血丝。4年前初次见到荣玄时，他站在桃花树下练剑，惊为天人的身姿就这样闯进了他的心里，挥之不去。因为对他情根深重，自己早已过了及笄之年，却迟迟未嫁。他3年的期盼化为了泡影，叫他如何能不恨？柳俏不明白黎若堂的意思，殷切地问道：荣明宇是皇上嫡子，你还不喜吗？你懂什么？皇上最重视的是荣玄，整个西院的兵力几乎都集中在他的手上。荣明宇一个徒有嫡出身份的自私之人，拿什么来跟荣玄相比？黎安喝完药睡了1天1夜，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再次醒来时，体力已经恢复了很多。此时正靠在床头上，小口小口地喝着黎初喂的鸡丝粥。姑娘，我喝完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了吗？黎安对这个悉心照顾自己的小姑娘充满好奇。丞相府的3小姐黎初。你是大伯家的女儿，是我的堂妹，你为什么会来救我？黎安看着黎初的眼中有着点点期盼，是他爹娘要接他进京的吗？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和我的爹娘哥哥一样重要。黎初看着他诧异的模样，还是不忍心将他蒙在鼓里。他拉起黎安的手，轻轻地揉搓着。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说我告诉你，你不是黎文夫妇所生，你会信我吗？黎安先是一愣，双手止不住的颤抖，极力扯出一个惨淡的笑，随即说：
我都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只管说，不打紧。他从李府出来时就没有想过再回去。倘若他真的不是黎家的人，他也就能理解黎家对他的所作所为了。18年前，我娘亲在相府里生下一名女婴，同时二房的柳俏也产下长女。后来，抓住黎初的手骤然用力，黎安满脸的不敢置信，泪珠沿着脸庞不停地滑落，哽咽道：“是说，我才是相府嫡女？我和黎若棠被调换了？我见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我的姐姐，因为你和娘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黎初边说边抹去泪痕，对爹娘总算有个交代了。所以，这18年来，我才会被当成畜生对待，吃不饱，穿不暖，多少次垂死边缘，都是靠自己的毅力熬过去。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原本也是有家人疼爱的，就因为他们的死心，我在李府过着出口不如的生活。我埋怨着老天爷对我的不公，给了我如此悲惨的命运。原来这一切都是伤害我的人亲手造成的。姐姐，你冷静下来，你的仇恨我都记下了，伤害过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人世间的。黎初把失控的黎安抱在怀里，轻拍他的后背，柔声安慰道，眼底却是一片嗜杀。襄阳城的李府，还有盛京的老夫人和二房，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现在报应来找你们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马车行驶了3日，距离盛京还有1日的路程。3人坐在马车上喝着茶水，突然黎初拉着黎安和青羽一起趴在了马车上。这时一支锋利的箭矢射在了黎初原本坐着的地方，入木3分。小姐小心！外面响起了青叔的呼喊声，同时还有剧烈的打斗声。黎初将黎安和青羽塞入座椅底下，厉声嘱咐道：“不管听到什么声响，都不许出来，听到没有？”“不，初儿，你也躲进来，姐姐不放心你在外面。”黎安紧紧抓着黎初的手不肯放开。“是啊，小姐，你也躲进来吧。”青羽同样的不放心。“来不及了，他们的目标是我，而且我有毒药防身，他们不一定能够伤到我。你们放心躲好，只要你们不出来，我就没有后顾之忧。青叔，青羽，回来！”黎初冲着打斗中的2人大声喊道。2人也不恋战，一脸戒备地守在黎初的身边。“小姐找机会先逃，对方人太多，我和青羽应付不了多久。”黎初看向对面为首的人，大声说道：“你们受雇何人？我愿意出10倍的银子，只要你们肯收手。”对面为首的是一名年轻男子，他看着黎初戏谑地说：“10倍呀，还真是让人心动啊！可惜我们九杀门接了任务，那就必须要做到。你不死，我们不休。”“既然如此，可否让我死个明白？是谁雇你们来杀我的？”“看在你很对我的胃口份上，我就破例提醒一句：至亲之人，现在你可以瞑目了，杀！”青云青羽抬剑冲向杀手们，黎初趁这个机会转身向后面的树林跑去。年轻男子扭了扭脖子，看着黎初逃跑的方向，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真是有趣。黎初边跑边估算着身后人和自己的距离。等到了一定的距离后，黎初突然转身，将手里的毒粉全数洒向身后的年轻男子。年轻男子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闺阁女子还有如此手段，猝不及防地吸入了几口毒粉。因蒙面的关系，吸入的并不多，但已经足够让他神识紊乱。知道自己中的毒不可小觑，年轻男子不敢再多留，连忙飞身离开。
走之前留下一句：“我记住你了，我叫九白，我还会回来找你的。”黎初拍了拍身上的粉尘，总算逃过一劫。青书青羽，有了毒粉相助，想必也已经是安然无事了。九白所说的至亲之人，不是老太婆就是黎若棠。姐姐已经找到了，没有把柄的你们要怎么和我斗？可能是对方没有料到黎初能够安然无恙的逃脱，所以后面没有再遇见杀手。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黎初正和萧良坐在一起讨论他的文章。如今黎初已经将希望全部压在萧良身上，季无痕那边他彻底放弃了。逼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入朝为官，不亚于逼他去死，不做也罢。不错，萧良，复考在即，我等着办你的庆功宴。黎初在萧良原本的文章上又加了点自己的见解，7日后的榜首绝对非萧良莫属。讨论完毕，黎初就准备打道回府，却看见了蹲在门口的清风。黎初看了青羽一眼，后者一脸不解地摇了摇头。清风，听到小姐的叫声，清风立刻起身，恢复了活泼开朗的样子，笑着说道：“小姐，我去照顾萧公子了。”等等，让你去照顾萧公子只是一个幌子，我只是想试一试季无痕对你的态度。小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清风羞涩地撩起一缕发丝，眼里却带着淡淡的愁绪。你们4个人对于我来说都很重要啊，在没有确定季无痕对你用情至深之前，我是不会把你托付给他的。黎初的用心让清风的眼泪再次落下。是啊，季无痕喜爱自由，但他又不愿离开小姐身边，他们之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谢谢小姐，我明白了，若他心里有我，他会回来的；若他心里没有我，我也不勉强。清风的理智让黎初觉得很欣慰。爱一个人可以，但若是只有一方在付出，那就不叫爱情了。你也出来许久了，随我一起回府吧。3人刚回到琉璃阁，凳子都还没坐热，老夫人身边的春嬷嬷就过来传唤了，说老夫人要见她。大堂内，老夫人老态龙钟地坐在上首，黎文、柳俏各坐一边。巧的是，黎若棠竟然也在。一群人摆出一副审讯犯人的姿态，目光灼灼地盯着黎初。黎初见过祖母、二叔、二婶。哼，堂堂相府千金不待在闺房，整日在外不着家，真是不成体统。你眼里可还有相府的规矩？老夫人目光不善地瞪着黎初，杀手都杀不死他，看来真有2把刷子。以前是自己太小看他了。黎初找了个位置，气定神闲地一屁股坐下。他们还没资格让自己站着回话。黎初不懂祖母的意思，还请祖母明示。黎初，母亲还没让坐下呢，你就敢坐下了，当真是不知礼数。柳俏对黎初充满鄙夷，这等女子哪里及得上她的堂儿半分？黎若棠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黎初，眼里充斥着怨毒。难怪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原来只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贱人，连9杀门的人都杀不死啊！这命还真不是一般的硬。二叔母这话说的，祖母又不是让我来问罪的，难道还要我罚站不成？你……柳俏被黎初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就没见过这般牙尖嘴利的贱人，比她的娘亲更胜几分。够了，黎初，你擅自离府本就不合规矩，如今还公然跟你叔母顶嘴，今日不罚你，怕是不行了。来人呐，取家法来！这么好看，这么好看。黎初淡定地看着春嬷嬷取来2指粗细的藤条，眼中饶有兴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府里的家法。柳俏见不惯黎初的沉稳，连忙呵斥下人：“将他给按住，设家法！”几个下人迅速地冲到黎初的跟前，却被他的眼神给吓退了，一时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动手。黎初慢悠悠地起身，伸手抚平了衣裙的褶皱，眸底尽是冰冷。家规是吧？哪一条家规规定家中女子不得出门呢？若没有，那你们就是滥用私刑，我是要告到大理寺去的。你吓唬谁呢你？家中祖母惩治孙女，大理寺可管不着。柳俏尽管已经被黎初的话给吓到了，可还是硬着胆子说道：“行，我就让你们看看管不管得着。金宇，去大理寺报案。”青羽气冲冲的就要夺门而出，却被春嬷嬷给拦下了。春嬷嬷，我敬你是老夫人身边的人，我奉小姐命令办事，你若再拦我，休怪我不懂敬老爱幼。初儿言重了，我们是一家人，祖母也是为你好，你这般不守规矩，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是不利啊。老夫人看出了黎初的认真，连忙打着圆场应付道：“这么说，祖母不是针对我，而是对府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是吧？”你是祖母的孙女，祖母怎么针对你？我只是关心你们。
那若是其他姐妹触犯家规呢？不知祖母会如何处置？老夫人一时没猜到黎初的用意，顺着他的台阶说道：“当然是要家法处置的。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日后不可再这般肆意外出了。”既然祖母公平公允，那初儿要告发2个人触犯了家规，希望祖母依法处置。老太婆不是最疼自己的亲孙女吗？那我就先为姐姐讨一点利息。你说何人触犯家规？老夫人的心里隐隐有了些不好的预感。2姐黎若棠婚前失身，败坏相府的颜面；4姐黎香韵更是心思歹毒，草菅人命，违反了家规家法，还请祖母严惩，以正相府家规。黎初虽不在府里，但是该知道的事一样也不落下。你说什么？黎初，是你害得我清白进士，如今你还敢在这里说我败坏名声！黎若棠愤怒地扑向黎初，被黎初轻轻一闪躲了过去。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更何况这本就是事实啊！老夫人暗骂了句：“不争气，被黎叔说了一句就开始自乱阵脚，还需多加磨练了。初儿，堂儿一事你也有责任，真要处罚你也逃不过去，此事还是休要再提。大姐与人通奸，难不成是我相逼？此事与我有何干系？难道不是你对你大姐下了药？此事祖母已经一清二楚，你休要再抵赖。这我就更不懂了，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姐姐下药呢？”黎初狡黠地看向了老夫人：“你敢说出黎若棠的真实身份吗？”若不敢，他就没有理由去暗害自己的嫡亲姐姐，对黎若棠下药的事也就没人会相信。是祖母一时情急说错话了，此事和初儿无关，都是自家姐妹，自然是感情深厚的。看在祖母的面上，就饶过他们一次。以后啊，祖母定当严加看管。老夫人的低头认错，并没有换来黎初的谅解，想这么轻飘飘的就接过去，做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果然，祖母是偏心2姐和4妹的，只会针对我一个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景宇，你去请爹爹回来吧，我这里缺了一个公告。慢着，你爹爹此刻必定是公务繁忙，身边也许还有不少同僚在，你这不是要让他被外人取笑吗？清官也有自己的家务事，有何可取笑的？刚好可以把那些大人也一并请来做个见证。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就连祖母的话也不听了？老夫人已经气得一副要吃了黎初的模样，她实在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被一个未出阁的少女逼迫到这个地步。她处事不惊的能力和临危不惧的魄力深深地震撼了她。这真的是一个16岁少女能有的手段吗？是祖母偏颇，初儿犯错要罚，2姐4妹犯错就一笔带过，初儿也没有办法，只能请爹爹回来替我主持公道。黎初的声音突然弱了几分，好似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人不是他一般。来人呐，去将4小姐给带回来。母亲，你……柳翘看到老夫人眼里的坚决，脸都吓白了。2个都是她的宝贝女儿，怎么可以对他们动用家法呢？黎若棠恶狠狠地瞪向黎初，默默地不作声响。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应对之策，黎初奈何不了他。一进门，黎香韵就发觉了气氛有点不对劲儿，祖母和娘亲的脸色特别难看，只有黎若棠和黎初若无其事地坐在原位。祖母，你急忙找孙女回来，可是府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黎香韵像往常一样，乖巧地走到祖母面前，摇晃着她的手臂，撒着娇。站好，祖母问你，你可曾害了下人的性命？老夫人着急地对着他使眼色，希望他不要开口承认。奈何黎香韵已经被宠得天不怕地不怕，极其傲慢地开口说道：“杀被杀了，谁让他笨手笨脚的，竟敢弄坏了我的新首饰？”那名丫鬟并不是他们从襄阳城带来的，而是李府原有的丫鬟，被沈秋允分配到了黎香韵身边伺候，没想到就这样断送了性命。韵儿，够了！老夫人急忙地喝停了黎香韵的喋喋不休，生怕她再说出什么不能说的话来。哼，祖母，本来就是他该死，他的命哪里比得上我的首饰贵重？祖母的呵斥让黎香韵生出了一丝薄怒，令她不满地大喊道：“放肆！小小年纪，心思竟歹毒到这般程度，今日若不将你送官严办，来日你只会更加的不知天高地厚。”黎相爷下朝回府，就听到了黎初在乐安堂受了委屈，连官服都来不及换下，就急忙忙地赶了过来。谁知竟会从黎香韵口中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一条人命在他的眼里竟连蝼蚁都不如，就这么随意的杀害了。他黎家怎么养出这种毒如蛇蝎的女子？大伯父！黎香韵被黎相爷的气势吓得不知所措，只能躲在老夫人的身后，不敢露头。云凡呐，韵儿她自幼良善，想来该是一时失手，不是故意的，何用送官查办呢？你吓到她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太过溺爱只会害了他，你不能继续放任下去了。黎相爷为人正直，决心定要严惩，丝毫不肯退让。祖母刚才要严惩初二的时候，可是说过会一视同仁的，怎么这会儿是要反悔的吗？老夫人紧紧护着黎香韵，他爹无从下手，那么就由他来添上一把火吧。老夫人之前会答应黎初，是因为乐安堂里都是他的人，轻打重打都在他一念之间。可如今交到官府手中，那就不一样了，少不得要皮开肉绽，伤筋动骨，名声也会毁于一旦。姨母要严惩初儿，不知初儿所犯何事呢？黎相爷被黎香韵气晕了头，一时间竟忘了初儿要受罚的事。爹爹，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祖母说初儿此次贸然离家，坏了相府的规矩，所以要对初儿家法处置。黎初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道。黎相爷询问的眼神让老夫人有些失措，急忙解释道：是有一些误会，说开了就好了，我哪里舍得打他呢？黎初拿过春嬷嬷手里的藤条，轻轻把玩着。是啊，祖母就拿出家法吓唬我而已。家法都取出来了，又怎么可能只是简单吓唬一下？明显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云凡呐，有我在的一天，就不可能让你把韵儿带走，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了过去。老夫人一心维护着黎香韵，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不肯松开。姨母啊，今日我是一定要带她走的。当今皇上仁德，皇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他？我不过离家半日，这是怎么了？沈秋允听说父母和兄长一家即将回朝，一早便跑去询问与他交好的静侯夫人。没想到回府后就会见到如此剑拔弩张的一幕，不由得出声询问道。了解了事情原委后，沈秋允也惊得后退了几步，不敢置信地看向黎香韵。那个甜甜的喊她大伯母的小姑娘，不仅杀人了，而且还不知悔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沈秋允还是想再调查清楚，以免冤枉了好人。没有误会，是他亲口承认的，说什么下人的性命抵不过他的珠宝首饰。黎香韵是真的害怕了，她在襄阳城也经常打杀女婢，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行？分明是大伯父大伯母偏心，她就不信黎若堂和黎初就没有杀过人。于是她怯怯懦懦地说道：本来就是他甩我的法子，那是他做一辈子丫鬟都买不起的，我拿他的命来赔，有什么不可以啊？老夫人急忙地捂住了她的嘴，可是还是晚了，不该说的还是都说出去了。少说两句，否则祖母都护不住你。四妹这段时间买了5万两的珠宝首饰，轮流着戴，几年都戴不完呢。这一根发簪对于你来说能算得了什么呢？黎初的话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5万两啊，那可是整个相府5年的收入了，他竟然几天就花完了。沈秋允闻言暗道不好，赶紧让福香前去账房查问。这么好看，这么好看，你为什么要拿走全部的现银呢？沈秋允茫然地看向黎香韵，他自认待他不薄，他就是这么回报他的。大伯母，明明是你自己说想买什么就让我去账房支取的。黎香韵毫不理亏地回看沈秋允。切，他要是不同意，我也娶不走了。现在才来兴师问罪，真是虚伪至极。爹爹，林子的事情可以暂且不提，不过他杀人的事情一定要还死者一个公道，不能寒了府里的人心。哼，黎初，你个贱人，少在那里挑拨怂恿，我就不信你的手里从来没有沾过人命。黎香韵气得浑身发抖，一把冲到黎初面前，指着他骂道。随着2声响亮的巴掌声，黎香韵的脸慢慢地肿胀了起来。嘴贱就不要说话。看见自己宠爱的女儿被打，柳俏尖叫着冲向了黎初。你个小贱人，你敢打我的女儿，你看我不打死你！他扬起手掌朝着黎初的脸挥了过去，却在中途被沈秋云给拦下了。你骂我女儿什么？你再骂一遍试试。感情他们在私底下就是这么叫他的女儿，枉费自己还一门心思的把他们当成至亲对待。黎初的心里暗喜，等让娘亲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也不枉今日的一番折腾。只要爹爹娘亲是站在我这边的，我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忌。够了，别再吵了。老夫人被吵得头昏脑胀，心口处也隐隐抽痛着。
他的身子慢慢的向后倾倒，身旁的春嬷嬷眼疾手快的扶住了他，并大喊道：“哎呦，老夫人晕过去了！”一群人围在老夫人旁边，每个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样，估计只有这个便宜的丞相儿子对他有几分真心。他的亲儿子儿媳只担心他倒下了以后就没人能压制住黎云凡。初儿，祖母气晕了，你去帮她看看啊。黎相想着，初儿师从男神医，医术应该小有所成，所以就不用舍近求远了。老夫人的脉象急且短促，是心急，手指缓缓下压，脉象又似有似无。看来已经时日无多了，也许这就是报应临身吧。爹爹，是结带脉，也就是心急，只能辅以炙甘草汤滋养血气了。即便他已命若悬河，但是黎初并不愿让他死得太过痛快。你胡说什么？明明是你的医术不济，老夫人身体好得很呐，她就是被你们给气晕的。柳俏虽然也对老夫人的私心存有恨意，偏偏她又是二房唯一的顶梁柱，她还不能倒下。巧云呐，你还是出去请个大夫来吧。向来没有存在感的黎二爷发话了，一向以来他就被家里两个强势的女人压得死死的，好不容易才有他说话的机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夫来了之后，把出的脉象却和黎初的大相径庭。大夫说老夫人是郁结于心，血气上涌才会晕倒，也就是被气晕的。这位大夫贵姓啊？在哪家医馆高就？从医多久了？黎初岂肯由他信口胡诌，对他发出了连连质问。那大夫摸了摸发白的胡子，自信地说道：“老朽是宁安堂的坐镇大夫，姓林，从医已有40年，在这圣京也算是颇有名气。”好，从医40年，怎么连个结带脉都摸不出呢？莫不是误诊了？你这个丫头片子胡说什么啊？竟敢毁坏老夫的声誉！你们这老夫人，我不治也罢。林大夫心里是既惊又慌，他也知道老夫人的脉象像是结带脉，可是收了钱的他哪敢明说呀？林大夫莫走，既然你没有误诊，为什么不证明自己的清白？神医南安目前就在我的府中，何不请他过来辩个清楚呢？神医南安，这……林大夫哀怨地看了巧云一眼，这次还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早知道就是给他再多，他也不敢收啊。巧云怔怔地退了半步，他也是奉命行事啊。如何啊，林大夫？黎初锲而不舍地追问道，想借此机会抹黑相府。有他在的一天，想都别想。哎呦，哎呀，老夫同仁肚痛难忍，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呦呀！林大夫顾不上柳俏的眼色，一溜烟的跑了个没影。青羽，为事清白，你去请师兄过来一趟。杀鸡焉用牛刀啊？这种小事儿还是不劳烦师傅他老人家了，请师兄过来已经足够了。好，我这就去。木松阁，男神医百无聊赖的躺在屋檐下小憩，南楼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着整理着药材。如今多了个师妹，所要用的药材也就加了1倍。爹，南楼，我回来了。沉稳的青羽自从认回爹爹，性格都变得活泼了许多。哎呦喂，我的乖女儿回来了！哎呦，爹可想死你了，想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的。男神医看见女儿的身影，麻溜的起身冲了过来。我也好想爹啊！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啊！哎呀，爹不想和你再分开呀。下次要走，还是把爹也带去吧。啊！青羽嘴角抽了抽。跟小姐去办事儿还带个爹，这怎么有点奇怪啊？啊，对了，南楼，小姐找你过去乐安堂一趟。好，我现在就过去。南楼放下药草，转身就朝着乐安堂的方向走去。哎，等等，我也去。青羽刚要去追南楼，就被他爹给拦下了。哎，等，你不陪爹，你跟去干嘛呀？我不放心啊。哎呀，有初儿和南楼在，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快，跟爹说说，乐安堂发生什么了？也是啊，是宁安堂的林大夫和小姐的诊断产生了分歧，所以就叫南楼过去再诊一次。男神医摸了一把光洁的下巴，不知道他的女儿介不介意他去胡子。我知道他10年前呀，曾来挑战过我的医术，最后落荒而逃了。没想到他还活着呢。南楼这么好看，南楼认真的把了2遍脉，才起身说道：“结带脉，心急，辅以炙甘草汤可有效缓解疼痛。”柳俏不甘的看着老夫人，
这个老不死的，什么时候不发作，偏偏这个时候发作。更可恶的是，竟然还被黎初那个小贱人给说对了，可见他还是有几分本事的。黎相爷派人将老夫人送回后堂休息，春嬷嬷也前去熬药。李香韵，你自己乖乖的去投案，我可以让人对你关照一些，不会吃苦头的。黎相语气凝重，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姨母发病就饶过她。娘，我不去，我害怕。失去靠山的黎香韵躲在柳俏的背后哭了出来。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件小事大伯要一直揪着不放。相爷，大哥，求你饶了韵儿这一次吧，她要是入了牢狱，这一辈子可就毁了，将来该怎么嫁人呢？我求求你了。柳俏对着黎相爷下跪，不停地磕头，直到额头渗出血迹。弟妹，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黎相爷左右为难，大义灭亲会伤了兄弟情分，徇私袒护又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初二倒是有一个建议，不知爹爹可愿意听？不忍爹爹纠结于心，黎初想到了一个适中的办法。初儿，但说无妨。初儿一向聪明睿智，或许他真的有办法替自己解决眼前的难题。四妹若是入狱，确实会声名尽毁，不如就让她归还账房的那5万两，由我们去抚慰死者的家属，求得他们的原谅，再对四妹施以家法处置，以安府中人心。她若入狱，老夫人定会托相府的关系走后门，最后还是一样关不了她多久的，说不定还会连累了爹爹的清明，还不如追回那5万两，再打他一顿来的爽快。什么？那可是5万两啊，不是500两，我怎么拿得出来呀？柳七要听完黎初的话，脸都白了。5万两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呀。错了就得付出代价，说是每个人犯了错都能水过无痕，那么还需要王法做什么？初儿说的没错，你们既是不愿，那就将他交由官府吧。黎相爷被黎初的话戳中了心底的最深处，这不就是他当官的所愿吗？黎香韵一听到官府2个字，顿时惶恐不已，声泪俱下，凄凄地说道：爹娘，难道那些钱财比女儿要重要？真的要让女儿毁了一辈子吗？到最后，柳俏还是拿出了5万两还给了账房，黎香韵也在一顿家法之下遍体鳞伤。毕竟是黎相爷身边的侍卫亲自行刑，没有得到相爷命令，他们可不敢手下留情。黎香韵受完刑就被他的爹娘带回去看大夫了，黎初一家3口也回了各自的院子，只剩下黎若堂还坐在原地，脸上浮现着莫名的诡谲，那双平静的眼睛下藏着极致的怨毒。亲生父母只在乎自己养在身边的女儿，假的父母也是如此。既然所有人都无视他，那么将来就别怪他不念情分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次日午时，明升酒楼，荣明宇一脸不耐地坐在包间里，这个黎若堂到底在搞什么鬼？昨夜派人送信邀他见面，称有要事相商，约好的时间已到，他却迟迟不见人影。行了，月生，我们走。刚好黎若堂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堵在了门口。来都来了，禹王殿下何必急着走？荣明宇也想知道黎若堂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虽然已经和他定下了婚事，但是他并不喜欢他，这桩婚事若能解除，自然是再好不过。于是他便安坐了回去，眉峰微挑，笑道：黎大小姐该知道，我们就算是定了亲，可是我的心里没有你，嫁给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不得不说，这荣明宇的貌相还真是不俗，也算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就连黎若堂也有一瞬的失神。黎若堂自然是察觉出了禹王对他的不喜，包括他对黎初的心思，他也了然于心。今日他就要让他对黎初的爱转化为恨。那日在宫里你是昏迷了，而我却是意识尚存，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你知道是谁将你我2人？是谁？本王要将他碎尸万段。他看中黎初的背景，他的容貌，他的学识，还有他的敛财手段，都是他所需要的。没想到临门一脚，竟然反遭人设计。是黎初。如果只能选一个游戏的话，那我一定选择逆水寒。在宋朝的街道上放烟花，在热闹非凡的庙会上打铁花，在灯火辉煌的汴京城中看烟火，怎么能少得了团团圆圆的一顿年夜饭呢？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一起玩吧。不，是他对我下了药，并且让人将刚进门的你给打晕，送到了我的床上。可惜那时他的意识已经逐渐模糊，不然将那名帮助黎初的男子抓来，真相就能大白了。荣明宇的脸上瞬间染上一抹恨意，咬牙切齿地问道：你是说黎初对你我下的药？
她是你亲妹妹，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也许是上次假冒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对你就是这般的不喜。我好心撮合你们，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说到伤心处，他可怜兮兮的脸上珠泪点点。的确，从上次拒婚，他就看出了黎初对他的转变，他不喜自己。黎若棠无辜的模样让荣明宇生出几分不忍。是啊，黎若棠有什么错？她不过是为了自己好。是我连累你了，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都会满足你的。细看之下，黎若棠竟也有几分温婉可人，低眉顺眼的模样特别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若棠别无所求，指望与王殿下能得偿所愿，余生能平安顺遂，足矣。你放心，余生我会对你好的。他不知黎若棠对他原是这般的情深意切，让他的心里有了一丝暖意，这是在黎初那边体会不到的。多谢殿下，往后殿下就是若棠的一切，若棠定会事事以殿下为先。黎若棠的眼眸里染着魅惑之色，声音缱绻绵软，刹那间就激起了荣明宇的欲望。黎若棠瞧到他眼底泛起的情欲，便知道他差不多可以离开了，求而不得才最让人惦记。若棠，我想……黎若棠深知时机已到，此时再不走，他定然会无法抽身，连忙捂着心口，哀哀地说：“殿下，若棠今日受到不小的惊吓，这会儿正难受着，想先回去休息。”你安于相府，鲜少出门，怎么会受到惊吓？昨日那黎初说我婚前失贞有辱家门，要求家中祖母对我家法处置，祖母不忍对我动手，被黎初生生气晕了过去，直到今早才醒来。婚前失贞的不止他一人，这句话也在暗指着荣明宇。这个黎初真是该死，有朝一日他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那若棠就先行告退了。好，你好好休息，本王有空就会去看你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坐上马车的那一刻，黎若棠身上的气息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娇软无害变成了怨毒憎恶。黎初，这只是第一步，你对我的伤害我都一一记在心中，将来我要以100倍、1000倍的偿还。回府的途中，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弘毅，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二小姐，是荣琪世子拦住了马车，邀你一聚。黎若棠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荣琪，犹如被暴风雪压得不堪重负的梨花，苍白而脆弱。两人选择了就近的茶楼。世子来找若棠，是否有要事？你还好吧？与你相识这么久，我竟不知你心悦于荣明宇。荣琪苦笑了一声，本来还想等赏梅宴过后就让父王登门提亲，没想到就是这一等，让他后悔终生。若棠不曾倾慕于与王殿下，何来心悦一说？岂不是两情相悦？那你们怎么会？温文尔雅的性子，还是让他说不出无耻的话。难道在世子眼里，若棠就是这般毫无羞耻之心的人？我早有心仪之人，只是这辈子注定是有缘无分了。心仪之人4个字狠狠撞进了荣琪的心窝。他所说之人会是自己吗？那又为何会发生这种事？若棠对我来说，犹如那天山之巅的雪莲，我又怎么会怀疑你的品性？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世子不必多问，此事就此接过。若棠不想再追究下去了。若不是这场意外，你就会是我的世子妃。我并没有追究到底，是荣明宇强迫于你，对吗？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不是禹王殿下，他也是受害者，你别冲动。你别把我当成外人，就当是一个倾诉的对象也行。你告诉我实情好不好啊？逆水寒端游三清山，这才是我心中武侠的正确打开方式。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各种奇遇，与 NPC 对话，触发隐藏任务，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江湖。快点击左下角和我一起玩吧。心爱的女人被迫嫁给他人，自己却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能甘心？是我的妹妹对我下了药，此事你要替我保密，万万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否则会毁了她的。她是你的亲妹妹，为什么要这样对你？我也不知道，从小我就什么都让着她，包括赏梅宴上她要与我互换诗词，我也照做了。可是为什么
她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好一个心如蛇蝎的女子，这种人也配活在这个世上。世子，家中祖母还抱病在身，请恕若堂不能久陪。老夫人昨日回京时不是身体康健吗？怎么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可请御医啊。这二小姐何必替三小姐遮掩呢？她又不会感激你的。红衣是个精明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黎若堂的用意。红衣，不许多嘴。黎若堂的低声呵斥，红衣的愤愤不平，主仆两人配合得极好。红衣，你说。是这样的，昨日三小姐逼迫老夫人对二小姐动用家法，罪名是婚前失贞，不懂廉耻。老夫人不肯，被三小姐给气晕过去了。又是黎初，对贞洁不敬，对主母不孝。本世子知道了。等黎若堂离开之后，荣杰立马对着身后的人吩咐道：慕言，刚才的事你都听到了，将那些事情散播出去，我要他同样的身败名裂。世子，此事是否先查证一番再做决断？不必，我相信若堂，他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开玩笑，他也没有理由去陷害自己的亲妹妹。你去办就是。这么好看，这么好而看。黎初此时正在闺房里和荣玄大眼瞪小眼，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来临的危机。你怎么会在我房里啊？荣玄这是把他的卧房当成自家厨房了，就这么随意的来来去去。林大夫失踪了那么久，终于舍得回来了，应该都忘了这圣经里还有个病人了吧？荣玄眸子隐晦的看着黎初，声音暗哑。这个可恶的女人，离开都不知道要通知他一声。他为了他回圣经，他倒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离开，留他在玄王府里苦苦等候。你还是病人吗？有这种总是翻大夫窗子的病人吗？改日干脆叫人把窗子给封上，看他还怎么进来。有事不能约在外头，非要在卧房里才能谈吗？听说你有遇见刺杀，本王来看看你是否有缺胳膊少腿，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医治。他知道他的身边有两个身手不错的暗卫，普通的杀手伤不到他。可是没想到这次出动的竟是九砂堂，还是由堂主九白亲自出手。这不，昨日赶去将九白打成了半身不遂，今日才有空过来看他一眼。他没事就好。担心我啊？听说战神玄王的身手高深莫测，能不能教我几招？要没准能够逃命呢。黎初将双手背在身后，明媚的小脸凑到荣玄的面前。你觉得本王会学那种逃命的功法吗？黎初淡淡的后退了半步，保持着最安全的距离。那个，你就随便教吧，能保命的就行。短短2个月遭遇了3次暗杀，都快赶上我了，确实需要保命的手段。那殿下可愿教？明日起，每日来玄王府学2个时辰。我明面上不能和你有过多的牵扯，容易招来祸端。黎初赶紧捂住嘴巴，怎么一不小心就把心里的话给说了出来。悄咪咪的看了一眼荣玄阴沉的吓人的脸色，黎初尽力补救着。我是说，我们的合作关系不能让旁人知晓，所以明面上还得是装作不认识的好。逆水寒的灵蛙则生换装了，这回的造型更美了，而且还有专属的时装动作特效。喜欢的朋友点击左下角链接，直接带你体验这套新时装，无论是从视觉效果还是互动体验来说都非常不错，大家快去试试吧。荣玄清冷的脸上还是氤氲着浓浓的危险。算了，越描越黑。总之就是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人发现，所以还是去我的私宅教，可以吗？黎初放弃了，他不是容易慌乱的人，怎么如今会越说越乱？黎初极力的撇清关系，让荣玄的心里暗暗不爽。刚想拒绝时，忽然想起他的私宅里还养了2个男人。这女人是养男人养出惯性来了。唇角勾起一抹阴冷嗜血的笑意，悠悠地说道：行，就在你的私宅教。他也想见识见识那2个男人是何等的风采，是否能俊俏得过他。好，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口舌，没想到这货这么容易就答应了。这次倒是挺好说话的嘛。1刻钟后，黎初趴在桌子上，闷闷地看着荣玄喝完第3杯茶水。1刻钟前他说要讨杯茶水喝，这都已经连喝3杯了，怎么还不走啊？殿下，我相府的茶水有这么好喝吗？要不给你带点茶叶回去？荣玄手指微微一抽，心里暗骂道：好喝个鬼呀！本王还不是想多待一会儿，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聊。不必了，本王这就走了。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气恼，还有难以察觉的隐忍。殿下不用客气，我这茶叶还有很多2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荣玄身形一闪，已经消失在了琉璃阁。倒是省下来了，好几百两银子呢。好看。第2天一早，黎初早膳都没用，就带着青羽清风出门了。他
他要去陪姐姐一起用，顺便等玄王过来。这么一尊大佛降临，总得先通知一下宅子里的人，以免有人不小心给冲撞了。姐姐，是初儿。黎初双手环胸，靠在门上，笑吟吟地看着他。初儿来的真好，姐姐给你绣了一个荷包，你看看可喜欢？一个绣着木兰花的荷包呈现在黎初的眼前，那朵木兰花就像是刚采摘下来的，上面还挂着几滴水珠。黎初爱不释手地捧着木兰花荷包，低喃道：“这是姐姐绣的，姐姐的绣工竟然这般出神入化。”黎初眼里的欣喜让黎安松了一口气，还好初儿喜欢，不然他真的不知道该送她什么了。黎初眼尖的瞥见桌上还有3个荷包，这是姐姐要送给爹娘和哥哥的吗？等我绣完再托妹妹相送。好，不过哥哥目前跟随舅父出征，还未归来呢，等他回来我再给他。青雨清风端来2份早膳放在桌上。2小姐、3小姐，该用膳了。姐妹2人一边用膳一边闲聊，聊父母的恩爱，聊哥哥的糗事，聊外祖父一家的英勇。黎安歪着头，孜孜不倦地听着这些他从不知晓的事，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向往。有这样的亲人，他一定会很幸福的。哦，对了，以后玄王殿下他每日都要来这里教我武功。他那个人喜怒无常，但是整体来说也不算太坏，你别怕啊。好，我少出院门就是了。只是可惜不能在剧园中照料那些花草了。倒也不用那么刻意，遇见他的时候当作没有看见就行了。黎初满不在意地说道，可不能为了他而委屈自己的姐姐。小姐，玄王殿下到了，此刻就在花园等候。青雨传来荣玄到达的消息。黎初在屏风后换了一身没那么厚重繁复的衣裳，对黎安说：“姐姐，那我先过去了。”黎初到花园的时候，荣玄正一脸肆意地靠在椅子上翻看着书籍。殿下来的这么早啊？他原以为至少还要再等上1个时辰呢。我一向起得这么早，有什么问题吗？该死的，昨夜回去后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闭上眼睛脑海里都是他的身影，所以知道他出门，他后脚就跟了过来。风影暗地里偷偷地鄙视着自家王爷，喜欢就说喜欢，这么扭扭捏捏的，猴年马月才能抱得美人归呀。瞧着荣玄那傲娇的模样，黎初抿着嘴，笑着恭敬地问道：“那请问尊敬的玄王大人，今日要教我什么呢？”黎初狗腿的模样成功逗笑了玄王大人。好了，盘腿坐下来。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武功是要坐着学的，但是黎初还是乖巧听话地坐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荣玄撩起袍角，一个旋身稳坐在黎初的身后，双掌凝气，紧紧贴着他的背部。黎初只觉得一股热气从他的后背慢慢渗入，不一会儿，他就开始气息不稳，满头大汗。守这个心神，气沉丹田。温柔的声音从黎初身后传来，黎初立马照做。约莫1盏茶时间，他的气息才彻底的平复了下来。黎初睁开双眼，秋水般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愫。他竟然把自己的内功传给了他。殿下，这么做值得吗？这一刻的黎初有着从未有的认真。若是被有心之人知道他失去这么多的功力，他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的命都是你的，你所知不知道？殿下说笑了，黎初只是救过殿下而已。荣玄的心里有了一瞬的失落，是自己表现的还不够明显，还是他真的对自己无意？就当他是真的不知道吧，凡事都要循序渐进，还是先别吓到他。荣玄站起身，掩去忧郁的眼神，邪魅一笑，朝着湖边走去。开玩笑的，走吧，先练轻功，适合逃命。哦，来了。走到目的地，荣玄转过身看向黎初，只见他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越来越近，他也不出声提醒，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撞进了自己的怀里。黎初完全没注意到前面的人已经停了下来，等到一双强而有力的大手揽住他的腰间，他才反应过来。荣玄的眉眼尽是肉眼可见的温柔，他的喉结滚动了几下，声音透着一丝沙哑。怎么，你这是感动的后花心爆了？黎初惊得快速地退开，而扣在他腰间的手却没来得及松开，他的身体失控地往后倒下。荣玄一只手抱紧他的腰，另一只手护住他的头，以男上女下的姿势躺在地上。伤到哪没有？荣玄关心地抚摸着他的头部。远远跟在后面的青雨和清风也被吓了一跳，正欲上前，却被风影一拖二的给带走了。
哎呀，放心吧，我家王爷不会让你们小姐受伤的啊！我看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吃东西去吧。风影暗道：“行，属下就只能帮您到这儿了，剩下的就只能靠您自己了。”而离出在荣玄压上来的那一刻，他的思绪就已经飞向了9天。离出痴痴地看着那张完美无瑕的脸，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动作。他将手轻轻遮住了荣玄的脸，闭上眼，静静感受着。再次睁开双眼时，他的眼眶已经满含泪水。是他吗？是丑奴吗？可是高高在上的玄王殿下，又怎么可能在禹王府当一个小小的侍卫？这根本就说不过去。可是这该死的熟悉感，究竟是因为什么？离出的眼泪深深地震慑住了荣玄，他不解地看着身下伤心不已的人儿，他就这么讨厌自己吗？荣玄误以为离出是因为和自己的身体接触而伤心流泪，连忙抽身而立。李小姐，是本王冒犯了，你别哭了，本王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离出还在想着丑奴的事，并没有听清荣玄的话，就轻轻地点了点头。逆水寒潮光职业到底值不值得玩？潮光的操作并不复杂，无论是技能释放还是走位都非常简单，非常适合新手玩，又很适合老玩家回归的选择。如果还不知道选什么职业的话，那不如就试试这个颜值实力双在线的潮光吧。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一起玩吧。果然如此，是我自作多情，以后还是好好的做个合作对象就好。也许是他心里还有荣命。荣玄背对着离出，目光寒凉，脸上的凉薄比冰雪更深几分，声音带着微微的疏远。今日你状态不佳，改日再去吧。说完就运功飞上了屋檐，居高临下的看向还躺在地上的人影。这么好看，闪身离店后，订阅吧。青羽二人急忙赶往湖边，只见到离出一人躺在地上，眼睛红肿，眼眸里透露着无尽的恨意。小姐，你怎么了？小姐，是玄王对你做了什么吗？青羽和清风的关怀声让离出暂时收起了眼底的锋芒。离出慢慢的站了起来，清理掉身上的杂草，眼神转了一圈都没有看到荣玄的身影。我没事。玄王呢？不是要教我轻功吗？人怎么不见了？许是有什么要事，刚才就和风影一起走了。青羽觉得这玄王不是很靠谱，哪有教人教到一半就走掉的，还把小姐一个人丢在地上。虽然荣玄已经走了，但是离出还是陪着离安一起用完午膳。初儿，这3个荷包就拜托你了。他用1上午的时间把最后一个也绣完，就是希望在离出回府时让他一起带回去。姐姐，告诉你一个秘密，娘亲知道李若棠不是她的女儿，所以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娘亲带过来跟你见面的。娘亲她会喜欢我吗？我没有你的聪明，也没有你的学识，要是娘亲她……多年的压迫让黎安的性格养成了唯唯诺诺，他害怕娘亲也会像那些人一样讨厌他。姐姐，你听好了，我没有你的性格温顺，也不及你的绣功巧妙，你有很多长处的，爹爹和娘亲都会喜欢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啊！离出一把抱住了惶恐的黎安，趴在他的耳边轻柔地安慰着。好，初儿的话我信，我会跟着先生和嬷嬷好好学学的。对了，姐姐，这荷包会不会被2房的人给认出来，是出自你之手啊？不会，我与李府的人1年见不到2次，身边也没有过丫鬟，所以我会绣活这件事，除了你便没人知道了。姐姐以后会好的，往后没有人再敢看轻你了。我知道，你该回了，别让爹娘担心。出来了许久，离出回去的时候让马车加快了速度，却没想到会在半路上被拦下来。马车外熙熙攘攘的传来各种辱骂声，听起来人还不少。不要脸的贱人，欺云祖母，陷害亲姐姐，你还敢出门？什么第一美人呐，简直是美如蛇蝎！我呸！大家都来啊，这是我家卖剩的菜叶子，不用对这种人客气。李初，像你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接着各种腐烂的菜叶子、臭水果，甚至还有石子相继砸向了离出的马车。为了防止离出逃走，甚至还有人将车上的马夫给强行扣下了。离出静坐着不动，脸上却越来越阴沉，杀戮之气也越来越浓。是谁的手笔竟然怂恿百姓来围堵他，如此败坏他的声誉？他知道继续坐在马车里也是无用，过不了多久一样会有人逼他出去。行，我们出去吧。百姓们看见离出还敢出来，顿时砸得更凶了，嘴里的谩骂也更加的难听。恶毒的女人，滚出西苑国！像你这种人就该抓去凌迟处死，好好尝尝你给别人的痛苦。
没错，你这种人呐，就该断子绝孙。青女清风紧紧挨着黎初，两个人身上都挂满了菜叶子。那够没有？蕴含内力的呵斥覆盖了周围几十米，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时间都被他给震慑住了。黎初轻掀眼皮，冷漠地扫了底下的人一眼，记下所有参与动手和谩骂的人，告上大理寺。周围的百姓瞬间不乐意了，平民百姓怎么和官府斗？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我还想让大理寺告你呢。我们只是说实话，有什么错？一个长相粗犷的男子和黎初据理力争着。去告吧，我也想知道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是从何而来的。嘿嘿，若不是事实，怎么会有这些传言？传言就一定是真的吗？那是不是我派人去宣传你是别国来的奸细？那你就是了。你别胡说啊！我可是堂堂正正的西园人。男子有些慌了。他怎么知道我是别国来的奸细啊？呸！我才不是奸细。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很显然你们都不是。黎初睥睨着这群愚昧无知的百姓，被人当枪使，还在沾沾自乐。你气晕祖母，难道不是事实？相府可是传出了老夫人病倒的消息。祖母旧病复发，确实是因为府中的小姐，但却不是我。那你说是因为谁啊？我说你们就会信吗？若有心想知道，去一趟城外的洛溪村，那里有你们想知道的答案。那个被黎香韵打死的丫鬟就是洛溪村人士，府中管家已经前去道歉和赔夫妇续金。好，那你陷害自己姐姐失去清白，这总该是事实了吧？我为什么要害我的亲姐姐？既然是害，又为什么挑了一个身份最尊贵的皇子？这也对啊，这羽王殿下是皇后娘娘的嫡子，这样说起来，好像是帮你姐姐啊。而且，事发后，当今圣上曾经下令严查过，若是我所为，我早就下狱入罪了，哪里还轮得到你们在这里伸张正义？是啊，她们是亲姐妹，这没理由这么做呀。难道真是我们误会他了？哎呀，这下完了！他要是追究起来，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别趟这滩浑水了。在黎初的解释之下，民生渐渐有了转向，百姓们纷纷丢下了手上的作案工具，讨论着是不是误会了他。黎三小姐还真是巧言善辩，你害你姐姐的理由就是你嫉妒她。荣琪本来一直躲在暗处观察，他叫了不少人混在百姓里面，砸得最狠、骂得最凶的都是他的人。黎初见过荣世子，他一出现，黎初就心里有数。今日的事乃是他一手策划，只是黎初不明白，世子所说的嫉妒姐姐是何意呢？他和荣琪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愿意当黎若堂的利剑，他无所谓，可他不该把剑指向自己。何必如此装腔作势？这些年，你借助着你姐姐的才学，博得了多少好名声，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不是我狂妄，就连号称第一才子的你都不及我分毫，我还需要借助谁的才学呢？本想顾及他的身份好好说话的，可他的态度着实让人忍不下去。好一个狂妄至极的女子，本世子倒要看看本世子是如何不及你分毫。废话不必多说，要么出题，要么让我回家，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耗着。很好，那就以这繁华街道为题作诗一首。他倒要看看，没有若堂的帮助，他要怎么化解难题。黎初沉思了片刻，便堂堂而出：宝马飙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怎么可能？再来，以皇宫为题。降泽击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半冕旒。以边疆兵将为题。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一临水，双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荣琪连出3题，黎初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给出了答复。别说是黎若堂，就连荣琪本人都无法做到。只见荣琪已经愣在原地，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黎初，惊得久久都吐不出一句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呵，说不定是若堂的诗被你拿去了呢。他还是不愿相信，那么清秀高雅的若堂会骗他。要不你拿这3首诗去问问他，看他是否能够注释其意呢？临走之时，黎初特意走到荣琪的旁边，低声说道：今日杀我不成，来日我定当加倍奉还。荣琪看着黎初的背影，闷闷不解。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杀他了？慕言十分同情被当枪使的世子，不辞其劳地帮他解惑。世子，
李小姐是把刚才暗杀她的人当成是你派来的人了。我没有派人杀他呀。世子，这口锅你是背定了，谁让事情就是这么巧呢？别说李小姐了，就连慕言都觉得是你派的。走，回去，我要把刚才的3首诗记下来。相府木秋阁，哥哥和外祖一家就要回来了。黎初刚进门口，就听见爹爹和娘亲的谈话，终于能再见到哥哥和外祖他们了。几年不见，初儿可是想哥哥了？沈秋允疼爱地拉着黎初坐在他的身边。不只是哥哥，大家我都想。你哥哥呀，想你啊，估计都快想坏了。想起这个英勇的儿子，黎相的语气满是骄傲。木松阁，黎初捧着一大堆吃的，寻找着师傅的身影，最后在水塘边的树荫底下找到了人。师傅，初儿来看您了，还带来了好吃的来孝敬您呢，快尝尝。男神医瞥了一眼点心和果盘，忍住了口水，生气地说：呀，你还记得你有个师傅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初儿忘了自己，都不敢忘了您呢。黎初奉承讨好的模样果然很受用。男神医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口齿不清地说：这还差不多。哎，下次记得带上师傅啊。黎初跟男神医说了自己跟着荣玄学武的事儿，学医的时间得拨一半出来。这段时间虽然四处奔走，但是他还是时时刻刻捧着师傅的手札，一刻都不曾松懈过。没事没事，这是好事啊！你能保护好自己，师傅呀也能放心很多。男神医表示很理解，人不该一辈子只忠于一件事，而且他知道黎初这一生绝对不可能安于后宅。多谢我的好师傅，初儿跟你保证，医术也不会落下的。他早已把师傅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只有在家人面前，他才会显露出小女儿姿态。唉，小姐不在时，我就是宝贝女儿；小姐回来了，我就成了透明人。哼！青雨嘟着嘴，坐在一旁闷闷地啃着苹果。哎，这哪能一样呢？初儿从来都是大包小包的孝敬，你都是空手来的。男神医一点都不客气地言语着自己的女儿。这么好看，夜幕降临，点个订阅吧。月光洒在窗台上，投出黎初单薄的身影。这是黎初第8次叹气了。从晚膳过后，他就一直趴在这窗台上，直到明月升空。原本想着等报完仇，他就青灯古佛了此一生，让他承担自己造下的杀孽，不要祸及家人。可是荣玄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面对荣玄，他很容易失控，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招惹了荣玄，会比招惹荣明宇更为可怕。黎初在宅院里等了荣玄整整3日，他都没有再出现。于是他就只能跟着青书先学了一些简单的招式。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怕荣玄出了什么意外，否则约定好了怎么会不来呢？小心小心！由于黎初的失神，他手上的剑被青云打落在地。若不是青云及时收回利剑，他的手恐怕得血肉横飞。我没事，先休息一会儿吧。在没有确定荣玄有没有事之前，他怕是定不下心了。他决定了，趁着晚上过去玄王府一探究竟。夜幕降临，黎初一个人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奔着玄王府的方向而去。看着高耸的城墙，他的心里开始犯难。建这么高干什么呀？他能翻得过去吗？终于在他尝试了第10次后，他果断地放弃了。算了，本姑娘懒得管你的死活了。转身正要离开时，吱呀一声，后门打开了，风雷探出半个脑袋。黎姑娘，实在翻不进来的话，不如走进来吧。看着黎初一遍一遍的翻墙，他都看急了。见他想走，他才赶紧跳下来开门。你看我翻墙多久了？从你翻的第1遍就看到了。黎初有一股想揍人的冲动，第1遍就看到了，到现在才开门。握紧拳头，瞪了风雷一眼，黎初大步地走进了玄王府。偌大的主院里空无一人，黎初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荣玄的身影。你家王爷呢？他气喘吁吁地坐在门槛上，问着一直跟着他的风雷。我家王爷已经3天没有回来了。3天？那不就正好是传他内功的那一天吗？他是去办事了吗？是啊，不过应该昨日就该回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那你没有派人去查他吗？当然派了，人还没有回来呢。罢了，再等等看吧，总归要见上一面才能彻底放心。不好了，风雷大人，王爷遇到了伏击，如今下落不明。黎初心一顿，
怎么会这样呢？什么？立即调配人手，随我进山，快！风雷快速地集结了一批暗卫，正要前往无影山。王爷就是查到了无影山有异样，才会带着风影前去调查，没想到竟然会有埋伏。王爷跟风影只有2个人，对他们来说情况不利。风雷，带上我。黎初的眉目间布满了担忧，他会陷入危难，自己有最大的责任。林姑娘，此行太过危险了，你还是先回府，找到了王爷，我会给你传消息的。她一个弱女子，要是在山上出了什么意外，王爷会活活剐了她的。不，我一定要去，你若是不带，我就自己偷偷去。风雷也是没有办法，只能带着他一起前往。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无影山占地广点阔，个订阅吧。层层叠叠，就像是一座迷宫，容易让人迷失其中。分散开去找，细找到王爷就以烟火为讯号。所有人都分开了，只有黎初跟风雷走在一起。黎初打开风雷派人取来的药箱，里面有他闲暇之余炼出来的毒药，将最毒的毒药都带在身上，只取了2颗解毒丸，他才和风雷走向无影山的深处。在大山里想要寻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找了整整3个时辰，还是一无所获。眼看着天就要黑下来，或许再过不久就会大雨倾盆，必须要加快速度了。嗖的一下，一支支利剑破空而来，黎初急忙弯下身子，才堪堪躲了过去。此时风雷已经和一群黑衣人打起来了，黎初知道自己留下来只会成为他的累赘。趁着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风雷那边，黎初压低了身子，从相反的方向逃。可还是有一个眼尖的黑衣人发现了黎初的存在，他飞身朝他的反方向追去。小姑娘，你想往哪儿跑啊？啊！黑衣人色欲熏心地朝着黎初步步逼近。大哥，小女子只是路过，你别杀我！黎初又惊又怕，摇摇欲坠的，就好像随时都会晕倒一样。黎初柔柔弱弱的样子让黑衣人更加的兴奋。放心，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是不会杀了你的。就在黑衣人离他还有3步距离时，黎初撒出了一把毒粉。恭喜你，有荣幸成为我此生第一个杀的人。黑衣人看着眼前狂傲嗜杀的女人，吐了一口血，含恨归西。风雷身上也有不少毒粉，应该足以脱身，还是先找到荣玄要紧。黎初就这样穿梭在树林间，直到衣衫褴褛，发髻凌乱。他现在这副模样，要是回京还能赚到不少铜板吧。荣玄，你到底在哪里啊？是安亦是危啊？黎初累得靠坐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喃喃自语。突然，大树的另一边传来淡淡的声响，黎初刚想走开，却被抓住了脚踝，吓得他差点大叫出声。他用力抽回了自己的脚，蹲下身子查看。荣玄，怎么会是你啊？在他的手腕上摸了片刻，中毒了，而且还不止1种，将身上带的2颗解毒丹都喂进了他的嘴里。这么好看，最后费尽了9牛2虎之力，才把荣玄给带进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杂草，才把荣玄安置在杂草上，又把洞口用藤蔓遮掩住。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后，黎初也已经累到不行了。他躺在他的身边昏昏欲睡，没多久就已经沉沉睡去。又过了一阵子，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荣玄随即睁开了双眼，他的毒素已清，意识也恢复了以往的敏锐。下雨了，这是哪里？这时他的手摸到了还有一个人躺在他的身边。是谁？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清了旁边躺着的是一个女子。等到彻底看清时，他的瞳孔里充满了震惊。黎初，怎么会是你？你既然来了，那你这辈子就真的逃不掉了。荣玄用自己的袖子轻柔地擦拭着黎初脸上的污渍，脸上带着十分宠溺的笑容。也许是雨声嘈杂，也许是山中阴冷，黎初只睡了一会儿就悠悠转醒了。他一睁开双眼，就看见荣玄的脸赫然放大在他的眼前。黎初惊呼了一声，着实是被荣玄给吓了一跳。殿下，你醒了？可还有哪里不适吗？医者的本能让他一只手还揉着眼睛，另一只手已经朝着荣玄的手腕探了过去。别担心，我没事了。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他现在最好奇的是，他怎么会来无影山，而且还救了自己。他的脉象有力，确实没有大碍了。我等了你3日都不见你人影，去了玄王府才知道你遇到了埋伏，我就跟着风雷一起来了。现在想想，他好像是冲动了些。这种要命的地方，他就这么闯进来了，丝毫没有考虑到严重的后果。
你担心我，怕我死掉？是啊，你死了谁来教我武功啊？谁来帮我对付荣明宇呢？荣玄火热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早知道还不如不问。他现在就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黎初对他看似有意，又似无意，这种琢磨不透的感觉最是折磨人。哎，我们在哪里？还是在无影山吗？在一个山洞里，大雨倾盆，夜路难走，今晚我们只能宿在这里了。好，我去洗个火堆，这山里的寒凉你受不住。还是我去吧，你余毒刚清，需要好好休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黎初搓了搓有些冻僵的手，开始把木材都搬到了荣玄的身边。这一大堆木材应该足够用到天亮了。荣玄看着黎初狼狈且认真的身影，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这是除了母妃之外第一个这么照顾他的女子。你有火折子吗？在我胸口下方，我浑身乏力，你自己来拿吧。荣玄并美人一般的侧躺在杂草上，黎初看着仍然保持雍容华贵的荣玄，再看看一身破破烂烂的自己，为什么救人的会比被救的凄惨那么多呢？他将手伸进荣玄的衣领里，四下摸索着。在哪儿呢？再往下一点。他的手已经清楚地摸到他的肚脐眼了，还能再往下？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继续在他的怀里慢慢找寻着。而荣玄在黎初的触摸下隐忍得十分辛苦，他的脖颈的青筋明显，极力忍受着那只冰凉的小手在他怀里四处游走。本是一时兴起想撩拨他，结果却害惨了自己，还真是自作自受。就在荣玄备受煎熬快忍不了的时候，找到了！黎初举着火折子欢呼道。没一会儿功夫，他就已经将火堆给生好了，周围瞬间明亮了起来。在火光的照耀下，荣玄一脸的克制，额头上也布满了汗水。殿下，你怎么还流汗了？我有些热。如今正值年关，前不久刚下过一场大雪，他都冷得禁不住发抖，他竟然还会觉得热。黎初直接顶替了荣玄，霸占了最佳的烤火位置。大雨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风雷等人一时半会儿也找不过来。等到身子渐渐烤暖了，困意再次袭来，黎初将脑袋靠在膝盖上，身体开始摇摇晃晃，逐渐陷入了沉睡。荣玄看着他恬静的睡颜，心里感触颇多。这圣经里再无哪个女子能有他这般的胆色了吧？这一夜，黎初并没有睡好，他一直沉浸在噩梦里，怎么都挣脱不出来。虫魔，你到底是谁啊？荣玄听到了黎初低低的呓语，忙将耳朵凑到了他的唇边。李若棠，荣明宇，哪怕是身心覆灭，我也要拉你们入地狱。谁是虫魔？还有黎若棠，那不是他的亲姐姐吗？看来让慕容羽移情别恋的人，应该就是他的姐姐了。没眼力劲儿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空有相貌的男人，就那么值得他稀罕？平时一副精明的样子，遇到感情，竟是这般愚不可及。一时的恼恨差点让他把黎初给扔到了地上。总有一日，他会让荣明宇消失在他的脑海里。若还不行，那他不介意让荣明宇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次日清晨，点个订阅吧。天空渐渐亮了起来，雨过天晴，整座树林里皆是鸟叫虫鸣声。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的画面美得像一幅画。黎初在晨光中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想要起身，却发现动不了。他怎么会趴在他的腿上？他又怎么会压在他的身上？黎初轻微的扭动让荣玄也随之醒来，他的脸色微变，讪讪地直起了身子。他自己都没想到，竟会在他的背上睡了过去。黎初起身，舒展着自己被压麻的身子。天亮了，我们是不是该想办法下山了？荣玄捡起地上掉落的外衣，正要起身，却突然发出了一声低吟。黎初急切地回过头，却看见他捂着自己的双腿，顿时笑意盈盈地说：“腿麻了，活该。”大人，这里好像有被动过的痕迹。这时，一群黑衣人到了山洞外面，负责侦查的人发现了藤条有被拽动过的迹象。为首的是一个长相阴柔的红衣男子，面如冠玉，却浑身带着放荡不羁。他转动着食指上红樱图腾的戒指，邪气地说道：“你们两个进去看看。”是去大人。最前方的两个人提着长剑走向洞口，将阻挡在面前的藤条全部砍掉。一个能容两个人同时出去的洞口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人，果真有个山洞。
那两个人说完这句话，就七窍流血的倒在地上，气息全无。有人来了，待会儿一定要记得跟进我。殿下，洞口有我布下的多种毒粉，他们应该进不来的。不，如果是别人可能进不来，可赤血师从风衣，擅长制毒，他进来是早晚的事。风衣，那不是师父的同门师妹？没想到他还收了弟子，传授了毒术。殿下，那我们岂不是要被瓮中捉鳖了？荣玄抬头望了望洞顶，勾唇冷笑道：“本王只做捉鳖的，抱紧我，别松手。”离出随着他的视线，很快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当即手脚并用的爬到他的身上，双手死死的扣在他的脖颈上。准备好了，你可以飞了。荣玄将离出的脸压在自己的怀里，说：“千万别让别人看清你的脸，否则会多一批暗杀。”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离出听话的将本来就散乱的发发髻给拆开了，发丝垂散在面部，看起来还有几分瘆人。笑话，要杀他的人已经够多了，他哪敢再招惹来一批呀？于是荣玄提气从顶上的出口一跃而出，抱着离出快速的飞奔在树林里。还在外面琢磨着毒素的赤血听见声响，抬头就看见荣玄逐渐远去的身影。你们先回，我去追。没有猜错的话，荣玄的毒已经解了，除了自己，没人能追得上他。赤血沿着荣玄的方向飞身追去，嘴角挂着阴冷的笑。赤血的穷追不舍，让荣玄冷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浅笑。就这样，赤血追着荣玄，绕着整座无影山飞了3圈。终于，赤血支撑不住的停下了，喘着粗气，对着前面不远的身影叫嚣着：“荣玄，有本事停下来，你和我打一场！”不爱动手的他，宁愿选择打一场，也不想再这么无止境的你追我赶了。你想杀我，我还得停下来让你杀呀！爱吃，快追上来！荣玄说罢，再度施展轻功远去，气得赤血在原地跳脚。不对，他刚才似乎看见荣玄的怀里有个什么东西，像是一个人。冷血嗜杀的玄王怎么会抱着一个人？那一幕怎么想怎么诡异。本来已经筋疲力尽，可是为了一探究竟，还是强撑着追了上去。殿下，你为什么要叫他追上来啊？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离出忍不住出声问道：“我就是想气气他，总不能说是因为还想多抱他一会儿吧？”赤血又追了3圈之后，他真的彻底累趴了，此刻正躺在草地上哭爹喊娘的。老子不追了，为了那一点银子把自己累死，这不值当啊！他已经看清楚了，荣玄的怀里是一个乞丐。战神荣玄抱着一个乞丐满树林飞，这说出去谁敢相信呢？这个乞丐一定大有来头，或许还和荣玄的解毒有关。荣玄是唯一中了他的噬魂断魄这2种毒还能好好活在世上的人，他的背后一定有不在他之下的解毒高手。只是那人会是这个乞丐吗？而荣玄已经在风雷的接应下秘密地回到了玄王府。李姑娘，我们王府里可是有天然温泉，在里面泡1刻钟便能够洗去周身疲乏。风雷边走边说。黎初羡慕地眨了眨眼睛，同人不同命啊，他也好想拥有一处天然温泉。风雷带着黎初来到温泉边，还不曾走进去，就感受到腾腾的热气往外翻涌着。李姑娘，属下不便进去，您自己进去吧。这里是王爷的后院，专属王爷个人的温泉，他们这些做下属的一般不敢进去打扰。好，那我进去了。黎初快步走进温泉池，里面有2间分开的浴房，这风雷也没有说去哪一间，应该是都可以的吧。于是他就进了左边的那一间，把门关好后就急迫的宽衣解带。这么好看，这么好黎初容光看，焕发的点出现时，个订阅吧。荣玄已经派人备好了丰盛的宴席，他一袭白衣坐等在桌边，天神般的容颜让黎初为之震撼。玄衣之下的他会多一些肃杀之气，让人望而却步，而白衣之下，他就像那误入凡间的谪仙，让人不敢亵渎。一想到方才温泉里的那一幕，黎初不由得有些面红耳赤，特意挑了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荣玄也不挑破，让人给他送了碗泛着热气的燕窝红枣汤。先把甜汤喝了再用膳。哦，知道了。黎初捧着燕窝，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桌上的美味佳肴。经过一夜的滴水未进和刚才的温泉洗浴，他感觉自己已经饿到不行了。喝了小半碗，他就把筷子转移到那道烤羊腿上，外酥里嫩，看起来格外的诱人。
只是这筷子不太跟手，半天也没夹下来一块肉。荣玄笑着拿起刀子，把肉分成刚好入口的大小，再送到黎初的跟前。啊，尝尝吧，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经过吴影山这一行，荣玄对他似乎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这带着致命诱惑的温柔，天下间有哪个女子能抵抗得了呢？黎初咬着筷子，歪着脑袋看向荣玄。他以后对自己的王妃是不是也会这么温柔？他要是成亲了，那我还能来见他吗？一想到他将来可能会跟别的女子成亲，他的心里就多了一股莫名的怒气，夹带着愠怒的眼神射向荣玄。黎初将筷子拍在桌上，不吃了，我回相府了。荣玄还以为是烤羊腿不合他的心意，又说：那你试试这道胭脂鱼，我来帮你挑刺。谁知这话反而让黎初更加的不悦。留着帮你未来的王妃挑吧，本姑娘不稀罕。然后轻车熟路的找到上次进来的那道后门，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刚才惹他生气了吗？荣玄撇过头，对着他身后的风雷发问。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还真是不假。饭都没吃完，莫名其妙的就这样离开了。依属下看，大概是黎姑娘嫌弃你，所以让你给自己的王妃加就好了。应该是这样没错，他看到黎姑娘就是从王爷给他夹菜后才开始生气的。你给我滚下去！亏他刚才还觉得他精明了几分，现在看来黎初进错御房完全是乌龙，跟他没有半分干系。风雷滚下去后，荣玄一个人静静的思索着未来的王妃，所以他是在吃醋吗？这个认知让荣玄激动的站了起来，这样是不是证明他的心里是有他的？傻瓜，我此生的妻子只有你一人。他一旦认定一个人，就不会轻易更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琉璃阁，哎呀，小姐你去哪里了？急死我们了！四个丫头围着黎初着急的问道。天知道，当他们发现小姐不见的时候，心里有多慌，又不敢声张，只能让青叔和青云出去查探黎初将去无影山救玄王的事一一道出，除了泡温泉那一茬。小姐，你贸然去救人，就不怕伤及自身吗？就是啊，也不顾自己的安危，玄王有那么重要吗？玄王再重要也重要不过自己啊！小姐鲁莽了。小姐，黎初看着越说越偏的四人，忍不住的制止道：停！再有你们说下去，我都该和玄王成亲了。你倒是想的。青羽跟在黎初身边的时间最多，他也觉得小姐对玄王殿下是有那么点意思的。还说去让青叔进来。青羽吐了吐舌头，转身就往外跑。青叔不到片刻就出现在了黎初的面前。让你查荣琪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前几日怂恿百姓在闹市围堵他的事，还没来得及跟他清算。确实是荣琪派人制造流言，并且在前一天他见过黎若堂。黎若堂这么快就学会借刀杀人的本事了？黎若堂那日见过的人不止荣琪，还有荣明宇。这阵子盯紧黎若堂的动向，还有二房也一并盯着。乐安堂，老夫人已经得知了自己患病的事。真是我命啊，天不由人呐。此时他和一个蒙面的男子正在商谈事宜。柳英，这些年你还好吗？从声音可以听出男子已近花甲之年了，他的神情柔和，一脸愧意地看着面前不再年少的老夫人。阿义，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你一面。一双老眼含情脉脉地望着期盼多年的身影。雪姨此生对不住你，若有来世，我会好好补偿你的。他们两个都是北华国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混入西渊当奸细。光阴似箭，已经3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已成了潺潺老人，却始终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老夫人很想告诉薛毅，你没有愧对我，至少你给了我一个孩子。你这次来找我，可是主子那边有音讯了。当年他们20人混进了西渊国，与主子断了联系，凭着他们的才能，如今应该都是位高权重的人了。没错，主子传来消息了，福英烈正式启动。薛毅是福英烈的头领，其余19人皆听命于他。这一天终于也是来临了。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未来皇后注定是我们的人，其余的就靠你们了。如果这时黎云凡在的话，他一定不敢相信，这就是不辞辛劳养育他的亲姨母。当年的慈爱里到底有着几分真心？
其实他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之内。1个时辰后，薛毅离开了。老夫人看着他的背影，止不住的热泪盈眶。若是可以选择，她宁愿跟自己所爱的人过着普通的日子，也不愿当一辈子的棋子，死后就连真实的姓名都不能拥有。她真的要继续这样下去吗？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楚楚，你想要的皇后之位，我会双双为你奉上。为你，我什么都愿意。楚楚，有一段时间没来看你了，我好想你。楚楚啊，我寻来了一颗绿莓，种在你的院子里。我不在的时候，就让它代替我陪你。男人温润的轻哄弥漫在耳边，让黎初醒不过来，也不愿醒来。你到底是谁？他抓着男子的手臂，一心想要看清楚他的模样。我是最爱楚楚的人。男子堵住了黎初欲在追问的樱唇，动作视若珍宝的小心翼翼，带着凉意的薄唇印上了他的额头，他的脖颈，沿着他的锁骨一路向下。黎初沉沦在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手在慌乱中摸上了他的胸膛，离心口半寸的位置有一个凸起的伤疤，是那个剑伤。月光透过半开的窗子洒落进来，他清楚看见了他的薄唇和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楚奴，你到底是谁？黎初想要揭开他脸上的面具，手却瞬间抓空了。他大汗淋漓地从梦中惊醒，长长的睫毛遮盖住了他眼底的失落，眉梢间还带着似水的温柔。为什么？既然对我有情，为何不愿带我离开？就连真实的名姓都不想让我知道。他对丑奴的情绪是复杂的，3年的情谊不是假的，对他的怨怼也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们有过一个孩子，可是长夜漫漫，一夜无眠。第2日，阳光明媚，天气正好。不好的是黎初，他顶着一双黑眼圈，静坐在饭桌上，迎接着众人对他的注目礼。初儿啊，你昨夜是做贼去了啊？先笑话他的人是黎相，他没想到这个沉稳的女儿也有出糗的时候，果然还是有一些缺点才更有人情味儿。哎，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初儿，你偷什么了？跟娘亲说说。沈秋云也是好笑的附和着自己的夫君。黎初无语的假笑了一声，语出惊人：“给你们偷个女婿回来好不好？”那可不行啊！我的女婿我要自己挑，你挑的不作数。黎相听到女婿2字，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之前听说他喜欢荣明宇的时候，他的脑袋就差点炸了。虽说后来只是一场误会，可是他还是觉得该由自己来把关比较好。黎初不知道，他爹已经偷偷的在帮他物色人选，用完早膳就直接前往他的宅院。黎初到别院的时候，黎安正跟着夫子埋头苦读，看着如此认真的姐姐，他不忍心打扰，就坐在一旁喝着茶水等待着。小姐，玄王殿下来了。清风得知玄王来了，就前来告诉黎初，而青羽则去准备茶点。带我过去吧。刚好姐姐也没有那么快学完，还是先去见见荣玄。他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正好今天就可以证实一下。这么好看，懒的点个订阅吧。就看见荣玄站在人工湖泊边，白衣飘飘，身姿挺拔，完美的轮廓。他站在那里，说不出的飘逸出尘。微风撩起他的衣摆和发丝，周围的景象瞬间黯然失色。见过殿下。黎初微微俯身，视线紧跟在他的身上，不曾有过半分移动。我们可是有过命的交情，不需要这些繁缛的礼节。荣玄扶起了黎初，便背过身去，脸上有几分不自然。这小狐狸怎么回事啊？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下，他有一种身无寸缕被看光的感觉。荣玄的转身让黎初的眉头微皱，于是他又站到了他的面前，目光凌厉而炙热。只见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直到他满意的角度才停了下来。他的表情逐渐僵硬，指尖微微发颤，一模一样，竟然和丑奴一模一样。黎初震惊的后退了半步，却没有注意到身后就是人工湖。刹那间身子有了失重感，就在他即将落水的时候，荣玄一把捞起他的腰肢，两人以密不可分的姿势抱在一起。你怎么了？为什么那样看着我？黎初的异常让荣玄百思不得其解，他看见了他的眼里有惊有喜，更多的却是不可置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让沉稳的他如此方寸大乱，险些跌落湖底？黎初并没有替他解惑，
而是直接扒开他的衣襟，查看他的心口处。胸口处洁白无瑕，那他就不是丑奴了。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心头，他闭上双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着这件事的可能性有几分。一模一样的半截脸，还有熟悉的触感和味道，独独缺了一道剑伤。压抑太久的痛楚和绝望，让黎初捂着头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黎初，有什么你说出来，我来替你解决，你别笑呀。黎初的崩溃模样令他感到揪心的疼，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抱着他，轻拍他的后背，轻柔地安慰着：荣轩，若是你的左胸口也有一道剑伤，那该有多好。黎初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轻轻地低喃着，他没有办法否认，他对荣玄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无比希望荣玄就是丑奴，是他那个未出世孩子的爹爹。荣玄清晰地听见了黎初的低喃：左胸口中箭，他是这么希望的。小狐狸到底发生了什么了，竟令他这般悲痛欲绝？既然他不肯说，那他就私下去查，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敢伤他的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对不住啊，我一时情绪过激，我让人去帮你买套衣裳来。荣玄伸手拉住了黎初，宽慰道：不打紧，一会儿自然就干了。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比起换衣裳，他更想知道的是他的心事和痛苦的来源。我没事，只是想到了一个梦境，梦境里的我太痛苦绝望了，所以一不小心就带入到现实里来了。梦境吗？荣玄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境。遇见黎初过后，他好像就鲜少再入梦。他的梦中也有一个女子，只是记忆中只有和他每晚的缠绵，还有他的酒足尽灭和他最后的挖心自戕。都说梦境和现实是相反的，你一定会好好的。我也不会让绝望和痛苦降临到你的身上。他愿意等到他对他敞开心扉的那一天。对，这辈子我会好好的，不好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血海深仇还未得报，他不能再这么消极下去。离荣明宇和黎若棠大婚还有3日时间，3日后他会送上一份大礼，聊表祝贺。你身边没有会武的侍女，我为你寻一个，如何？虽然有暗卫在他身边暗中保护，但是有些人多的场合，暗卫还是不便出现的。比如上次百姓拦截的事儿，殿下愿意割爱，黎初自然是求之不得。他的身边的确缺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女，他将来要走的路危险重重，他不想4个毫无自保能力的丫头再次遭遇生命危险。即使有人保护，你自身也不可轻易懈怠。来吧，从轻功开始。他一向只追求自身强大，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游刃有余地面对任何致命的危险。调节内力、提气，慢慢控制自己的身体。整整1个上午，黎初终于从雏鸟一般的跌跌撞撞，到能够自己从湖泊飞到对岸。当然，中间也曾多次从空中落下，掉落在荣玄的怀中。休息一下吧。黎初的毅力让荣玄很是佩服。午时了，我们去飞黄楼用膳吧。荣玄提出去外面用膳，吃府里有碍眼的人会影响他的食欲。没错，那个碍眼的人就是萧良，那个相貌颇为出色的书呆子。我府里有客人在，所以他不好意思丢下姐姐，自己去外面吃。荣玄却以为他说的人是萧良。一个书呆子算什么贵客呀？算了，那就在你府里用吧。他若是就此离开，岂不是给了他们2人单独相处的机会？荣玄不走，黎初想跟姐姐一起用膳的幻想也泡汤了。厨房很快就备好了8菜1汤，其中还有黎初最爱的8宝鸭和虾饺。饭桌上只有荣玄、黎初和萧良3人，黎安暂时还不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青羽和清风迫于玄王的威严，2人都不敢上桌，便等在一旁伺候着。至于萧良，算是赶鸭子上架，他从上桌后就默默地扒着自己碗里的白米饭，菜都没有夹过一次。玄王时不时投来充满敌意的目光，让他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他与玄王殿下素不相识，也不曾得罪过，他为何这般看着自己？难怪世人皆说战神荣玄冷面无情，残忍嗜杀，原来竟是真的。小良，你很冷吗？那明日我帮你添置几件厚衣裳。黎初看着被荣玄吓得抖抖瑟瑟的萧良，还以为是他的衣服不够保暖。他入了自己的麾下，那就是自己人，他可不能让自己人挨饿受冻。萧良低着头继续扒饭，这时一道阴鸷的目光向他扫来，
他不用抬头都知道肯定是玄王殿下。他的心里隐隐有了猜测，玄王殿下不会是因为三小姐所以才这般仇视他的吧？黎初见一桌子的菜，萧良都没有动过一筷子，心想他可能是惧怕荣玄，才不敢下筷。萧良如同嚼蜡，所有的佳肴都变得索然无味。顶着玄王殿下那愈来愈烈的杀意，他已经100%确定了，玄王殿下就是喜欢三小姐。只是玄王殿下喜欢三小姐关他什么事啊？他就是一个打工的而已。祖母啊，孙儿想回去和您一起用膳了，这顿把脑袋悬在刀子上的饭他不想吃了。殿下你也吃啊。荣玄阴冷的面色终于缓和了几分，给了萧良一个得意的眼神，将碗里的菜吃得一干二净。你也多吃点。这一幕让萧良差点惊掉下巴，他连忙捂嘴，看向跟刚才判若两人的玄王殿下。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这玄王殿下的心何止海底针呢，简直是恐怖至极。殿下，三小姐，明天就是最后一场殿试了，萧良要回去做些准备，就先告辞了。好，辛苦你啦，未来的状元郎。这一批的其他学子都并不出挑，萧良中状元已经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了。黎初眼里的期待落在荣玄的眼里格外刺眼。头名状元吗？信不信只要自己一句话，他连个榜眼都捞不着。想想还是算了，这种无端毁人前程的事儿他做不出来，不然到时候不止黎初要恼他，恐怕父皇也要削他，到最后还落不着好处。萧良回去后，黎初看着不为所动的荣玄，满脸堆笑。殿下您还有事吗？还有点事需要我前去处理，我明日会再来。他确实还有要事，便先告辞回了玄王府。李安用完午膳，点个订阅吧。这会儿抱着书籍正津津有味地看着，连黎初的到来都没有发觉。黎初默默地走到他的身后，发现他看的是《西渊观录》，他记得这本书是萧良所有。姐姐。黎初的一声轻唤让黎安吓得差点将手中的书籍给扔了出去。看见是黎初后，他才轻抚胸口，心有余悸地说：哎呀，初儿，你是想吓死姐姐不成？姐姐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干嘛这么害怕呀？哎呀，我哪有害怕，只不过是吓一跳而已啊。看着姐姐的动作，黎初微微一怔，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哼，姐姐还真是可爱的紧。倒是萧良啊，有福气了。我不逗你了，我来是要告诉你，哥哥和祖父一家就要回来了。说到此，黎初的笑意浮上了眉眼。他一直将外祖父唤作祖父，因为这样显得更亲一些。明日我会带娘亲过来的，你先做好准备。娘亲对老太婆和二房尚有情谊在，能不能断掉这份情谊，就看你们了。听完娘亲被老夫人和二房蒙蔽了那么多年，黎安一时也气不打一处来，连连点头称好。妹妹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自己的怨恨尚可抵消，全当还了10多年的养育之情，可娘亲不该再被蒙在鼓里，以真心换狗肺。黎初回到相府的时候，黎相还没回府，刚好合他的心意。在木丘阁里找了一圈，愣是没看到沈秋雨的身影。福相，我娘亲呢？只有福香在花园里整理花圃。于是黎初跑到他的面前问道：三小姐，夫人去老夫人那里市集了，应该很快回来了。黎初靠在花圃架上，一边同福香闲聊，一边等他娘回来。老夫人最近如何了？我跟夫人去过2回，看着精神不错，就是总要夫人前去市集。老夫人这个病还不到那么严重的时候，感情是故意折腾他娘亲的呀。只是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样做不就让他娘有了一个孝顺的美名吗？聊了一会儿，沈秋允就带着许嬷嬷回来了。初儿，你回来了。这段时日，初儿整是神出鬼没的不见人影，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娘亲，我有话想跟你说。黎初的面色微微有些凝重。你们2个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若是老爷回来，记得提前通知。吩咐了福香母女一番，沈秋允就带着黎初进入了房间。沈秋允看着黎初，忐忑不安地问道：初儿，可是有消息了？这段时间他几乎都在老夫人那里伺候，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查当年的事。有点线索了，明日带你去一个地方。原以为凭着娘亲的聪慧，要查清当年的真相并非难事，没想到他会先入为主，对真正的仇人丝毫没有任何怀疑。老夫人和二房的真面目，到最后还是要由他亲手来揭开。
黎相回来时，福香母女又是紧张又是防备的看着他。老爷，您回来了。福香今日的问候比以往格外的大声，好像是在提醒着什么。黎相惊得同人一颤，他的夫人难道……不会的，他和夫人恩爱两不疑，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走到门口，手还未触及到门，就已经开始发颤，深吸了一口气，便大力地推开了房门。好在屋内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人，只有他的夫人和女儿，他们母女两人此刻正怒视着他，异口同声地说：“这么大声干什么？”两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巨响给吓了一跳，罪魁祸首赶紧陪笑说：“哎呦，你们这大白天的房门紧闭，还让人在外面盯梢，我这不是急了些了。”厉云凡，你竟然敢怀疑我！我这就收拾包袱，带着女儿回娘家，你一个人过吧。一向温婉的沈秋云一听到黎相的言外之意，瞬间就炸了。结发夫妻20年，他竟敢如此怀疑他，简直是不可饶恕。黎初摇了摇头，他还是先离开吧，要是不小心看到爹爹下跪认错，他怕会被灭口。回到琉璃阁，青莲刚好有事要向他禀报。小姐，洛安堂前夜来了一个蒙面人，与老夫人商谈了1个时辰才离开。黎初第一件想到的是老夫人派去襄阳城的人回来了，可仔细一想，又似乎有点不太合理。禀报一件事用不了1个时辰之久。那个蒙面人有什么特征？应该是名60左右的老人，而且是男子。60，男子。黎初冥思许久，才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应该是老夫人的旧相识，而且必定是许久没见过的，两人可能还有合作关系。让青书去盯着老夫人那边，务必查清楚那个男子的身份。也许连老夫人也该从头彻尾的查一查了。小姐，不好了，明香堂出事了！黎初刚吩咐完清风，就听见门外传来清河的疾呼声。明香堂是他名下的店铺之一，主营一些女子用的胭脂水粉，从来都是正正当当的，既无功也无过，怎么会出事呢？有3个女子用了我们店里的脂粉，结果整张脸都烂了，如今正在店里闹事，还报了官府。此事若是解决不了，明香堂不只要倒闭，甚至还会背上官司。稍等我片刻。黎初快速地换好一身朴素的衣裳，卸下钗环，戴上了面纱。走吧。主仆几人飞快地赶往明香堂，希望能赶在官府来之前率先到达。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明香堂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黎初几人费了不少功夫才勉强挤了进去。让一让，我们明香堂的管事来了，此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青羽喝退了几个不肯退让的家属。你们这是什么黑店呢？你自己看看，我女儿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这将来还怎么嫁人呢？还有我的娘子，我们新婚燕尔，本想给她买个礼物，却不想会害得她容颜尽毁呀。没错，官府已经在来的路上，今日若是解决不了，你们这店铺也别想再开了。安静，至少要先让我了解事情的经过，不然我怎么给你们交代？黎初朱唇轻启，声音冷若冰霜。青羽，将我们剩余的脂粉取出来。这几位小姐，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脂粉？清河是个极为细心谨慎的人，每次到货他都会亲自试用，所以问题或许是出在他们手中的那几瓶上面。你想偷偷调换，有我在，你想也别想。其中一个女子的母亲站出来阻止道：“这位夫人，这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没有那个能力调换，而且这引起溃烂的原因，若不及时查清，这脸可就彻底救不回来了。”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浅浅看了那几位女子一眼，他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定论，是毒，他们应该都是中毒，而且还是同一种。如若不能及时排清毒素，毁容是小，还有可能会性命不保了。姑娘啊，你是会医术的对吗？求你医治好我们，我这才刚刚成亲，不能就这么毁了容貌呀。那位挽着头发的少妇离黎初最近，她清晰地闻到了她身上的草药味儿，那是长期沾染药材才会留下的味道，所以她推测黎初是懂医的。娘，你让他看吧，别真的毁了女儿的脸。是啊，他说我们还有救，先让他看看再说吧。剩余2位女子一听说黎初懂医，连忙跟着求情。多谢你们愿意相信我，我不会让你们毁去容貌的。你们的3盒脂粉都被下了剧毒，名为蛇蝎美人，此毒价值1000金，我不可能花重金来毁坏自己店铺的声誉。那3名女子听到剧毒，都差点晕厥过去了。啊，那可怎么办呢？天哪！她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将来还得依仗她，这下全都完了。这毒我知道，是人称玉都公子的赤须的所炼，他的毒可都是厉害无比啊。一位卑贱的中年大叔开口说道。
那3名女子中的少妇强忍内心的惧怕，恳求的眼神望向黎初。姑娘，你能一眼看出是什么毒，是不是代表着你也能解毒啊？此毒我能解，你们3个跟我进内堂吧。厢房里，黎初取出可解蛇蝎之毒的药材，碾成药末，做成药糊，均匀地涂抹在他们3人的脸上。会有微微的瘙痒，不过还能忍受。记得千万不能用手去抓。治了这么久还不见效果，看来也不过只是虚张声势罢了。突然，一道挑衅声响彻在整个明香堂。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真的好了，点个订阅吧。我的脸好了，太好了，吓死我了！多谢姑娘替我们解毒，姑娘倒真是医术高明啊！3名女子喜极而泣，本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没想到还能迎来生机。不必客气，我们出去吧，不然你们的家人该着急了。他也想出去会会刚才那个挑衅他的人，声音蕴含内力，又有几分熟悉，他大概知道是谁了。他们的家人也刹那间一拥而上，仔细地查看着他们的脸蛋儿，确认他们真的完全恢复了，才转身对着黎初诚恳地道谢。姑娘，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哎呀，多谢姑娘不计前嫌，治好了我娘子啊！没错，要怪就怪那个什么毒公子，用这种下作的毒来害人。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从没有任何地方得罪过他，却遭他如此的坑害，一时间怨言四起，在场的人无不指责谩骂着玉毒公子赤血。唯有一位玄衣公子，他手持玉箫，如毒蛇般的眼睛径直射向了黎初。原以为他只是在拖延时间，没成想他竟真能解了自己所制的毒，还真是小看他了。如此小的年岁就能有这般医术，比起自己也不遑多让啊。说是让他再成长几年，说不定就连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还真是有趣极了。这位公子，你说那赤血公子这么做究竟是何用意呢？不知不觉间，黎初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意味深长地问道。赤血抬头看向黎初，四目相对，他被黎初眼里的戾气震退了半步，不由得心里一惊。他不是相府千金吗？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气场？就像是从死神堆里爬出来的怨鬼一般。姑娘说笑了，在下又不是赤血公子，怎么能明白他内心的想法呢？赤血的唇边挤出了一抹浅笑，镇定地说道：是吗？在场的人都在谩骂他太过阴狠，就你没有，我还以为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下几乎所有人都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对呀，就你没有，你们是不是一伙的？说不定就是那个什么公子派来打他消息的。好一个狡猾奸诈的女子，这不是要逼着他辱骂自己吗？算了，他堂堂7尺男儿，何必跟一个小女子多做无谓的争执？来日方长，改日他会再来向他讨教一番。思及此，赤血一个闪身脱离了人群，深深看了黎初一眼，便飞上屋檐消失不见了。已经证明了明香堂的清白，黎初也没有过多理会那群还在议论纷纷的百姓，直接就回了相府。清河则要留下收拾残局，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离开。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小姐，点个那个订阅吧。玄衣公子你认识吗？青羽走在黎初的身后，不紧不慢地问道：没错，他就是玉毒公子赤血。啊，是他下的毒，他为什么这么做？黎初回想那是在无影山，他应是没有认出自己的，所以设计明香堂的人可能不是赤血。应该不是他，我与他无怨无仇，他会出现在那里也许只是巧合。能花千金来陷害他的人，这圣经里可不多。这不多的人里面，黎若棠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小姐，青叔有事禀报。黎初刚回到琉璃阁，青叔就找过来了。十二房有动静了。是，黎若棠曾派人去借了玉毒公子。黎初心里一片了然，果真是他。大婚将至，还有漫天的传闻缠身，他居然还有精力抽出时间来对付他。以往的他可没有这般沉静。是谁在背后教他？二房吗？青叔，你和青云去襄阳城接黎家的人过来，这是解药，可管1个月。黎老爷子是个聪明人，他会知道自己该如何取舍的。小姐，我们都离开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呢？不妨事的，玄王今早说了，会为我寻来会武的侍女，应该很快就会来了。乐安堂，祖母，刚收到消息，那毒被黎初解了。老夫人的眼中也有着少见的认真，嗔怒道：小贱蹄子，竟颇得几分男神医的真传。这男神医还真是不同凡响，短短10日就能让他学有所成。若是自己的孙女也能跟着他学习，
那对未来定然大有裨益。祖母，现在外面都在传我和荣琪的绯闻，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可怎么是好啊？既然不能出门，那就先别出了。有些事不必亲自去，书信也可传达。我以往都是以黎初的字迹念诗，我自己写不出来呀。黎若棠又羞又恨地低头说道：你的妹妹韵儿习得了一手以假乱真的好书法，她会全力助你的，指望你将来平步青云时别忘了她就好。祖母放心，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定会好好爱护她的，前提是她别妨碍了我的路。很好，祖母想让你去跟着男神医学医，你可愿意呀？黎若棠微微有些讶异，祖母为何想让她去学医？不过黎初能学会的，她一样也能。若棠愿意，只是男神医那边，再粗的钢针也怕人磨，只要让男神医看见你的恒心，我想他会愿意教的。黎若棠点头微笑，信心十足。自己是相府2小姐，比黎初这个3小姐还要贵重一些，她没有道理不教。对了，祖母，我这几日心头总是惴惴不安，襄阳那边可是无异呀？派去的人回来了，大哥说一切还如往日一般，并无异常。老夫人口中的大哥就是黎老爷子，只是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黎初给控制住了，并且不是就将举家来京，还会给2房最为惨痛的一击。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的早晨，点个订阅吧。趁着黎相上朝的时间，黎初带着沈秋云偷偷来到他的宅院。初儿，我们做贼似的瞒着你爹爹，这要是被他知道了，会不会气恼我们呀？那不是我该担心的，天塌下来有娘亲担着呢。哎，好你个没良心的，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啊！谢谢娘亲的夸奖，我们走快点吧。你还没告诉我，到底是来见谁呢？是知情人吗？沈秋云的心里泛起了波澜，神神叨叨的，就不能直说吗？来到花园，黎初指着花丛中的少女说道：人不就是在那里吗？娘亲何不亲自去问问呢？沈秋云走到黎安的跟前，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这张脸跟他年轻的时候毫无分别。姑娘，你是我的女儿吗？他想问又不敢问，突如其来的惊喜已经淹没了他的心。他不想大喜过望之后再以无望和绝望来收场。夫人好，我叫黎安。本来是要叫他一声大伯母的，可是他真的叫不出口，这是他的娘亲啊。你叫黎安，是哪个黎安？黎家2房的黎安，父亲黎文，母亲柳俏。初儿。沈秋云艰难地望向黎初，眼里又是欣喜又是悲痛，眼泪潺潺地流个不停。夫人，想听听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吗？沈秋云激动地点着头。从去到襄阳开始，我一直都是孤身一人，身边没有过仆婢，住的是以前养牲畜的破院子，遮不了风，挡不住雨，夜里连一盏明灯都没有。不管多冷的天，身上穿的永远是单薄的夏衣，偶尔黎香韵高兴时还会赏我一件她丫鬟不要的衣裳。我的儿啊，娘亲该死，娘亲怎么做都弥补不了你受过的伤痛了。你是相府的嫡女，相府才是你的家。走，娘亲这就带你回家。他要回去，把那些人全部都扫地出门。黎云凡若敢出声阻拦，那他不介意跟他和离，然后带着3个儿女回娘家。无论是护国公府还是将军府，都会很欢迎他们的。娘亲，姐姐暂时还不能回家。黎初对2房的人也是一样的痛恨，可是这个时候回去对姐姐来说没有任何好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要到哪天才能为你姐姐讨回应有的公道？娘！黎安鼓足了勇气大喊了一声，这一声果然拉回了沈秋云的理智。你叫我什么？你再叫一遍。沈秋云泪眼朦胧，不敢相信地看着黎安。娘！第一声是为了安抚他，第2声却是发自他自己内心的呼喊。我苦命的女儿啊！母女俩抱头痛哭，声泪俱下。黎初呆呆地蹲在旁边抹着眼泪，怎么自己突然变成多余的了？娘亲，圣旨上清楚地写着，
赐婚相府二小姐。此事若揭破李若棠的身份，那姐姐……沈秋允深思了片刻，初儿说的没错，是我冲动了。先让李若棠嫁过去再说吧。2日后就是李若棠和禹王的大婚了，我能等得起。等他一过门，就马上揭发他的身份，看他还怎么稳住禹王正妃之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今日怎么这么晚了？还有，是谁在那边鬼哭狼嚎的？荣玄指了指离安院子的方向，黎初当即甩了一个白眼过去。会不会说话的？有这么说人家娘亲的吗？没什么，你听错了，我们开始吧。啊，那就开始吧。以他的耳力，怎么可能会听错？小狐狸还是对他有防备之心呢。相比上一次，黎初这次飞得好多了，让站在下面的荣玄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他有了自己的保命手段，悲的是一旦他学成，就再也没有美人入怀的机会了。荣玄离开后，黎初神情麻木地走到了姐姐的院子。你自己在这边，我不放心。不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搬过来陪你一起住。黎初被这一句话给惊醒了，脑门上冷汗直流。娘亲，这可不行，爹爹会扒了我的皮的。他不敢想象，若是爹爹知道娘亲跟自己出来了一趟就要搬出去住，那他会不会……不敢想，不敢想。娘，你就别吓初儿了，天色已晚，你们赶紧回吧，不用担心我。姐姐，你照顾好自己啊，我明日再来。初儿，你说娘亲是不是特别愚蠢？是娘亲心善，不愿意去怀疑这所谓的家人。可我现在才明白，真心不一定能换到真心呢。只要拔掉这颗毒瘤，我们一家人一样可以过安乐的日子，娘亲不必耿耿于怀的。好，这次回去我就将那半份掌家之权收回来。那初儿就等着娘亲大显身手。乐安堂里，老夫人几人正坐在一起闲话家常。见过夫人。老夫人身边的春嬷嬷先看到了沈秋允的到来。大家都在呢，正好我也有事宣布，从今日开始，我要收回柳俏的管家之权。此话一出，柳俏顷刻间就慌了，她没想到才到手不久的掌家权这么快就要被收回了。大嫂，你是在开玩笑吧？看看我像是在说笑的样子吗？以后啊，你就不必再到账房去了。你母亲还在这儿呢，哪里轮得到你做主啊？秋允啊，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为何突然就要收回掌家权了？我与几位诰命夫人喝茶闲聊，他们说我让出掌家之权会对相爷名声不利。我想想也是啊，老夫人曾说过，凡事要以相爷为先，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胡说，这怎么就能扯得相爷？分明是你自己不愿，拿相爷当借口罢了。柳俏的脸色十分难看，已经开始气急败坏了。熬了快20年，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管家权，凭什么他沈秋允说收回就收回？秋允，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看你太过操劳，这身为一品诰命夫人，每日里要忙着跟那些达官贵人们打交道，还要管理府中的琐碎之事，所以才让柳俏从旁协助你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我哥哥即将凯旋回朝，我爹娘也会一同回来。若是他们看见相府里有人越俎代庖，一不小心告到了圣上那里，可怎么办呢？既然这样，这相府我们住着也不安心了，我们还是搬出去吧，或者直接回襄阳，省得再影响了相府的声誉。你们既有此意，待相爷回府，我会转告你们的意思，替你们另寻宅邸。柳俏的眼神犹如毒蛇一般紧贴在沈秋允身上，而沈秋允却带着黎初转身离开了。若堂成婚在即，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差错，否则容易功亏一篑。柳俏，把管家权还回去。目前也只能舍小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回到琉璃阁的时候，几个丫头齐齐地站在门口，就像守卫的士兵，姿势板正。呀，你们这是在练功吗？不错不错。青羽对着黎初不停地使眼色，眼神看向房内。有人在里面，是谁啊？黎初快步地跨进卧房。没人呢，这几个丫头神神秘秘的做什么呀？正当他想要出去询问一番时，一道红色的身影从天而降。不对，应该是从屋檐而降。风月见过主子。一个长相极其明媚的红衣女子跪在了黎初的面前。风字开头，风月是荣玄身边的4大暗卫之首。风月统领，你的身份太高，小女子万万不敢接受，还望替我回绝王爷。主子，4大暗卫只有我是女子，
你若不要我，那王爷可能会派风影或者风雷过来。风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风影可是和王爷寸步不离。黎初嘘嘘的笑着说：“不能够吧？都说好了这个送女子的。”风月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谁知道呢？王爷有时就是这么出人意料。那还是你吧，以后就要辛苦风月统领了。”王爷说了，暗卫名单上除去了我的名字，以后我的主子只有你一人，还请主子重新赐名。好，那以后你就叫清月了。清月，多谢主子赐名。对了，门外那几个丫头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想拦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力，一下就被我全都撂倒了。清月双手环在胸口，眉毛一挑，眼中有那么几分淡淡的嫌弃。他们自幼便跟在我身边，说是丫鬟，但其实与我是同吃同住的，是有些娇弱，你别对他们太过严苛。主子若是想在家里相夫教子，那他们的懈怠倒是没关系，可若小姐要走的路布满荆棘，那他们……我这辈子注定走不了平凡路。主子，那清月就先下去挑房间了。去吧，没人的房间都可以住的，挑你自己喜欢的。清月提着包袱走出门口。魔女，你想干什么？清风不服地看着面前的清月问道。以后我就叫清月了，再叫我母女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对了，他说他以后叫清月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跟我们一样了，不会以后还要跟他日夜相处吧？还是去问问小姐吧。四人踏进房门时，黎初刚好考虑清楚了。你们来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小姐，是清月的事儿吗？青羽觉得小姐要说的事儿应该是和清月有关。没错，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月以后要加入你们，陪在我的身边。第二件，我想为你们寻个好人家，让你们以相府小姐的名义出嫁。小姐，你不要我们了吗？啊，小姐，我们不想嫁人，我们就想陪在小姐身边。先听我说完，让你们离开，我比谁都更痛心更难过，可是我没有办法。原来是这样，所以小姐才招来了清月这个武功高强的侍女。这么好看的，点个订阅吧。能不能教我们习武啊？清风差点又把魔女二字脱口而出。习武可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那种苦你们吃不了的。没关系，我们能吃苦。小姐都能吃的苦，他们为什么吃不了？行，跟我来吧，待会儿别哭爹叫娘就好。清月把他们带到空闲之地，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直到夜幕降临，整整2个多时辰，他们都没有停下休息过。他们不是不累，而是咬着牙根拼命地坚持了下来。那份毅力让清月都有点刮目相看。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错，明日继续。用膳期间，黎初看着他们一个个都神色疲惫的模样，心里满是不忍。吃饱了就回去洗漱休息吧。小姐，我今日想早点睡，不需要你们伺候。清月留下。主子请吩咐。去帮我盯着老夫人那边，若是见到一个蒙面的六旬老人，替我查清他的身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近日他一定会再来的。是。顷刻间，清月的气息就消失在了房间里。清月换了身黑衣，隐匿了气息，躲在乐安堂最高的那棵树上，观察着整个院子的一举一动。终于来了。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没入了主院，清月鬼魅般的身形一闪，瞬间就来到了老夫人的窗外。阿姨，你怎么来了？主子有话要传达，我也想顺便来看看你。什么话？主子会暗中扶持荣明宇上位，你要尽快让黎若棠怀上身孕。倘若黎若棠怀上身孕，那么荣明宇就可以功成身退了。放心，这事儿啊，我早有打算。还有，这是我为他添置的嫁妆，就由你交给他吧。薛毅从怀里掏出一颗硕大的夜明珠，看起来价值不菲。老夫人泪眼潸潸地捧着夜明珠，她懂他的意思。今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咱们再见的时日不多了。好了，我该离开了，你好好休息，有机会再来看你。清月悄悄地跟在薛毅的身后，来到了一座威严壮阔的府邸。薛毅回到卧房，扯下了面巾，那张脸赫然是九门提督薛仁的脸。清月快速地回到琉璃阁，将他所看见的经过都禀告给了黎初。九门提督薛仁。黎初听完，猛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一定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小姐，可需我去打探背后的人？不，以你一人之力前去打探，太过冒险了，不可莽撞。凡事以自己的安危为先。次日，黎初一大早就跑到娘亲的院子里。
天哪！我这些年来竟然卧在猛虎身边酣睡。沈秋允听完黎初的讲述，所以认回姐姐的事情要暂缓了。少了黎若棠，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黎香韵也可以顶上，甚至是姐姐和我，他们要的只是能够怀孕的相府千金。暂缓就暂缓吧，对他来说，家人平安健康更为重要。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盛京最大的青楼花梨楼，荣玄坐在豪华的包间内，听着下属的禀报，双眸微微一沉。好大的野心啊！如今西渊、南齐、北华三国鼎立，北华偏要打破这份宁静，不就是欺我身中剧毒，命不久矣？萧燕行，你怕是没有想到我的毒早就解了，我等着你送上门来，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风平，你做得很好，继续打探。多谢王爷。今日怎么不见风月呀？风影的身边站着一位看起来很是率性肆意的男子，他就是四大暗卫之一的风庭。风月被王爷送人了。风影偷偷的在风庭的耳边说道。送人？风庭不敢置信的看荣玄。那可是所有暗卫的统领，连我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这不是把自己势力都拱手让人了吗？不会说话就把嘴巴送人，我那是妾，将来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到时候夫妻俩还分你的文吗？风影这个榆木脑袋，难怪讨不到媳妇儿。爷，那能不能把我也送人呐？你不配。王爷，风月传来消息，黎小姐有事要见你。是风雷从玄王府带来了消息。你们不许跟着。荣玄拿起披风，起身奔向了相府。到了午时，黎相才喜笑颜开的回到了相府。用膳时，黎初看着笑了8次的黎相，不解的问道：“爹爹，您捡到钱了吗？”好好的吃着饭，时不时的传来一阵笑声，让他这一顿饭吃得胆战心惊。钱没捡到，倒是捡到一个新科状元。这次倒是惊险的很呐，一直以来都是萧良拔得头筹，他也觉得萧良中状元已成定局。谁知电视上闯出一匹黑马，也就是林轩，他的才学和策论竟也丝毫不逊于萧良。朝堂上一时分成两派，各执己见，一波站在萧良这边，一波站在林轩那边。最后还是萧良那偏为仁义的策论打动了皇上，封萧良为状元，林轩为榜眼。哼，你什么时候还当起媒人来了？而且还是自己女儿的媒人？什么？爹爹，你想给他当媒人？那可不行。要是爹爹真给萧良做媒了，那他的姐姐怎么办？哎呀，出而不及，这么好的人才，爹爹肯定是留给你的呀。我？黎初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这又开始喘上了。不是棒打鸳鸯就是乱点鸳鸯，这什么爹呀？直接拒绝吧，怕他临时起意就把萧良做媒给了别人。为了姐姐，还是先答应吧。好啊，爹爹，我都听你的。哎呀，你听爹爹说呀，他是真的很不错呀，以后会……什么？你答应了？黎相还在喋喋不休，没有注意到黎初已经答应了。哎呀，初儿啊，那萧良是真的是个人才呀，你别算计人家呀。爹爹说的什么话啊？你女儿是那样的人吗？哼，你不是吗？我只是希望你给爹爹一点面子，别太欺负他啊。黎初感觉自己再继续跟他聊下去会七窍冒烟，简单吃了几口就夹着尾巴逃回了琉璃阁。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什么玄来了？黎初没有发现自己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高兴。他不是说今日有要事要办，怎么还有时间来找他？荣玄，恭喜黎小姐即将喜结良缘，到时候本王会亲手送上贺礼。荣玄强忍着怒气，起身就要离开。黎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下意识的不想让他离去。他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荣玄的腰身，两人的身体毫无缝隙地贴合在一起。我跟谁喜结良缘呢？你说的话莫名其妙的。他最不喜欢误会，有什么误解还是要当场说清楚比较好。荣玄回过身，轻轻抓着他的双臂。我知道你答应你爹嫁给萧良的事儿，我对你的心一点都感觉不到。我以为你对我是有情，原来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喜欢我呢？黎初难以置信地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切是那么的突然和意外。你误会了，我爹的确有女儿要嫁给萧良，不过不是我。你姐姐许给了荣明玉，你爹有3个女儿。我爹的女儿只有2个，不过如今府里的这个是假的。为了将事情解释清楚，黎初不得不把姐姐被调换的事情和盘托出。
原来是这样。此事在酒店，我就问你，你对我可有喜欢？我有很多不能说的苦衷，我只能说，我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有朝一日大仇得报，若你还在原地等我，那我必不负君。不管你走什么样的路，或者走到哪里，只要你回头，我就一定会在你背后。趁着两人在里面腻歪的功夫，风婷找到了清月。嘿嘿，风月，我回来了。哎，你有没有想我呀？啊！清月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欠揍的脸，自然是想的。你不在，我都没有比较顺手的沙包用。第二天，正是荣明宇和黎若棠的大婚。黎若棠已经装扮整齐，等着新郎官上门迎接。老夫人和柳俏坐在一旁，对她叮咛教诲：你要记住，只有抓住了禹王的心，你的地位才会不可撼动。可惜啊，不能以母亲的身份送你出嫁。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庆祝黎若棠终于要离开相府了，她终于可以展开真正的报复了。荣玄到来的时候，黎初已经一壶酒下肚了。阿玄，你怎么来了？黎初的唇紧贴着荣玄的下巴，言语间还带着些许撒娇之气。怎么还喝起酒来了？今日本该是他姐姐认祖归宗的日子，却在不得已之下耽搁了。他担心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会在宴会上惹出什么乱子。不许阻拦我，我就是想喝2杯，想暂时忘记那些伤痛，就让我任性这么一次。明日开始，我就又是那个背负着仇恨的黎初了。楚楚，不要这么折磨自己。若不是你对我还有戒心，我恨不得代替你承受所有。你好像他，真的好像。紧接着，他的双手无力地垂在两侧，就这么醉倒在荣玄的怀里，将黎初拦腰抱起，送回了他的床上。荣玄起身准备回禹王府，弟弟大婚，他这个做哥哥的不在，老头子怕是会气得跳脚。吉时已到，新郎牵着新娘子的手，缓缓地走进了大堂。新郎一袭红袍，韶光流转；新娘同是一袭华美的红袍，身段姣好，只是隔着盖头，无法窥探到她的容貌。皇上和皇后娘娘坐在主位上，新人一线相牵，永结同心，谨拜堂礼。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好好好，今日禹王大婚，众位爱卿都不必拘束，要吃好喝好。荣明宇将黎若棠送回了清音阁。黎若棠今天格外细心的打扮，让荣明宇一时移不开眼。夫君，荣明宇哪里经得起他的撩拨，直接扑了上去，横着他的脸就要吻下去。哎，等等，夫君莫急，你还得出去敬酒陪客人呢。若棠会乖乖的等你回来的。等我回来，再好好的疼爱你。多谢皇兄抱恙前来参加我的婚宴，皇兄身体可还好？荣玄微微侧头，抬起眼皮，淡淡的应了一声：“剧毒无解，不过是拖延些时日罢了。”可我看皇兄神采飞扬，倒不像是性命垂危之人呐。用了烈药，目前倒是尚可，只是……话说到一半，荣玄突然间开始剧烈的咳嗽，脸上也蓦然间变得毫无血色。伯爷，该回去服药了。风影轻拍着荣玄的后背，提醒着到了吃药的时间。荣明宇试探性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游走了几圈，才确定了荣玄是真的已入膏肓。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打扰皇兄了。荣明宇怀着愉悦的心情走向了洞房。春宵一刻值千金，还是不要在这个将死之人的身上浪费时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距离年关已经不足10日了，窗外渐渐飘起了雪花。清月，辛苦你了，这么冷的天还要在外面奔波。不辛苦，小姐。昨日城外的林家庄惨遭山匪屠村，禹王带兵前去剿匪，结果身负重伤，至今仍昏迷不醒。若我说算错，此事想必已经传遍整个西院，而荣明宇负伤也是真假参半。小姐是说禹王负伤是假？何止负伤是假，连这批流匪都来得极为蹊跷。去打探一下林家庄可有异常。清月奉命而去。小姐，红云来了。红云见过三小姐。起来吧，你这个时候来是不是有要事啊？是，小姐这个月的月薪没来。还有，禹王殿下表面上受伤严重，但和小姐颠鸾倒凤时却是生龙活虎。我知道了，你的亲人我都已经安置好了，也能保管他们的生活无忧。你想去看望的话，我可以派人护送你过去。多谢三小姐。
奴婢就不去了。出来太久，小姐会起疑心的。奴婢要回去了。好，行事谨慎一些，莫要让人发觉。打探不到的消息，不要强行再探，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是，小姐，红云这不是在与虎谋皮吗？太危险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知道了黎若堂那么多事儿，你以为黎若堂会愿意放他离开吗？清月得到黎初的命令，马不停蹄地赶往被屠的林家庄。说来也怪，这一路上竟多了许多游走的百姓。清月将马拴在一处隐蔽的角落，西边的树林里传来了几声若有若无的低吟，应该是在那里没错。清月运转轻功，朝着声音的来源飞奔而去。救我！少年眼睛紧闭。小姐，此人正被追杀，说不定他会知道什么秘密，所以我就将他救回来了。趁着黎初施救的功夫，清月将他遇见的事都说了出来。你做得很好，等他清醒，说不定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什么重要的消息。你在这盯着，说他醒过来再来报我。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意识尚未完全恢复的书生淡淡的问道：“你失血过多，先起来把药喝了再说。”是你们救了我吗？是清月救了你。我有些话想问你，不知方不方便？小姐，请问林某必知无不言。你也姓林？黎初瞳孔一缩，继续试探道：“那你可知那被刘匪屠杀的林家庄？不知林家庄还剩余几人？我能查出背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和屠村的真相。你说的是真的？清月有能力从那些人的眼皮子底下把你救回，同样有能力查清楚真相。这个小姐能帮我查到真相，林轩愿意做牛做马来回报小姐的恩情。林轩和新科榜眼同名同姓，你可不要告诉我这是巧合。不是巧合，因为我就是新科榜眼林轩，我是林家庄的人。据我所知，榜眼林轩被封为光禄寺少卿，已于今日走马上任了。我还在这里，是谁去上任了？黎初伸手扶起了他，才忧虑重重地说道：“好大的阴谋，谋的是整个西渊，难怪敢拿整座村庄当做牺牲品。西渊，这两者之间有何干系啊？禹王剿匪负伤，不过是个幌子。不过现在的他还没有狠毒到那个地步。屠村的事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手。你是说，屠村的人是禹王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自然是为了那个权力最高的位置。屠村事件最大的受益人，可不就是他吗？你不必绝望，我会助你复仇的。”林轩不敢置信地望向他。为什么？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可以合作。可是，凭我们这单薄的实力，如何能撼动得了一个王爷啊？你家暗中潜伏，日后必有报仇雪恨的一天。一切全凭小姐的意思。琉璃阁，小姐，小姐，大少爷回来了。你说谁回来了？是大少爷，已经到了大门。大门口，一名气宇轩昂的男子跨马而下，一身白色的战袍穿在他的身上，显得威风凛凛。哥哥，是初儿吗？来，哥哥抱抱。离京3年，他想这个妹妹想到几乎快疯掉了，所以才会脱离了军队，只身一人先回了盛京。一路上，马都被他跑死了几头。初儿这个小书呆子，竟然还学了武啊！哥哥，你竟然回来了，真好，真好！哎呀，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哥哥不心疼的。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哥哥还没休息吗？点个订阅吧。哎，是不是睡不着？有很多话想跟哥哥说呀。过来。黎墨看向黎初的眼神只有满满的宠爱。哥哥，这几年你过得好吗？我的妹妹果然长大了，都知道心疼哥哥了。放心吧，哥哥过得很好，祖父祖母还有舅舅他们也都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没有想到哥哥会提前回来。还有，祖父他们多久到啊？快了，应该也就3-5天了。哦，对了，若堂和那雨殿下是怎么回事啊？是我对他和荣明宇下药了。黎墨的手突然变得僵硬，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黎初，他不相信他那个乖巧可爱的妹妹会做出这种事来。是不是觉得我太狠？可是我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你的意思是若堂先这样对你的？黎墨的疑惑又加深了几分。他离开不过3年，为何他们姐妹2人会走到这种针锋相对的地步？你们2个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呀？在赏梅宴上，他勾结荣明宇对我下药，我若不反驳，今日身败名裂嫁给荣明宇的人就是我了。闻言，黎墨猛地站起身。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爹和娘的女儿。那他是谁？娘亲生下2个女儿是事实，如果若堂是假的，那真的又在哪里？黎若堂也姓黎，那是黎文和柳俏的亲生女儿。黎文和柳俏，
不是二叔和二婶吗？8年不见，他几乎都快忘了这2个名字。对了，他想起来了，二叔的大女儿好像和若棠差不多大，所以是小时候报错了吗？既然报错了，那爹娘是如何打算的？你就不想问问你的亲妹妹林安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吗？二叔二婶应该待她不薄，应该也过得极好，我挺放心的。那可就让你失望了。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仅剩最后一口气，但凡我晚去一步，这世间就多了一条无辜的冤魂。只见他面露狠色，狰狞地问道：原来不是报错的，好一个二房，竟敢如此践踏我的妹妹！老夫人表面看似简单，实际上可是非同凡响。她可是……整整1个时辰，黎初才将他的猜测全部讲述完，并且把林轩的事也给说了出来。所以我有意把林轩安插在你的身边，让他改名换姓做你的参谋，将来对你也大有裨益。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把明天的时间空出来，我带你去看看姐姐。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姐姐点个订阅吧。初儿，黎安听见身后传来的声响，急忙回过身。初儿，姐姐有话想跟你说。这么巧啊，我也有事要和姐姐说。那是姐姐先说呢，还是我先说？还是初儿先说吧，姐姐的事儿不着急。真的不急吗？你不急，她可急喽。黎安愣了愣神，有些疑惑地看向黎初。行啦，我们再聊下去，有人就要变成望妹石了。偏过身子，让黎安能清楚地看到他身后的黎墨。还是大哥，那个成为少年将军的大哥。哥哥可以抱抱你吗？两人对视了有半刻钟，黎墨才蹦出了这么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话。黎初忍不住地翻了个白眼儿，他这是抱习惯了，有些担心他日后会不会找不到媳妇。大哥，黎安强忍着哭声，眼睛被水雾遮挡住。恒儿，你受苦了，以后大哥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不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不要为我难过，能和你们重逢也是我的大幸，我们该高兴才是。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小姐，清月查到了些蛛丝马迹，你们先聊，我有些事情要去处理一下。跟两人说了一声，黎初就带着清月去了林轩的院子。林轩，以后你就改名为林恒，是我大哥身边的参谋。我向你保证，最多不过2年，我必让荣明宇命丧黄泉。林恒一切都听从小姐的吩咐。如此甚好，跟我去见见我哥哥吧。哥哥，为你引荐一个人，他叫林恒，以后就是你的参谋了。属下林恒见过少将军。起来吧，我身边没有那么多规矩，没人的时候就不必行礼了。是，少将军。如此，林恒便跟着黎墨一起回了相府。华灯渐上，一场夜雨打击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味。黎初拢了拢身上的披风，将一叠宣纸仔细地收到了木盒里。楚楚，我好想你啊！一道沙哑的声音从身后响起，黎初的身子也落入一个湿漉漉的怀抱。荣璇，黎初喜笑颜开地转过头，却顿时满眼呆滞，眸中怒火渐生。荣璇身负多处刀伤，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衣，就连那张俊美的脸庞上也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看起来分外触目惊心。你伤得如此严重，为何还要冒雨过来啊？清月，去宣王府去套衣裳过来。黎初冲着门外喊了一声，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帮他解开了还在滴水的外衣。我想快点见到你，所以就这副模样回来见我。再有下次你就别来了。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你别担心。小姐，衣裳拿来了。清月放下衣裳，快速地退了出去，这可不是他能待的地方。省着一点。黎初轻轻将麻沸散均匀地撒在他的伤口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黎初耗费了半个时辰才清理完荣璇脸上的伤口。外面还下着大雨呢，今晚你就睡在我的床上吧。那你呢？我在软榻上也能将就，要不去跟他们挤挤也成。要不和我挤挤吧？不行，你还是自己睡吧，我走了。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小姐半夜抱着枕头跑来他的房间，不会是想跟他一起睡吧？我晚上给你挤挤。什么？那王爷等会儿还不得杀过来？不行，我不能留在这里。那什么，我去跟秋雨挤挤。小姐，你还是自己睡吧。这次换清月抱起了自己的枕头，落荒而逃。我又不是荣璇，你跑什么呀？荣璇躺在黎初的床铺上，少女独特的馨香传入她的鼻尖儿，她有些等不及了，或许该找个机会试探试探离相的意思。一日一早，
黎初端着早膳回到了他的卧房，荣璇已经起身洗漱好，正靠在床边看他的医书。你醒了啊？我给你准备了药膳，对身体恢复好。他拿过勺子舀起一勺，吹凉后才将勺子凑到他的嘴边。荣璇的眼底突然就亮起了一道光，出乎意料的喜悦感瞬间充斥了他的全身，心里暗忖道：这手臂上的伤还真是伤得恰到好处，不然哪能享受到这等福利。外面的雨停了，你看是不是让风影来接你回王府啊？谁知还没等他高兴完，黎初就开口准备撵他走了。他们几个有事还没有处理完，恐怕没那么快回来。我回宣王府就是一个人，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他捂着伤口，强撑着跌跌撞撞地走向了门口，背影既孤单又落寞。等等！听见黎初的叫停，荣璇的眉眼间透着难以掩饰的得意之色。他果然还是不舍得。要不我把青书借给你用几日？荣璇的笑容僵在了嘴边，这只小狐狸的思维还真是异于常人，害他白白空欢喜一场。算了，青书留下来保护你，我还有别的安慰。好，我回电视去给你换药的，你回去好好休息。荣璇刚出了相府的后门，风雷就出现在他的身后。王爷，属下扶你回去。你怎么出来了？荣璇赶紧回头看向紧闭的后门，好在没人看见，不然让他怎么圆谎。回府，你闭门思过3日，不许出现在人前。荣璇撩起衣袍，走向拐角处的马车，而风雷留在原地摸不清头脑，为什么要让他禁足呢？他没做错什么呀。这么好看，荣璇离开后，黎初立刻换来了清月。他想知道究竟是谁伤了荣璇。清月，你可知荣璇这次去了哪里？清月斟酌了一番，还是决定告诉黎初，现在他才是自己的主子，而且再过不久，小姐应该就会成为玄王妃，与王爷不分彼此。知道，是墨雪城。墨雪城？没错，地处西渊国的边境，是距离北华国最近也是最大的城池。荣璇与北华太子那一战，北华太子可是重伤。不曾，北华太子身边的赤血暗中偷袭了王爷，王爷才会中毒，而北华太子则安然无恙。这么说，这次伤了荣璇的人也是北华太子和赤血了。小姐，庄子出事了！清风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满脸惊恐。怎么了？有全庄今早突发状况，全庄的人都病倒了，无一幸免。无缘无故，怎么会全部病倒？带上药箱，你们2人随我走一趟。1个时辰后，总算赶到了瑶泉庄。走，进去看看。清月自动走在最前方，时刻保持着警惕。小姐，快走，离开这里！小姐，求你救救我们吧！另一位管事哀嚎着爬向了黎初。黎初绕过他，径直走向后面让他离开的钱嬷嬷，拉起了他的手，仔细摸索着。果然是中毒，到底是谁啊？黎初取出药箱里的解毒丸，只要服下他的解毒丸，应该就会没事。1刻钟后，吃下解毒丸的人渐渐都恢复了生机，全部都缩到了一起，惊恐地望向了大门口。既然来了，又何必躲躲藏藏？莫非是见不得人吗？几个小女子就能多次解了我玉毒公子所下的毒，你可真是让我感兴趣啊！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屡次陷害我？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黎初也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软柿子。自然是无冤无仇，只不过在下也是受雇于人，情非得已呀。好一个情非得已，那我也当以礼相待。纤纤玉手巨力一弹，一根细如牛毛的毒针快速地射向了赤血的门面。赤血眉头一皱，一时躲闪不及，毒针还是擦过他的额头，留下了一条浅浅的血痕。赤血的瞳孔骤然一缩，他被他伤了。通过渐渐涣散的意识和疼痛感，他知道他中毒了。真是终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他必须先行撤退，否则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清风留下，清月随我追上去。赤血拖着中毒的身体奔走在密林中，黎初和清月在其背后穷追不舍，终于在一处湖泊边堵住了赤血。不如我臣服于你，你放我一次，如何？想拖延时间，做梦！清月，杀！清月飞身上前，一脚踹向赤血的胸口，伴随着他一声沉闷的撞击，他的肋骨断了几根。一道玄色的身影忽然出现。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男子修长的身影背对着黎初。我倒是想饶他，可他不愿意饶我啊。神不为己，天诛地灭。北华太子萧燕行，你说是也不是？黎初黑眸一转，他清楚地看见了萧燕行眼中闪过的杀意。那双清澈的眸子看了看赤血，又看了看萧燕行，似乎是在考虑
该如何逃跑。别看了，你是跑不掉的，今日你必死无疑。是吗？我也想看看，究竟是赤血的命重要，还是我的命重要？他只能再撑半个时辰，就看萧太子的取舍了。黎初勾唇一笑，双足一点，身子轻盈如飞，清月紧跟其后，眨眼间两人就消失不见。该死，好个狡猾的女子！最终，萧燕行还是放弃了追杀黎初，选择了救赤血。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要麻烦你仔细注意相府的安全了。小姐，清月会好好注意的。有你还是不够，走，随我去个地方。飞黄楼，好久不见呐，沈怀宇。沈怀宇是你叫的吗？啊，叫表哥。三表哥。哎呀，我的初儿都长这么大了呀！三表哥果然是经商的奇才，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真会说话。最近我的商铺和庄子出了一些状况，我想跟你借几个沈家卫，不知道方不方便？你胡说什么呢？啊，我们是一家人，只要是你的要求，三表哥通通都会给你办好。况且祖父可是给你也留了一只沈家卫。沈怀宇从腰间掏出了一枚青铜令牌，上面篆刻了一个沈字。祖父竟留了一只沈家卫给我吗？黎初痴痴地望着青铜令牌，久久都没有伸手去接。良久，黎初才慎重地接过了令牌。祖父还是这么挂念我，3年不见，不知他和祖母过得可好？何止是挂念呢，祖父亲自教养了你3年，将你还回去的那时，他可是整整哭了3日呢。祖父与我的感情甚笃，我何尝不是时刻挂念着他呢？当年回相府时，他亦是将自己关在房里大哭了一场。哎，行了，别哭了，最迟不过后日你就能见到祖父了。好，后日我要前去城门口迎接。黎初拿着令牌回到了琉璃阁。瑶泉庄留下5人，明香堂留下5人，其余全部镇守在别院，保护姐姐和萧良的安全。还有，吩咐青莲，这段时日他只需隐在暗处处理各大商铺的事情，不可再被人发现我的产业。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王爷还没回来吗？黎若堂侧卧在贵妃榻上，精神不振，昏昏欲睡。回王妃的话，王爷还不曾回来。好，我休息一会儿，你去门口守着。王爷回来了，记得唤醒我。红衣，王妃呢？奴婢见过王爷，王妃说有些累，这会儿已经睡下了。红衣学着黎若堂，媚态横生，俯下了身子。荣明宇低下头，仔细地观摩着半蹲着身子的红衣，他嘴角勾着笑，上前轻抚红衣的手臂。红衣没站稳，一不小心就扑倒在荣明宇的怀中。红衣一时没站稳，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降罪。荣明宇顿时绷直了身体，既是黎若堂的陪嫁丫鬟，那么自然也就是他的人了。荣明宇便带着红衣直奔他的书房。正巧红云端着黎若堂的燕窝从小厨房里出来，途经书房时听见了里面传来的暧昧声响。爷，红衣真的好喜欢你呢。红云顿时被吓到了，怎么会是最得黎若堂信任的红衣？而黎若堂睡了2个时辰，精神已经恢复了许多，对着端着燕窝进来的红云问道：红衣去哪儿了？回王妃，奴婢一直在小厨房熬燕窝，没有见过红衣。红云放下燕窝，微微俯身，关于禹王和红衣的事，他是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王妃，奴婢回来了。红衣，你干什么去了？经历过人事的黎若堂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异样，怕不是跑去跟哪个侍卫厮混了吧？奴婢去了一趟厨房。王爷回来了吗？唐二这是想本王了吗？唐儿都想王爷一整天了，你们先下去。红云屈了屈身子便退了出去，而红衣哀怨地看了荣明宇一眼，最后还是不甘地退下了，心里也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玄王府，你离开了数日，可知林家庄被屠村一事？换好了药，黎初才坐在荣玄的对面，郑重地问道：我就是在追查这件事的时候受的伤。伤你的人是赤血还是萧燕行？都不是。啊，都不是，那会是谁呢？怎么跟清月说的不一样了？是一个剑法如神的高手，他的剑法带着寒意，凌厉至极，擅长暗杀，趁着我和萧燕行打斗的时候暗中对我下手。那你可看清了那人的模样？一身黑衣，又是夜深，并没有看清。那就先别管了，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应对接下来的水深火热。萧燕行私下的动作不断，被赤血毒倒的人也不在其数，现在还不是休养的好时机。放心休养，赤血暂时无法再继续兴风作浪了。哦，这又是为什么？因为黎初惊恐地捂住了嘴。初初又是为何知道萧燕行和赤血的事？莫非你们已经打过照面了？我那是……一双明眸滴溜溜地转着。初初可千万别说谎啊！本王只要费些心思，一样是能查得出来的。瞧，连本王都出来了。黎初最终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将他和赤血还有萧燕行的碰面经过全数说出。荣玄面无表情地抿了抿唇，萧燕行估计已经盯上了他的小狐狸，但应该还不知晓小狐狸和他之间的关系，他得去绊住萧燕行，要让他没有余力再去针对小狐狸，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安危。相府，黎相和沈秋允带着黎墨、黎初还有二房的人早早地等在了门口。参见羽王殿下，参见羽王妃。爹爹、母亲还有祖母，你们快起来，我们呀是一家人，不必如此多礼。你们也有向我鞠躬行礼的时候。妹妹，想不到嫁给羽王的人竟会是我，毕竟啊，我曾经还想着为你们做媒来着。姐姐说错了吧？我记得当时就说过，我是比较挑剔的人。也是，妹妹呀，心比天高，这一点姐姐我是望尘莫及的。好了，时辰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入府准备开宴吧。这么好看，点我亲耳个订阅吧。听见羽王和红衣在书房里苟且，此事二小姐并不知情，并且二小姐刚才去了乐安堂。清月，去乐安堂听听闲话。祖母，你果然把祖母的话听进去了，成功抓住了羽王的心，是祖母教导有方。你过来，让祖母看看，脉象圆滑如珠，是喜脉。母亲，你是说堂儿她怀孕了？没错，而且时日不短了，应该就是赏梅宴那次怀上的。堂儿，你听见了吗？你要做母亲了。堂儿，这可是皇上和皇后的长孙，也是嫡孙，你务必要小心谨慎，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祖母，若堂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的。这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羽王去。慢着，此事该由若堂亲自去告诉羽王，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庶母。母亲说的是我没有顾虑周全。行了，你们都退下吧，有些乏了。殿下，如今月份尚小，还不用这么谨慎的。堂儿，你都有身孕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若堂的身子暂时还不方便，可能要委屈殿下暂宿别处了。我的堂儿永远都是这般雍容大度，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可是对着你，我又会莫名的兴致高亢。这一番话让黎若堂的心里很是满足。爹，大哥，你们看最前面那个白衣少女，似乎有些眼熟啊。那是初儿。什么？我的宝贝初儿来了！祖父，哎呀，祖父的乖乖孙女儿哟，终于再见到你了。黎初见过舅舅、大表哥、二表哥。初儿长大了呀，比起你娘年轻的时候还尤胜几分。哎，看来初儿是把我给忘了哟。是祖母，是祖母，祖母、舅母，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是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离开了。初儿，舅母的小初儿都长这么大了。见过护国公、护国公夫人、沈大将军、沈夫人，众位将士都辛苦了，你们都是西渊的功臣。皇上命令我犒赏三军，还有放你们3日假期回去与家人团聚，还请众位将士随我入城吧。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么好看，这么好这些看，年点个订阅吧。你过得可好？除了想念你们，其余的一切都好。云帆、木儿，还有若堂，他们怎么没有前来呀？云帆和木儿还有事情未处理完，一会儿就来。若堂她如今是羽王妃，还有了身孕，不太方便过来。你说若堂嫁给了羽王？你们这些当父母的当得糊涂啊！那羽王像是个适合托付终身的人吗？爹，我跟云帆都不赞同。可是若堂她在赏梅宴上和羽王有了夫妻之实，皇上亲自赐婚，推迟不得呀。什么？沈清闻言拍案站起，这定是阴谋！我让沈家卫暗中去调查，定要那陷害之人。不必再查了。黎初淡然的站起，眸色骤冷。是我做下的。本来那日必算计的人应该是我，是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躲过了一劫。初儿啊，你是由祖父亲自教养大的，祖父不信你无缘无故会做出这种害人害己的事。那时林若堂在递给我的酒里下了药，将我扶到厢房里，我将计就计，药倒了他。再后来就传出来了他和羽王苟且偷情的事儿。你们都是亲姐妹，他为何要这样对你？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亲生的女儿被他们关押了17年，受尽了痛不欲生的折磨。可是确定了？万分确定啊！那安儿比我长得一般无二。好一个柳英，好一个二房，简直是弃我沈家无人。这件事情我爹爹还不知情，
是那柳英的身份有些特殊。不就是一个续弦吗？能有什么特殊？他不是我们西园人，混进我们西园几十年，另有目的。还有九门提督薛仁，他的本名叫做薛毅，他和柳英乃是同一个组织，只是其中的阴谋就不得而知了。徒儿，你说的可是真的？我曾与那薛仁有过一面之缘，他浑身带着稳操胜券的气场，处事从容不迫，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呢。倘若他真的是别国派来的奸细，那麻烦可就大了。3年已过，想必如今的薛仁早已是位高权重，爪牙遍布。是，我的人亲眼所见，不会有错。柳英一死，我们能把握的线索就断了。从薛仁那边入手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初儿说的没错，此事不可轻举妄动，否则牵连到相府，那就得不偿失了。此事不让云帆知情，这是最好的选择。那柳英对他有抚育之恩，难保他不会意气用事。秋云呐，你可得管好嘴，别说漏了。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瞒紧云帆的。为何要瞒着我呀？你们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夫人呐，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啊？啊，为何不能告诉我呀？是沈秋云支支吾吾的，视线扫了一圈周围的人，最后落在黎初的身上。啊，是初儿有意中人了，怕你伤心，所以还不能告诉你。黎初张大了嘴巴，显然是没想到他的娘亲会拿他来当挡箭牌，这下他要怎么应对？什么？黎相和沈清异口同声的大呼道。沈清回过神后，有些不自然地捋了捋胡子。这是骗那个傻女婿的，我跟着激动什么？那初儿哪里会有什么意中人呢？初儿啊，你告诉爹爹，你娘亲说的是真的吗？啊？黎初那双明亮灿烂的眸子闪过一抹心虚，竟被娘亲误打误撞的猜中了。爹爹，娘亲说的没有错。黎初还是咬咬牙认下了，但他是绝对不会拱出荣玄的。这怎么行啊？你才16岁，我们可以慢慢挑，不必那么着急嘛。哼，这句话貌似当年我也曾说过，但是某人是怎么说的？我说岳父啊，您还在这幸灾乐祸呢。初儿那可是跟着您长大的，等初儿出嫁那日，应该还是您哭得最伤心吧？啊！黎云凡不甘地回应道：“薛言，去叫黄鞭来。”沈国公一出手，黎相都要抖3抖。这句民间的传言可不是虚的。岳母啊，这岳父又要打我了啊！一物降一物，现在也就只有岳母能帮他躲过这一顿打了。你个老不休的，云帆都已经贵为丞相了，你还动不动的就要打他？你当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啊？再说了，你自己怎么被我爹打过来的，你都忘干净了吗？何必要让女婿再走一遍你走过的路啊？哎呀，停！我错了啊！不打他了还不行吗？沈清急忙打断沈老夫人的话，再让他说下去，他的老底都要被揭光了。黎初心里暗喜，我的事儿应该算是过去了吧，该聊的也聊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就留给爹爹和哥哥。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是明王妃的生辰，她是明王唯一的正妃，也是荣琪和阮华的母妃。此刻明王妃已经坐在主位上和几位夫人闲聊，等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明王妃一声令下，正式开宴。初姐姐，果然是你，我好想你啊！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啊。好，那我过几日就去找你玩，或许在沈家还能遇见那个气宇轩昂的少将军呢。宴席结束后，明王妃领着所有人前去观赏她的花园。黎初和薛玉竹走在中间，忽然感觉有人轻轻撞了他一下，他的手下意识地探了探袖带，果然里面多出了一枚冰凉沉重的玉佩。黎初不动声色地将玉佩震出了裂痕，并摘下了一片树叶，飞向离他不远的阮华。阮华小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身边的千金齐齐扶住了他倾斜的身子。黎初也趁着混乱，将玉佩塞回了他的腰间。莫非代表我身份的玉佩不见了？你说什么？那颗玉佩丢了？阮华是假着急，倒是明王妃是真的急得不行。那是代表皇家子弟的身份玉佩，明王妃急忙吩咐府中所有的下人前去寻找。2刻钟后，管家来报，府里4处都搜寻过了，没有见到玉佩的踪影。这时
一个和阮华郡主交好的千金突然惊呼了一声：“薛瑶，你怎么了？”我不敢说。你叫薛瑶是吧？有话只管直说，本宫恕你无罪。你们说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我怎么感觉他一直看着李府的三小姐？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猫腻？是，明王妃，臣女曾见到了黎三小姐，撞了一下郡主，然后郡主的玉佩就找不到了。是了，母妃，那黎三小姐的确差点将我撞倒，这几位小姐都可作证。启禀王妃，臣女确实见过黎三小姐靠近过郡主。是的，臣女也见过。没错，臣女也见到了。哎，你们说谎！放心，他们算计不到我了。你们可知污蔑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错，若是没有真凭实据，相府和大将军府必会告到圣上的面前，求一个公道。众人突然想起上次赏梅宴上的事，要是连累了父亲被降职，他们会被打死的。其实啊，想要证明妹妹的清白很简单，搜身即可。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他竟敢如此对待初儿。姐姐这红口白牙的就要搜我的身，毁了我的声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能因为和荣琪世子交好，就帮着他的妹妹来污蔑我啊！黎初委屈地望着黎若棠，以他对荣明宇的了解，他一旦起疑心，可就不容易消散了。你在胡说什么？我和荣琪世子根本就不熟。荣明宇阴冷的眼光来回扫在二人身上，似乎在考虑谁的话更为可信。我没有胡说，世子随时带在身边的那把折扇就是姐姐所送，上面的字迹可以证明。荣明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恨不得当场捏死黎若棠和荣琪。殿下，那字迹确是我的没错，可那是我参加诗词大会的作品，我也不知晓为何世子会拿去做了折扇。闻言，荣琪失神地僵在那里。是我太过欣赏这篇诗作，才没有经过羽王妃的同意擅自制成折扇，此事羽王妃并不知情。对，就是这样的。殿下，你听见了吗？够了，本王相信自己的王妃。李叔，你莫要在这里挑拨离间，现在要查清的是你偷玉佩之事。啊，也对。那殿下说此事该怎么处理才好呢？硕堂说的没错，搜身是唯一的捷径，府里遍寻不到，那就一定是被藏在了身上。殿下就是这般处理的，传出去怕是会被人说太过武断了吧？一来你没有证据，如何能够对我搜身呢？二来这么多人，唯独只搜我，莫非殿下对相府和将军府有所不满吗？殿下，那就全部搜身吧。若堂为证清白，甘愿第一个被搜。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没有搜到。李楚，你把玉佩藏哪儿了？郡主这话就奇怪了，你的丫鬟们都已经搜过了，为何郡主还会认为玉佩在我的身上呢？我不信，我要亲自搜你的身。郡主这是仗着身份，要咄咄逼人了。阮华，无凭无据怎么冤枉黎三小姐？我没有冤枉她母妃，我的玉佩肯定就在她的身上。母妃说了，无凭无据，莫要冤枉他人。还请王妃恕罪。臣女也想知道，阮华郡主为何认定那玉佩就在臣女的身上？黎三小姐不必多想，这都是阮华的胡言乱语。本宫替她向你赔个不是。提出，只有你靠近过我，今日你若不把玉佩交出来，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所有人都搜过了身，可当事人却还未搜。所谓的公平，不过是针对于我们这些大臣的子女吧。好，为使公平，本郡主也一并搜身。啪的一声，一块淡紫色的玉佩从阮华的腰间落下，没人看见。当玉佩落地的时候，一股无色无味的粉末随风飘起。阮华郡主身边的黎若棠首当其冲地吸入了几口。我的玉佩为何会碎了？是你对不对？玉佩明明在你的身上，为何会突然间回到我的腰间？于是，在所有人都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阮华拔出腰间的软剑，刺向了黎初的心口，左臂传来一阵剧痛，鲜红的血液瞬间染红了青色的衣裙。沈秋允见到女儿潺潺流淌的鲜血，一口气上不来，竟是晕了过去。黎初探了下她的手腕，还好，只是晕厥。舅母，你帮我扶着一点娘亲。青雨，爹爹应当是下朝了，你去请爹爹过来吧。我不是故意的，母妃，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府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初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吓爹爹啊！啊，初儿，你告诉舅舅，是谁伤了你？王爷，你可回来了。海妃啊，是王府里进了刺客吗？还有啊，这黎三小姐伤得这么重，可让女医医治过了。黎小姐不肯让女医医治，说要等黎相爷过来替她主持公道。黎小姐为何不肯医治啊？王爷，这件事错在我们，是阮华她误解黎小姐在先，然后又初儿，
我的初儿啊！老爷，替我呈上诰命的令牌，我要进宫求见太后，为初儿讨一个公道。相爷，初儿亦是我的女儿，将我的诰命牌一并呈上，我也要上告天听。小小年纪，心思却歹毒至此，竟敢随意打杀朝臣之女，你自己种下的因，就你自己去承受这结下的果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臣妇拜见太后娘娘。不必多礼，起身吧。两位诰命夫人前来雍和宫，不知所告何人呢？启禀太后娘娘，臣妇要状告阮华郡主。今日本是前去参加明王妃的生辰宴，谁知那郡主屡次针对我而离出，后来甚至……太后，明王、明王妃带着郡主在殿外求见呢。来得正好，都带进来。儿臣见过母后。孙女见过祖母。你们两个去旁边坐下。阮华跪着。阮华，祖母问你，你可有陷害李小姐？陷害不成，还恼羞成怒，怎能杀人泄愤？祖母，我……这么说来，都是事实了。阮华，错既已铸成，即便是你愿意认错，也已来不及了。今日削去你郡主的封号，贬为庶民，禁足半年，你可有异议啊？我不服，祖母，我才是你的孙女儿，你为什么要偏帮那个黎初？放肆！你既是不服管教，那就逐出家门吧。我们荣家没有你这种不思悔改的人。祖母息怒，花花，不夺封号也不是不行，那就让李小姐以同样的招数对付你，能不能躲过，就听天由命了，如何？玄儿今日怎么有空前来雍和宫啊？且还来得如此急切，可别说是想念她这个老太婆呀。虽然想念祖母了，也过来探望。昭雪哥哥，连你也不肯站在我这一边。黎初那个贱人到底是怎么勾搭你的，让你如此痴迷？阮华见他维护黎初，神色顿时更加疯狂。荣玄直接掐住阮华的脖颈，他娇小的身子凌空而起，窒息感让他的双腿不停地蹦跶着，试图寻找着陆之地。玄儿，别杀他，王叔求你了。哎呀，玄王殿下，饶过他这一次吧，今后我会好好教导他的。玄儿，放手，再不济她也是你的堂妹，罪不至死啊！管好你的口舌，再有下次，你就只能当哑巴。青云，拿着6万两前去望月楼，那里可以联系到玉楼堂。我要黎初受尽折磨，最后衣不蔽体的死在相府门口。春雨得到命令后，飞快地赶到了望月楼。6万两买相府千金的性命，倒也是足够了。我接了，你回去等消息吧。相府，琉璃阁。小姐，你为什么不躲开啊？我没事，你们别担心，只是失血有点多，礼尚往来，我送上的大礼也差不多该发挥作用。黎若堂，你且好好的享受吧。此时，禹王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一群凶敌，王妃的孩子若是保不住，你们就拿命来赔。殿下恕罪，之前王妃的胎儿一直是好好的，臣等也不知道为何突然就大出血呀。还敢狡辩！你们也说了，锦时并无异常，孩子保不住，分明就是你们无能。殿下，不知王妃今日可曾受到过惊吓？惊吓？难道若堂就是在那时受了惊？对了，若堂从明王府回来没过多久，就开始喊肚子疼，时间刚刚好对得上。家人们谁懂啊？逆水寒居然和仙逆梦幻联动，推出了超还原的联动服装，3套时装霸气上线。想和王林、李慕婉穿同款吗？来逆水寒一见圆梦，踏入逆水寒的江湖，与仙逆的角色一同书写属于你的传奇。点击左下角一起玩吧。哎呀，这该死的阮华，该死的黎初，你们之间的争斗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误害了我的孩子，那你们就得拿命来偿。阿姨是怎么说的？红衣将刚才禹王和太医的对话一一说给了黎若堂。又是黎初，还有阮华，都是你们的错！我要你们下地狱去向我的孩儿赔罪！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悄然来临。订阅吧。黎初冷冷地眺望着远处的树梢，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是阮华的人还是黎若堂的人？不管是谁的人，今日都注定了有来无回。小姐，你身上还有伤，尽量别动手。清月，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将保护我当成自己最大的使命，尽力就好。黎初施展轻功，身子轻轻一纵，持着鞭子冲进了黑影中。那群黑衣人步步紧逼，
手里的刀剑闪过刺眼的光，就像是一个个没有感情的傀儡。紧接着，其中3、4名黑衣人围住了清月，有武功最强的一人径直杀向了黎初。黑衣人挥动利刃，唯一露在外面的双眼蹦出夺目的凶光，长剑带着剑气，又快又狠地刺向了黎初的胸口，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避开了致命的弱点。荣玄蓄力夹住剑身往后一退，内力急倾而出，一脚踹飞了黑衣人。叔叔，你听着点，我马上带你去找大夫。荣玄，别慌，我没事。你忘了我是大夫了吗？听到响声的黎云凡夫妻和黎墨赶到现场时，看到的就是这幅让人惊悚的画面。3人急匆匆奔到黎初的面前，关心着他的伤势，甚至都忘了对荣玄行礼。你们先扶我进去上药吧。我来，别碰到他的伤口。荣玄推开了黎墨的双手，一副马大哈的模样，万一弄疼了他的初初怎么办呢？荣玄，帮我叫娘亲进来。好，李夫人，麻烦您进去替他上一下药。是，我这就去。等上完药，你们就先回去。今晚怕是不会安宁，我留下来保护他。长风奉楼主之命前来暗杀相府3小姐。我总觉得我们这一趟会凶多吉少。哎，峰哥，你别吓我啊！你的直觉一直都是很准确的，难不成这一趟真的会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忽然，一道充满压迫感的身影从天而降。谁派你们来的？说不出来，你们的小命就得留在这里。玄王殿下，今日是有人要买黎3小姐的性命，我等奉楼主之命前来，却不是殿下在此，多有得罪，还望殿下宽恕。哦，刺杀黎3小姐。刹那间，一道劲风呼啸而过，一记沉闷的拳响落到了长风的身上。回去转告你们楼主，这一次我暂且记着，倘若再有下一次，休怪我不念过往的情分。还有，将他吩咐你们做的事一一还回去，但要留他一命，否则……是，多谢殿下饶我们一命。长风回去后，定会如实转告楼主。深夜的冥王府邸，荣轩哥哥，你就等着看吧。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只要过了今日，你就会变成厌恶他。整个圣经唯一配得上你的女子只有我一个，你别无选择。否则，你喜欢一个，我就毁掉一个。这圣经里的女子都像你这般恶毒吗？你是谁？竟然敢闯进冥王府，闯进我的闺房？我是来送你大礼的人。玉楼主突然想起了他的要求里还有毁去清白这一项。嘿，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难道还要让我贴上自己的清白不成？荣轩，你王八蛋啊！你自己都下不了手，凭什么让我来下手啊？清白这条我不干啊，打死我都不干！你色眯眯的盯着我想干什么？来人呐，救命啊！哎，我说，这都还没开始动手呢，你惨叫什么呀？对付别人的时候，你也有这般害怕吗？果然呢，女人的狠毒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既是这样，我也就不必手下留情了。我是冥王府的郡主，是当今皇上的亲侄女儿。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求求你了！不可以，我是最尊贵的郡主，我不可以失身，我还要嫁给荣玄哥哥的。为什么黎初的结局会落在我的身上？那个该死的贱人究竟在暗地里做了什么？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玉楼主才十分满意的俯视着自己的作品。这样，是不是既保住了清白，又能将功赎罪？嘿，我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美男子。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我一直在这里陪你。你的意思是，你要住在我这里？这不好吧？我爹娘那边是不会同意的。不要紧，你大哥已经前去替我说好话了。他能说上什么话啊？不被打死就不错了。先不说这个，留下的那个活口招了没有？等你伤养好了，我再告诉你。我们先把汤喝完。是黎若棠，对不对？你们姐妹之间竟是如此的不和睦吗？荣玄，其实她不是我的姐姐。半个时辰过后，荣玄从黎初的口中得知了整件事大概的经过。这么来说，老夫人是被冒名顶替的。他们在20年前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鱼目混珠，所以黎若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颗棋子。我怀疑不止这样，他故意将我爹教的文武双全，我爹会当上丞相，恐怕也早在他的意料之中。爹爹的心里对老夫人是感激的，他曾说过，没有老夫人的用心教导，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那么心机深沉如老夫人，为何会舍弃自己的儿子，反而将爹爹扶上了高位呢？所以才会有你姐姐被调换一事，借由丞相嫡女的身份，让黎若棠稳登后位。就算将来事迹败露了，也有理想来当替死鬼。没错，还有黎若棠能够一次就怀上身孕，也是老太婆的功劳。这么说，那黎若棠的孩子是万万不能再留了。没错，
黎若棠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否则这一批人怎么会来暗杀我呢？你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以后有事一定要先告诉我，好吗？荣璇，你听好了，我不要你过分的保护，我不愿意成为你的累赘。好，等你伤好了，我就继续教你。远儿，琉璃阁近日可有何异常？小姐，昨日起琉璃阁便开始守卫森严，并且多出了几道强大的气息，奴婢怕打草惊蛇，所以不敢靠得太近。你做得很好，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隐藏好身份才是最重要的。是。对了，奴婢想到还有一点可疑之处，就是三小姐的食欲突然变大了，还大了不止1倍呢。难道黎初在那院子里养了人？那到底会是谁呢？这黎初涉世未深，在乎的人除了县府里的就是大将军府的，他没有必要这般藏着掖着。不对，远儿，你速速赶往襄阳城李府，看看那黎安可还在。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荣璇，可是出事了。伤都还没好，你怎么起来了？只是一些皮肉伤，没有伤及根骨，你不用这么担心的。你呀，就是个闲不住的，是不是有事想来问我呀？刚才听见风婷提起萧燕行，可是还有什么动作了吗？没错，萧燕行启动了福音列一部，西渊将要陷入内乱。福音列一部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还有2部？是，一部就是30余年前前进西渊的那批人，2部则是他们所孕育的子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这些人效忠30余年，甚至还连带着赔上了自己的儿女？是这些人有软肋受制于人，还是他们的信念本就是这么强大？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又怎么才能对付这些隐匿在西渊何处的人呢？若我没有猜错，萧燕行手里必有一份名单，否则他如何能找到这些潜伏30余年的人？这么说，只要找到这份名单，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了。没错，难的是这么重要的名单，萧燕行一定藏得极深，没那么容易得手。既然萧燕行那里行不通，我们何不换个方向呢？除了萧燕行的名单，还有当事人应该也能知道一些，就算不多，3-5个总是有的吧。到时候环环相扣，总有一日能够揪出全部的奸细，还西渊一个平静。初初的意思是说，先从老夫人这边入手。是啊，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而另一边，渊儿，发生何事了？为何脸色如此难看？祖母，黎安不见了，还有黎府的人也全都不在，据说离开已有一段时间了。什么？都不见了？是被谁带走了？祖母，我怀疑是黎初。这件事情如此隐秘，她一个小女娃如何能得知？她应当是有别的目的。祖母，你别忘了那黎安的样貌，我们必须在黎初揭发真相之前将人带走。我这就派几个死士去将那黎安抓回来。祖母，不可！月儿前去探过，这琉璃阁今日多了许多高手，守卫森严，这一招没用了。那依韵儿的意思，该如何呢？眼下这黎初负伤，不如祖母与我前去探望，孝子当头，他必不敢阻拦。那就随祖母走一遭吧。对了，申嬷嬷，一旦发现事态严重不可挽回，你就立刻杀了黎安，但不可被人发觉。是，小姐。三小姐，老夫人来看你了，请你开开门，你待在这里不许出来，我出去会会他们。小姐，你放心，有我在，他们闯不进来。三小姐，老夫人这个长辈亲自登门来关心你的伤势，你将老夫人拒之门外，这可是不孝啊！金宇，去开门吧。初儿，你可真是让祖母好等啊！见过老夫人，我这负伤的身子不争气，连累老夫人久等了。三姐，依我说，你就是不想让祖母进来，否则请个丫鬟不就行了？祖母又何须久等？四妹错了，我亲自前来迎接，不是更能表现出我的孝心吗？果然，半夜来我的琉璃阁是别有目的的。不过他们到底在找什么？是什么值得他们如此紧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祖母，哎呦，祖母的乖乖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伤着了啊？快让祖母看看。祖母，婴儿摔伤了脚，扶我起来坐一会儿就好了。四妹，既是伤了脚，还是赶紧回去找大夫医治吧，否则出了意外，我是负担不起的。三姐，这书房这么近，你就先让我进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这脚实在是太痛了。不是我不肯，这书房你还真进不得，我也是为了你好。三姐的话就怪了，不就是一间书房，有何进不得？莫非是你在里面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有些话我就放在这了，琉璃阁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地方，请回吧。三姐，
这是要赶我和祖母走了吗？李楚，你不要太放肆，光是不敬祖母这一点就够你吃一壶的了。走，祖母扶你进书房歇着。我奉劝你们一句，还是别进为好。里面的人不是你们能够随意见的。就在黎香韵的手刚搭上了房门，正要用力推开之时，一道强烈的气息从里面迸发而出，砰的一下，两扇房门瞬间飞出，狠狠地砸在黎香韵和老夫人的身上。两人的身子随着门板一同重重地砸在地上。他是谁？李楚，你居然在院子里藏了这么一个野男人！妹妹，你可不能说出去啊！只要你不说出去，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的。好啊，那你就将那个男人杀了，给我赔罪如何？我不敢，我也打不过，要不你亲自去。敢伤我的人，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踏入逆水寒手游，捏脸开启奇幻之旅。在这捏脸的世界里，你可以是仗剑天涯的豪迈侠客，也能成为隐居山林的超凡仙子，气质空灵，不食人间烟火。逆水寒手游捏脸，让你创造独一无二的江湖角色。点击下方链接和我一起玩吧。今日不管是得罪他的人，还是见过他身手的人，都必须死在这里。一群气息冰冷的死士从天而降，眼神冷漠地看着院内的人，而隐藏在暗处的风影和风雷也现身了，同样带着一群同样气息冷冽的暗卫。顷刻间，双方刀光剑影，针锋相对，而黎香韵带着彻骨的杀意，直接冲向了那道估摸的背影。就在他以为即将得手之时，他的身子再度狠狠地砸向空地。你是谁？渊儿，快跪下！他是玄王殿下呀！来人，刺杀本王，罪大当诛，押回王府死牢，严刑拷问。不，玄王殿下，渊儿他不是故意刺杀你的，求您饶过他这一回吧。楚儿，你替你妹妹求求情，你知道的，她根本就不知道里面的人是玄王殿下，这又怎么可能去暗杀呢？老夫人，我提醒过她的，说不定她就是知道玄王在里面，才会一意孤行的想要进去。不，他与玄王殿下无冤无仇，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是吗？那老夫人不妨说说，他为何会有这般凌厉的身手，还要隐瞒着所有人？还有这群身手不似西元人的死士从何而来？讲清楚了，说一句话，本王就在他身上剜下一块肉。玄王殿下向来说到做到，他是真的会剜下韵儿的血肉，这该如何是好啊？既然老夫人无法选择，那人本王就带回去了。府里还有一头恶狼等着投喂呢。不，我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你们什么有用的消息都得不到，我先死又有何妨？很快，你们甚至是整个西院都会下来给我陪葬。黎香韵动作迅速地捡起了散落在一旁的利剑，视死如归，快准狠地抹向了自己的脖子。祖母，就别了。不要，月儿！锵的一声，随着一道兵器被打落的声响，黎香韵手里的利剑被弹飞了出去。落在我手里的人，只有求生不得，从没有一死之人。带走。求殿下饶他一命，我愿意说。凤仪，你将黎香韵带下去，好生看管。玄王殿下，我会说出全部的真相，但你必须保证留我孙女儿一条性命，并且不可伤她分毫。你且说，若没有奇闻，饶她一命不是不可。我也叫柳英，是北华国人，10岁被收入组织训练成杀手，18岁那年，我被指派潜伏到西渊，恰好在这襄阳城门口，我遇到了那个同名同姓的柳英。她因为姐姐死去，怕颓废的姐夫照顾不好自己的外甥，所以不远千里跋涉前来照看。可惜都已经走到城门口了，却被我所杀。我利用他的身份进入李府，在第一眼看见黎云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日后必定不凡。后来我就嫁给了他爹，费尽苦心的去培养他。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很快就成为了百官之首。我趁着沈秋雨生产之际，调换了2个孩子，将我自己的孙女儿变成了相府嫡女，最有可能问鼎后位的存在。这也是我的任务。我的顶头人叫薛毅，也就是如今的9门提督薛仁。还有，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所有的计点个订划还有任务。阅吧。所以你只是北化来的奸细，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姨母。云凡，我是利用了你，可你也别忘了，没有我，哪有你的今日啊？你错了，没有你，我同样有今日。你以为是你严加教导才纵容我的学识吗？若不是担心黎文的自尊心受挫，我何须装成那般愚蠢的模样？就算是这样，我对你也有抚育之恩吧。行，只要你将我的女儿还给我，之前你对我的作为，我可以忽略不计。黎云凡还是太过正直了，老夫人的一句抚育之恩就将他压得喘不过气。云凡，沈秋允刚要出声，娘亲，再等等。黎云凡，你竟敢对娘不敬，你这丞相是不是不想做了？说，李安在哪儿？我不知道李安如今在哪里，他在1个月前就被人带走了。是啊，说不定早死了也不一定。你说什么？一听见死字，黎云凡瞬间爆发了，拔出利剑指向了柳翘。柳翘慌乱中随手一拉，老夫人的身子就直直地撞向了黎云凡手中的剑，噗呲一声，老夫人趴在黎云凡的身上，被长剑彻底贯穿了身子。云凡，我给你抵命了，求你放过我的儿孙吧。娘！黎文飞扑上前，接住了柳英慢慢滑落的身子，怒瞪着黎云凡：“你竟敢弑母！黎云凡，我要去大理寺状告你弑母！你这个丞相做到头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祖母，云凡，你竟然杀了祖母！我没想杀他，他为何会死在我的剑下？你去问你的母亲。柳翘偷跑了。黎初才发现，趁着众人惊愕的时候，柳翘早就跑得不见人影了。李云凡，我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我祖母的确死在了你的手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说完，黎香韵对着身边的风影挥了挥手，然后趁着风影身体瘫软的时候翻墙逃走了。风影提气想追上去，却发现五脏六腑顿时传来剧痛，当下就跪倒在地。把这个吃了，你们也别去追了，他身上带有赤血的毒，沾之必死。爹爹，眼下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你应该振作起来。柳英交代出了几条暗线，必须在这几条暗线发挥作用之前将其连根拔除，否则朝堂上一旦引起动荡，那么整个西院将会内忧外患，后果不堪设想啊。初儿说的没错，国事为重，一切听从玄王殿下的吩咐，下官定当全力配合。黎文以奸细同伙的身份被关入了大牢，荣玄和黎云凡则是进宫面圣，顺便还把黎初也给带上了。平时宽敞的马车今日却显得特别拥挤。荣玄和黎初各坐各位，装作素昧平生的样子，反倒是黎云凡纠结得快把手里的茶杯给捏碎了。哎呀，这两人是怎么回事啊？明明看着就有点什么，现在又一副不熟的模样。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么随性的吗？荣玄知晓，往常这个时候父皇一定是在母妃的宫中。不用紧张，母妃她很好相处的。两人相携入了妃灵宫，留下黎云凡满头雾水，合着刚才马车上是故意演给他看的呢。儿臣见过父皇、母妃。臣女参见皇上、灵妃娘娘。起来吧，今日咱们一起前来呀。而灵妃的视线始终不离黎初，好一个娇俏可人的少女，就是不知玄儿喜不喜欢。唉，为了这个儿子，她都愁烦了好几年，她甚至还怀疑过他是不是不喜欢女人，反而……哎呦，这个不能说，若是被他知晓了，那就完了。那柳英潜伏在黎府31年，如今已被黎相所诛，临死前曾交代了几条暗线。消息可确定了？是黎三小姐先发现了柳英的异常，经儿臣的查验，的确属实。好一个野心勃勃的萧敬天呐！在我还没有继位之前，你就打算拉我下位了，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自己在位不过24年，而萧敬天在位正好30年，看来他刚坐上皇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了。荣启萧深知自己斗不过萧敬天，这么多年来，他光想着和灵妃双宿双栖，这么好看，对于国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即刻传位于你，由你去对付北华如何？谁知荣玄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做梦了，
这算盘也打得太响了，恐怕连盛京外都听见了吧？父皇想退位，带着母妃去云游四海，就想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我。哼，我还孤家寡人一个呢，难道不用先解决我的终身大事吗？灵儿，快呀！荣启霄拉了拉灵妃的小手，不停地对她使眼色。能不能去云游四海，就看她的了。要知道，荣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母妃流眼泪了。啊，陛下说什么？灵妃一心都系在黎初的身上，心里正想着要如何撮合这两人。母妃，父皇叫您哭呢。荣玄看好戏般的看着荣启霄，每次都用这一招，没人在的场合也就罢了，有人在你也敢。啊，黎小姐，让你见笑了，你别误会，我不是爱哭的人。灵妃越解释越生气。哎呀，灵儿，我错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吧！啊，父皇，事情已经禀报完了，那儿臣先护送黎相和黎小姐回府了。那不行，黎相可以自行回去，你留下帮我处理政务。哎，玄儿，别听你父皇的，你送黎小姐回去吧。灵妃看着黎初，笑意盈盈，满是欢喜。儿子可不是什么心善之人，恐怕呀，送黎相只是借口，这黎小姐才是他真正要送的人。可不能让陛下搅了我儿子的好事。啊，对了，这黎相也得给我留下，可不能让他妨碍他们两个的独处。那个黎相啊，你就留下陪陛下处理国事吧。哎呦喂，林妃娘娘啊，这都快半夜了，我的家里还有夫人等着我回去暖被窝呢。海清啊，朕不用帮忙，你还是先回。多谢皇上，臣告退。话还没说完，黎云凡已经跑得看不见人影了，怕是轻功都用起来了。这个黎云凡还怕我留下他来，想的倒是挺美的。黎初行了个礼，也跟在荣玄的身后，一前一后的出了飞灵宫。陛下，你看着这黎小姐如何呀？你是说黎相的这个三女儿？是啊，你看她跟玄儿是不是很登对？无论是外貌还是学识，两人都是拔尖的。将来两人所生的孩子只会更加出色吧。如果能生一个和黎小姐一样娇娇软软的小女娃，那就更好了。听你这么一说，玄儿似乎是对她不一样啊。刚才玄儿好像和黎小姐离得特别近，身子几乎都要贴到一起了。要是换做之前，那恐怕早就被她打飞出去了。我们呀，就等着抱孙子孙女吧。这么好看，沉寂，点个订阅吧。皓月随云流动，荣玄弃了马车，牵着黎初的手漫步在公道上。初初，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话音一落，荣玄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手心在微微的颤抖着。果然还是太着急了一些。黎初一时语塞，他没有办法就这样嫁给他。我还有仇恨还没有了结，而且就算有一日仇恨彻底了结了，那他呢？他能接受我上一辈子嫁过人、怀过孕的事实吗？没事的，我会等你，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这辈子我只认定你一个人。黎初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期盼，还有他的难过。荣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好。两人一同坐在御花园的长椅上。以前有个家世跟我很像的姑娘，她因为恩情嫁给了一个皇子，成婚4载，她带领族人费尽心力地助她登上了皇位。就在庆功宴那一天，丧心病狂的她诛杀了那姑娘的9族。姑娘的哥哥闯进宫门，一时被万箭穿心，被关入冷宫的姑娘已经怀有身孕。到最后一刻，她才知道腹中孩子不是她丈夫的。她想替族人报仇，却无能为力。在被毁容之后，选择挖出自己的心脏，去向天献祭，只求为家人讨回一个公道。这个姑娘腹中的孩子是丑奴的吗？黎初惊愕地抬起了头。你说什么？他怎么知道上辈子的事情？他是从何得知的？他到底是谁？初初，原来是你，原来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也做过一个梦，梦境里发生的一切与你所说的尽数相同，而我就是那个丑奴。为什么？既然你是丑奴，为什么你不带我走？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没有了。既然那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他的仇人应该就是荣明宇和黎若棠了。都是我的错，
你别哭坏了身子。荣玄捧着他的脸，轻声安慰着。然而黎初却一句都听不见，他的开口尽是呜咽，字字句句皆是悲鸣。无奈之下，荣玄只能将他打晕，抱回了玄王府。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黎香韵趁着夜色逃到了一处偏僻的别院。大厅内，萧燕行和赤血、赤焰正在商量怎么对付荣玄。忽然听见门外传来细微的声响。谁？黎香韵脚步轻浮地走了进来。殿下，我祖母死了，我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隐藏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暴露？是相府三小姐黎初和玄王识破了我们的身份。又是黎初，怎么哪里都有他呀？赤血一听见黎初这2个字，体内的血液瞬间就沸腾了。这些日子，他除了养伤，就是在研究着要怎么对付黎初。你说那黎初和荣玄相识，甚至还合力查探到了你们的真实身份。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黎初和荣玄既然相识，他就有机会帮荣玄解毒。或许，说不定荣玄的毒早就已经解了，如今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给他看而已。赤血，你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只等主子的命令。很好，赤焰和你一起去，这件事你们务必要办好。黎初悠悠转醒时已是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竟不是睡在琉璃阁内。这是哪儿啊？脑袋快速的运转着，昨晚的一切仍记忆犹新。荣玄呢？他要找他问清楚。一打开门，刚好见到端着膳食回来的荣玄站在门口。怎么不穿衣就想往外跑啊？荣玄先是越过他，将托盘放置在桌面上，才又转身走回来，将他拦腰抱起。黎初紧扣着他天鹅般的脖颈，抬头仰望着他的侧脸。这张精致如丝的脸，谁能想到他会和丑萌挂上边呢？荣玄抱着黎初坐到了桌边。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一边吃，我一边说，好不好？就在黎初张嘴接受投喂的同时，荣玄也开始讲述起了他的梦境。几个月前呢，我突然做起了一个十分缥缈迷茫的梦，梦里的我依旧身中剧毒，却没有这辈子的好运气。我只能吃下一颗损害性极强的解毒丸，能恢复行走，却容貌尽毁，命不过3载。我想在性命终结之前找到能阻止荣明宇上位的证据，于是我潜入王府当侍卫。也是在那时，我遇见了运筹帷幄、刚毅果敢的你，你几番为了荣明宇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我救了你几次，却也对你起了不该有的心思。然后荣明宇看不惯你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找到我，要我代替他跟你洞房。我知道，就算我不答应他，也会去找别人，所以我竟真的能做。我想过带你走，可我命不久矣了。再加上你对荣明宇的深情，我不敢去赌，他知道真相后的你会无法接受。你想成为皇后，所以我放弃了对抗荣明宇，撤回了离水城，等待死亡的来临。万万没想到，你居然会死在我的前面。我带兵杀回了圣境，见到的是你浑身浴血，手里还抓着自己的心脏。我将你和你的族人的尸骨收埋好，替你报了仇，最后我也死在了你的坟前。这就是我全部。这么好看，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竟然不知不觉中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而我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这辈子为什么没有认出我？是你不想再跟我纠缠在一起了吗？黎初有些忐忑不安。梦境里，我的五感薄弱，记忆最深刻的唯有你身上的香气。荣玄疼惜地捧着他的脸，低头吻去了他的泪痕。我有过怀疑，只是这种离奇的梦说出来，怕你也不会相信。也许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上辈子缺失的，这辈子补回来了。阿轩，我们都还活着，你我也能再续前缘。可是我们的孩子呢？我甚至都不知道是男还是女。楚楚，所有人都还活着，我们的孩子也会回来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会把孩子还给我们的。还给我们？楚楚，现在可以嫁给我了吗？你也想让我们的孩子早点回来吧？现在他只想用余生好好的去保护他，弥补他，给他安稳的生活。不过在这之前，还得先解决了荣明宇和黎若棠才行。阿轩，荣明宇和黎若棠交给我，你只要对付萧燕行就好。毕竟西渊的未来更为重要。楚楚，
我知道你的想法，一切都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一定要先顾全自身的安危。荣玄见过他拼命三娘的模样，很怕他为了报仇会不顾一切，然后伤到了自己。楚楚，这给你收着。荣玄取出了一块血玉，这是启灵楼楼主的身份象征，以后你就是他的主人了。你给我，我也用不上，还是你自己。我们之间不分彼此。荣玄低头吻住了那张正欲拒绝的小嘴。那你什么时候去我府中提亲啊？楚楚，你愿意跟我成婚吗？荣玄激动的浑身颤抖，声音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先别高兴的那么早，我爹爹那关你还不一定能过得了呢。本来不想泼他冷水的，但是又得提前让他有点心理准备。楚楚别着急，我一定能说服岳父大人的。谁着急了？黎初捂住了泛红的脸蛋儿，直到用完午膳，荣玄才将他送回。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沈秋允大张旗鼓地准备着招待玄王的事宜，黎云凡带着殷殷期盼的眼神望向了门口。当然，他等的可不是玄王。今日不仅是玄王登门拜访，也是他女儿的回家之日。又过了1刻钟，他脸上的期盼渐渐变成了凝重。怎么先来的人会是玄王，而不是他的乖女儿？参见玄王殿下。陛下、黎夫人都起吧，日后也不需要再对我行礼。荣玄的嗓音格外的温柔，这可是他未来大舅子教他的。只要拿下了黎夫人，就等于拿下了整个相府。多谢殿下。沈秋云满意的打量着荣玄，初儿的眼光就是好呀。这玄王可是整个西渊最尊贵不凡的男子，是多少人口中神一般的存在呀。夏夜夫人，你们应该都知道了，我和楚楚两情相悦，今日冒昧前来，也是想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没等来黎云凡的回话，门外就传来了风婷的惊呼：爷，丽水城出事了！爷，今晨开始突然爆发瘟疫，死亡人数已有近100人，并且还在不停的往上增加。陛下夫人，今日是我抱歉，没有料到会有突发状况。殿下言重了，离水城的事要紧。殿下呀，以大局为重，不能再耽误了。我替你进宫禀告皇上。如此就多谢相爷了。楚楚，你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的。你得带着我去，这肯定不是瘟疫，染上瘟疫的死亡速度不会这么快的，这定是有些人的阴谋。我知道，所以我会带上御医前去，你乖乖的等我回来。荣玄，或许这是赤血新研制出来的毒，御医也解决不了，人命关天，我必须去。青莲、清河留下，其余的回去收拾行李，带上我的药箱。黎初也不等荣玄回话，直接转头对着身后的人下了命令。好，那楚楚就跟我一起去。一路上马不停蹄，原本2日的日程硬是缩短了1倍不止。然而此时的离水城却和以往截然不同，没有了嘈杂的交谈声，也没有了商贩的吆喝声，只听见悲泣凄厉的哭喊声响彻在整个离水城的上空。李元，听见呼喊的李元回过头，一眼间看见了他们众将士们的主心骨。伯爷，你回来了。我是大夫，可以让我看看他吗？那妇人早已心如死灰，心里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得到同意的黎初迅速的对那个孩子开始了诊断。是毒，夫人，你将孩子放平，我能救他的。你是说星儿还有的救？是，不过你得将他放下，我才能施针啊。夫人看着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一时觉得难以置信，却也只能听从她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牛，星儿，多谢小姐的救命之恩，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先起来，你们得的不是瘟疫，而是中毒。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再食用任何的食物和水源了。什么？竟然是中毒？他能治好那个孩子，就说明他的医术很厉害，我们应该相信他呀。1、2日不用食物和水，也还能熬过去，我们听他的。黎初将药箱里所有的解毒丸全部取出，交给荣玄。只要不是濒死之人，都给1颗，不能够完全解毒，但是也能缓个5日左右。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一定能研制出解药。将所有垂危之人都带到这里由我医治，解毒丸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效果，
周围的人纷纷散开，有的回家带人，有的去转告相识的亲友。1刻钟不到，黎初的身边便已聚集了满满当当的人。这些人都背着或抬着无力行走的病人，前来等候黎初的医治。大家不要急，林姑娘说了，严重的限制，一定会治好所有的人，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由于中毒较深的人数众多，黎初很快的体力不支了。楚楚，歇息会儿吧，你快支撑不住了。可是后面还有一半的人没有解毒啊。荣玄见劝解无用，也只能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当最后一个人解毒完，黎初的身子一软，竟是直直地倒了下去。身边的荣玄动作迅速地捞起了他的身子，稳稳地抱在了怀中。楚楚，是不是累坏了？我带你回府休息。这么好看吧？点个订阅吧。听一个小姑娘的诊断，未免有些儿戏。老臣以为还是让太医们主治更为保险啊。是啊，还请殿下重新决断。你们这是要违抗本王的命令了。老臣不敢，还请殿下恕罪。殿下，我们该去查清楚毒素的源头了。楚楚，你起来了，身体可有何不适啊？哎，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竟然如此抛头露面。有过一面之缘，是黎相爷家的3女儿。殿下，我没事，走吧。黎初和荣玄来到了离水城内最大的水井。荣玄打起了一桶水，放到黎初的跟前。黎初低头闻了闻，又以银针试了试。没错，是被下毒了。黎初已经十分肯定，就是赤血下的毒。真是大言不惭，银针都没有发黑，还说是什么下毒？不会医术就别逞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啊，黎姑娘，别为了出风头而坏了你爹的一世清名，这不值当啊。2位太医，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医术不济，那你们上来看看，这井水可有毒？是就是。李太医，我们上去看看吧。2人又是闻又是试银针，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井水没毒，是黎初在造谣。我要研制解药，也刚好需要试验的对象。我看你们2个就很好。阿玄，你说呢？好。这可不行，怎么能拿我们当试验呢？怎么，是你们说的没有毒？难道你们的医术你们自己都信不过了？谁说的？我们只是不想喝这种看起来不太干净的水而已，磨磨蹭蹭的。李渊，直接灌下去。李渊可不管你是什么太医还是多大的官儿，他只知道服从王爷的命令。一碗水下肚，2人皆是惊恐不已，然而身体却没有传来任何异样的感觉。小丫头片子的话果真信不过啊，那水是真的没毒。哼，小丫头，你看我这不是没……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离水城中毒的人那么多，没有一个叫得像你们这般凄惨的，真是无用。口口声声都是看不起黎姑娘，然后比又比不过她，就仗着自己大把年纪欺负人家小姑娘，也不想想这可能是他们未来的王妃。李渊，给2颗解毒丸吧，疼死了可就没有人给我试解药了。因为黎初的说情，李渊才不甘不愿地取出2颗解毒丸，含进他们大嚎大叫的嘴里。阿玄，这水我就先带回去了。我送你回去。不用，这里离王府不过100米远，你还是继续去勘察吧。好吧。拗不过黎初，荣玄只能让风影和清月同时护送黎初回去。一回到王府，点个订阅吧。黎初就将自己关入了书房。只有5日的时间，他必须在5日之内制出解药。用了整整2个多时辰，黎初才研制出了第1颗解药。但是他只有70%的把握。他拿着解药找到了2个太医。解药只有1颗，你们谁愿意先试？实话实说，我只有70%的把握。本来争先恐后的2人一听见只有70%把握，顿时变成了互相推让。李兄啊，还是你先来吧啊！不，蒋兄啊，你资历比我高，我该让你才对呀。就算不能够完全解毒，但至少也能缓解1半的痛苦。你们还真是情谊深厚，互相为对方着想啊。闻言，蒋太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夺过了解药，并且塞入了口中。李太医的手悬在半空中，一脸的不敢置信，
有怨说不出。解药会在半个时辰之内起效，到时候将你的身体反应记下来，我好改善药方。黎初留下一句话就回了书房，等待着蒋太医的用药感受。直到日头当空，蒋太医才姗姗来迟。写的还真仔细，一点都没有落下。清月，我要继续炼药，你守住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初初说的没错，果然是赤血下的毒，既可以损害我的城池，又可以将我调离圣境，还真是一举两得啊！荣玄脸上的笑意渐消，这边必须速战速决，否则一旦圣经里出了什么大事，事态将会难以挽回。李渊，取我的令牌，将玄卫军全数调出，务必守住离水城，不让人有可趁之机。一计不成，萧燕行一定会再做打算。毕竟，只要除掉他一人，西渊就唾手可得了。整整3日，黎初吃睡皆在书房，终于在第3日午时炼制出了完美的解毒丸。黎初将药方分发给了随行的太医，还有城内的大夫。所需的解药数量太大，单靠他一个人根本没法完成。初初啊，你歇一会儿吧，剩下的交给我就好。没事啊，有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炼制解药，大约傍晚左右就能将所需的解药全部做出来了。今晚我就能好好的休息了。傍晚时分，解药已全数做出。大家听我说，服用完解药之后，只需要安心等待半个时辰，你们的体力就能慢慢恢复，今后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李姑娘真是活菩萨呀，是我们离水城的大恩人呐！有人开口，其余的人也跟着千恩万谢。初初，京中出大事了，我们必须即刻启程回京。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刚收到消息的荣玄从王府内急速走出，此时李渊牵来了荣玄的烈焰马。初初，你靠在我身上休息吧。阿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初初，是李相出事了。我弟弟他还活着吗？黎初第一件想到的就是他爹遇刺了。初初，李相没有受伤，只是目前被扣押在大理寺。那就好，只要人还活着，其余的难关都可以想办法克服的。这么好看的，点个订阅吧。玄儿啊，这次清乐城的事，你可是立下了大功啊！父皇，不是儿臣的功劳，是李小姐有先见之明，这才提前让百姓们撤退。此事我也略有耳闻。来人，选黎初觐见。启萧帝话音刚落，黎初就在小安子的带领下进入了大殿。侄女黎初参见皇上。平身。李三小姐，听说清乐城的百姓能够逃过一劫，那都是因为你。朕向来公正，有功必赏。你可有什么想要的？多谢皇上，侄女并无什么想要的。他救百姓是为自己的良心，并不是要什么赏赐。你不想要，朕也得赏。捐李府三小姐黎初，人心可嘉，特赦封为天阴郡主，并将清乐城赐为封地。叩谢皇上隆恩。圣旨已下，黎初只能跪下谢恩。封赏完黎初，就轮到荣玄了。荣玄上前听封。启萧帝的嗓音里隐隐带着一丝激动。他盼了20年，终于盼到了今日。儿臣在。兹有荣玄，天纵英姿，神剑招远，天意所属，授以册宝，立为东宫太子，以崇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儿臣遵旨。就这样，西元这20年来的第1位太子定下了。臣等参见太子殿下。还有一道圣旨，弹劾。启萧帝的声音再起，脸上的激动之色丝毫不亚于先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天阴郡主温婉恭顺，颜容有则，兹赐婚为太子正妃。钦此。黎初目瞪口呆的愣在原地，忘了谢旨。这门婚事也来得太快了些。黎相急忙拉着黎初叩了个响头。臣女谢主隆恩。黎初抱着2道沉甸甸的圣旨出了宫门，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他都不知道。等他彻底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回到了相府。荣玄则被留下安排册封大典的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花落沉舟。